彩彩，快把他的皮给我撕下来，咬断他手脚！少女死死地咬住牙，一声不吭地忍受着这种灭顶之痛。她仰起头来，在那些人脸上一一扫过。等她找到逃出这个鬼地方的机会，一定会让他们付出千百倍的代价。好乖乖，大胆的吃，反正过不了多久，他这个怪物啊，还能长出新的血肉来。白鹿，你们皇室怎么出了这么一个怪物啊？就是啊，上次我的宝贝兽兽咬断他一只脚，他半个月就长好了。哼，什么皇室啊，不过是一个下贱女人勾引了帝君生的下贱胚子。那个下贱女人让我帝后姑姑蒙羞，我就要折磨这个小怪物到死为止。反正帝君也不在乎这个女儿，连名字都没给她取，一个无名的贱种罢了。白鹿看着少女又被咬断一根手指，顿时畅快了。大家的灵兽一起上啊！今天是我地基表妹觉醒寿元的日子，我们要好好庆贺一番，热闹一下。地基驾到！一个穿着华服的少女一脸高傲地走到了高台之上，白鹿几人顿时慌了。地基怎么能让这种贱坯子脏了您的眼睛呢？太血腥了，会吓到您的。地基苏林燕站在高台之上，俯视着那个据说和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孩子。他倒在血泊里，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也怪可怜的，你们别折磨他了。地基，你就是太善良了。就是啊，表妹，他母亲是怎么让姑姑丢人的？堂堂帝后居然和一个洗脚婢共享过夫君，这真是奇耻大辱。那也不好太过苛责，毕竟啊，她是无辜的。趴在血泊里的少女听着这些话都要笑了。这个苏林燕每次都在她被教训完了之后再出现，说些同情她的话，实际上却巴不得她越惨越好。等她找机会逃出这个皇宫，只要能逃出去，她一定会报仇。今天她有机会的。少女算了算日子，万寿国虽然只是整片神魔域中的一个小国，但这里的所有人在18岁生日那年都会觉醒出一颗兽元，从而拥有自己的第一只本命灵兽。今天就是他能觉醒兽元的日子了，只要他的灵兽够强，说不定就能杀出去。可就在这时，几个帝后身边的贴身女奴却突然走了过来。看这个样子还没死心呢，还想跑呢？啊？怎么还想着你这兽元觉醒能跑出去呢？做梦吧你！呸！少女心底一片冰凉，他们竟然记得今天是她的生日，那么她还能跑出去吗？母亲，让她就这么死了，是不是太浪费了？不如将她的手脚都砍了，再拔了舌头塞进大瓶子里。哼，燕儿，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过了18岁就不能留下她了。倒是你，今天也是你觉醒兽元的日子，还不快去准备？母亲给你准备了最好的灵药池，去泡着吧。好的，母亲，我一定会觉醒出最优秀的兽元。后面的话少女已经没工夫听了，她身上忽然漫开了血红色的火焰。啊，凤元！帝后娘娘，您快来看呐，这是凤骨生凤元呐！难怪这贱种的血兽还能再生，这是凤元涅槃的出兆啊！你胡说什么？凤骨都是千年一出，只有万寿国皇室最尊贵的气运之女才能获得，要有也是我的燕儿。怎么会？他的话戛然而止，因为那真的是凤元。帝后那张漂亮的脸顿时扭曲起来，可下一刻她却突然一笑。哼，凤元是我燕儿的，也只能是我燕儿的，把她的脊骨给我挖出来，换给我的燕儿。尖刀刺入皮肉，少女死死瞪着帝后。我一定会杀了你，给我和我阿娘报仇。就凭你阿娘死的可比你轻松多了。她生完你呀，我就把她丢进了军营里。那些男人呢，可是好久没看见过女人了。少女浑身发抖，她突然抱起，一口咬掉了帝后的手指。贱种！她被狠狠地扇飞出去。与此同时，一颗金色兽蛋从她身上掉落下来。凤凰兽蛋，快拿过来！少女已被抽了骨，拼命地伸出手，也只能看着自己的兽蛋被女奴们抱走。
肮脏东西，把他给我丢进深渊魔剑里，我要让他死无全尸。这魔剑里关押的可都是魔物，两个女奴到了这里，大气都不敢出。两人合力将他高高抛起，一声凤鸣缭绕了整个万寿国。他看见那两个女奴一脸狂热的朝着东方跪下。凤元落地生根了，真正的皇女降生了。他被抛下了深渊，当肉体砸进深渊里的聚合之时，他已经感觉不到痛了，耳边响起了各种古怪沙哑的声音。魔剑好久没来新人了。是个小娃娃，小娃娃的肉最鲜美了。这小娃娃刚刚是不是生了颗蛋？晕死过去的少女身上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黑蛋。这个蛋，燕女大人，您快来看呐，有个小丫头会下蛋。你不是最喜欢吃腌咸蛋了吗？蠢货，那是万寿国的人，把她带过来，我看看。昏迷过去的女孩就被一把抓起，丢进了密林深处。有意思啊，竟然是天生凤元。哼，那些挖他凤元的人好像也不知道凤元可以涅槃再生的秘密，但他怨气难消，恨不平，又被咱们魔剑的魔障影响，竟然成了正邪一体。养养吧，说不定啊，能养出个小怪物来。3个月后，万寿国皇宫之中，为什么这颗蛋还是孵化不出来？到底还要我用多少心头血去灌溉喂养它？燕儿，你在胡闹什么？这可是神兽。都3个月了，它还是不愿意出来，我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啊？要是外面那些贱民们知道我是一个孵化不出神兽的皇女，一定会嘲笑我的。还有封家，5州封家的风巡亲自登门，在这里等了我3个月。可若是这颗蛋永远都孵不出来，那我和封家的婚约怎么办？风巡哥哥会不会不要我？谁敢？母后定不会让燕儿受到这样的屈辱。快别闹了，那位风巡公子是喜欢你的，你没听说他和白鹿一起去白头山为你寻找龙鳞草去了吗？龙鳞草？真的吗？龙鳞草对未孵化的兽蛋是最好的催生利器，我一定要拿到龙鳞草。放心吧，孩子，母后一定会让你成为整个万寿国，不，整个5州最出色的女人。此时白头山上，这白头山也太无聊了吧，完全没有危险，也不知道为什么成了禁区了。风巡神情平静，此刻带着几分不耐。白鹿，你可以回去。白鹿顿时就不说话了，他亦步亦趋地跟在这少年身后。叮铃一声，谁在那里？浓雾之中，一道身影出现在他们面前。那是一个18岁左右的少女，正低下头，伸手要去摘一颗形状犹如龙盘旋的药草。龙鳞草！寻哥哥，是龙鳞草！喂，贱民，快把龙鳞草给我们！少女转过身来，白鹿目光一震，这人的身形怎么那么像那个剑种呢？不可能的，那个剑种他已经死透了。少女紧紧盯着面前的白鹿，真是没想到白鹿竟然会来这禁区。明明只是3个月，她却在魔剑底下度日如年。她每一天每一刻都在想念那些人，有了叫做阴念的名字，被魔剑里最凶恶的魔物们抚养。魔剑那个老妖女不断的用千奇百怪的东西刺激她的肉身强度，可她都咬牙挺过来了，就是为了要报仇。她的仇，阿娘的仇，她都要亲手去讨回来。哼，给你。凭什么呢？你知道我们是谁吗？还有，你一个人怎么敢闯白头山呢？这可是万寿国的禁地。这禁地你们能走，我就不能走吗？他看了一眼脚腕上的铃铛，这铃铛是家里那个老妖女炼制出的法器，只能保证她离开魔剑待4个小时。4个小时过后，无论她在哪儿，都会被魔剑的封印之力重新拖回去的。她只是出来找龙鳞草，给自己那颗还未孵化的兽蛋用的，可没想到竟然让她碰到了白鹿。你竟敢和我们小姐顶嘴！真是给脸不要脸！我们小姐要你的龙鳞草，那是看得起你，还不快快把那药草洗干净了送上来？小姐，依我看呢，可以把这个女人扒光了，犒劳一下跟着我们的士兵们。身后的男人顿时目露荧光，哼，好主意！白鹿挥挥手，乖乖，去把那个贱民给我抓过来。风巡皱了皱眉，却到底也没说什么。
他也想试探一下这个女人的实力。赤明狗对着一念生扑过来，一念抽出长鞭，重重的甩至在地上。这废物也敢出战，简直是找死！话音刚落，一念身上有灵力冲天而起，而他的鞭子竟然变成了一条黑色长蛇，直接绞住了赤明狗的脖子。乖乖，这怎么可能？他竟然是9重灵体！就算是万寿国最完美的地基苏林燕，到现在也才3重灵体而已。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怪物呢？一念见状冷笑一声，在魔镜的这3个月，妖女在她身上实验的那些东西可没有白费。这赤明狗忽然悲鸣了一声，不！白鹿双眼血红，那是她的本命灵兽啊！一念弯唇，学着以前白鹿折磨她时的口吻，对那黑蛇说着：“好乖乖，快把她的牙齿一颗一颗的给我拔下来，把她的皮也拔下来。姑娘，我要做一条新的围脖，把她的皮也拔下来。姑娘，我要做一条新的围脖。”住手！住手！看着自己的爱宠竟然被剥皮拔牙，他愤怒的转身，对着身后那些士兵吼着：“还不给我！”下一刻，啪啪的2个耳光重重的抽在白鹿脸上。贱民，你敢！哼！一念轻笑了一声，一把撕裂他衣裙。你不是想犒劳士兵吗？那你自己上吧。不要！白鹿死命的挣扎着，那些本来准备动手的士兵们都看呆了。身材可真好啊！一念玩够了，抬手就想把白鹿的脖子给扭断，可下一刻，一道剑光对着一念扑杀过来，那强大的灵力威压让一念挑了挑眉。他已经输了，你却不依不饶，竟然如此凶残！一念嗤笑了一声，白鹿杀他就可以，他杀白鹿就不行吗？一念抬手将白鹿挡在自己面前，白鹿脸色大变，不要啊，许哥哥！他两股战战，在死亡危机逼近之下，双腿一抖，尿了。风轩面色一变，急忙收住剑光，一念直接把手上的白鹿狠狠地甩掷出去。他嫌弃地看着自己的手，真是恶心，一股尿骚味儿。而那白鹿连滚带爬地从地上爬起来，往在场最强大的风轩身上靠着。轩哥哥，你要为我报仇！风轩的眼中闪过浓浓的嫌弃，他真是不该让这个女人跟来。白鹿看见风轩的神情，才慢慢地反应过来自己的状态，又羞又恨，恨不得把一念剥皮抽骨才好。你的武器很特别，但你如果杀了白鹿的本命灵兽，都不用我出手，在场的所有士兵围攻之下，你必死。灵兽和主人是一体的，同生共死。风轩不可能让一念真的在他面前杀了赤明狗。就是，贱人，你现在若跪在我的面前，我……闭嘴！只会给他惹祸的蠢材。这样年纪的9重灵体，背后的势力会小吗？你叫什么名字？一念。你的龙鳞草给我，你也和我们一起回万寿国。他根本探查不到对面这个女人的灵力波动，一定是身上藏了什么掩藏灵力波动的珍宝。他想知道这个女人的真实身份。什么？这个贱人也配吗？他的牙已经漏风了，勉强用手指堵住才能说话。你再多嘴一句，我不介意把你的牙全部都拔了。风轩面露不悦，白鹿再蠢也是他带来的人，这个女人怎可如此不把他放在眼中呢？他肯定不愿意的。一念却忽然笑了，哼，好啊，我和你们一起走。他抬手，已经被折腾得半死的赤明狗才被黑蛇松开，黑蛇变成了鞭子，重新回到他手上。风轩的脸上露出一些满意的神情，朝着后面那些士兵抬手，那些士兵才放下指着一念的兵器。他们人多势众，不能硬碰硬，但一念有别的办法。一念笑着走向白鹿，轩哥哥，放心吧，我不动他。接下来还有一段路要走呢，让我们好好相处吧。就在拍他肩膀的那一下，一只头发丝儿般大小的黑虫子钻进了白鹿身体里面。你知道我是谁吗？是要跟你好好相处了。万寿国皇后是我亲姑姑，万寿国地基千年一出的绝世天才，那是我表妹。一念放下的手一顿，千年一出，哼，怕了吧？你现在跪下还来得及。一念饶有兴趣地看向他，浓雾掩藏下的一双眼睛里却有着翻滚的杀意。还有，寻哥哥是我的，你这个小狐狸精，可别痴心妄想了，小心我叫人把你挫骨扬灰了。他一边说，一边挠了挠脸，在脖颈处已经起了一小片红包，而白鹿自己却没有发现。一念的目光在他脖颈处扫过，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白鹿虽然说的很是小声，但前面的风寻作为灵体9重，怎么可能听不见呢？他的眼中闪过一抹自得，这样的事情他早就习惯了。别说小小一个万寿国，
就连五洲的女人都为他争风吃醋。这么想着，他从怀中拿出了一个罗盘，这个罗盘可以找到灵能含量最丰富的灵药。这白头山难得来一次，不如找些别的灵药拿回去送给他老师。这边走。荀哥哥，你真厉害，连玄药龙盘这样的东西都有，这可是五洲的10大神器之一了。殷念听了这话，看了一眼龙盘，直接让他给愣住了。这个东西在魔界外面很稀奇吗？他怎么看着这么像魔界里面整日疯疯癫癫看星星那个老疯子，用来垫指甲的那个铁疙瘩呢？你看什么看啊？这等好东西你怕是也没见过，你就感激今天在这里让你遇到荀哥哥吧，贱民！殷念手上的鞭子再次化成黑蛇，阴恻恻地盯着白鹿，散发着杀意。殷念安抚地摸了摸他脑袋，别急，留着那白鹿我有大用。等等，这是什么？灵力波动竟然如此恐怖！前方一处寸草不生的空地之上，有一株深紫色草药在散发着浓郁的灵力波动。这草药是莲花形状，上面含着一颗雪白色珠子。风轩立刻就要过去采摘，殷念却是面色一动，不能动。他记得家里的老妖女和他说过，这白头山上有个绝对不能动的东西。不能动？哼，这天底下就没有我风寻不能动的。他霸气十足地把那草药一把揪了起来。殷念面色大变，妈的，蠢货！草药被拔起那一刻，白头山底之下，无数岩浆开始哗啦啦地往外翻滚着，一架白玉棺显露出来了。棺里躺着一个男人，只是静静地闭着眼睛，都能从他身上感受到可破天地的威压感。下一刻，男人修长的手指动了动，就是这一动，整座山脉都开始摇晃，在场所有人都被那恐怖的气息笼罩住了。要是被这份气息笼罩，必死无疑。千钧一发之际，风寻咬牙从腰中拿出一块玉牌，捏碎了一个光圈，堪堪将风寻、白鹿和殷念这3个人笼罩了进去。后面那些士兵们直接被压成了血沫。这是老师留给我的空间玉牌，最多只能走2个人。带我走，荀哥哥，你带我走吧，我不想死啊！可风寻的目光却落在殷念的身上。你跟我走。空间玉他可不打算浪费在白鹿身上。荀哥哥，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呀？他一把甩开白鹿。你跟我走，我许你成为我的贴身女婢。如果女人背后没有靠山，这样的天赋他定要收为己用。殷念冷笑了一声，直接避开他手，一把抓过一旁的白鹿。你已经中毒了，不出半个月，整张脸就会溃烂而死。只有我可以解毒，这件事情不许你告诉任何人。想要解药，3天之后再来白头山找我。殷念的面具被气浪炸开了一部分。你是？怎么可能？这个贱种怎么可能还活着呢？殷念可不管他，他一把将面露惊骇的白鹿扔进了那空间漩涡之中。你竟然把生的机会让给了他！你还不走？他自有逃走的办法，随时解开那法器铃铛，他就能在被压成血沫之前瞬间被召回魔界。可风寻并不知道，没想到这世上竟然还有像你这么善良的女人，你一定要活下来。风寻最后深深地看了一眼殷念，一脚迈进空间漩涡中遁去了。那恐怖的气息眨眼之间就要将殷念吞噬，殷念直接断开了脚上铃铛，黑色漩涡眨眼之间就把殷念扯了进去。白头山恐怖的动荡一层接着一层。万寿国皇宫之中，帝后遥遥看着那白头山的方向，怎么可能？难道那人他还活着？母后，我的龙鳞草怎么办呢？苏林燕一脸暴躁，只想着自己，可帝后却想到了风寻。要是风寻死了，他怎么和风家交代呢？但下一刻，内室卷起一阵疾风，风寻和白鹿狼狈地逃了出来。风寻，你没事吧？苏林燕一见他们两手空空的来，什么都顾不上了。你们不是说给我去拿龙鳞草了吗？风寻还在想着殷念，却看见自己的未婚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问自己的安危，倒是先问龙鳞草。风寻阴冷的目光落在苏林燕身上，帝后大惊失色：“你真是太不像话了！风寻，你快去休息吧，燕儿她只是被白头山的暴动吓到了。”风寻冷笑了一声，第一次认真打量这位号称千年难得一遇的地基，要不是因为他天生凤元，哼。地基天赋绝佳，又有凤元加身，想必没有龙鳞草也能让神兽蛋孵化。还是说地基有什么难言之隐？怎么会呢，寻哥哥？对不起啊，我刚才就是太着急了。而旁边的白鹿匍匐在地上，毒虫已经开始在他身上肆虐着，他又痛又怕，那贱种还活着，还给他下了毒。白鹿目光愤恨地看着周围的所有人，他们只关心龙鳞草，根本没有人管他的死活。
白鹿跌跌撞撞地站起来，向外面走去。他得先找灵医解毒。魔剑里，一群奇形怪状的魔物们汇聚在一起，他们神情凝重地看着不远处的白头山。怎么办呢？我们念念还没回来呢。阴女呢？念念不是他收养的女儿吗？那妖女天天折腾我们念念，现在连念念的死活都不管了吗？可下一刻，无数黑色寒鸦兽冲天而起，这排场，大家瞬间闭嘴了。小讨厌，还没回来吗？还没有，可我们也出不去啊！该死的魔剑封印！轰的一声，白头山又巨震了一下，吓得魔物们的心口齐齐一颤。是不是那位要醒了？管他醒不醒呢，他和我们魔族无冤无仇，我只担心我们念念。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一念这个18岁小姑娘，在这群上千岁的魔物们面前就是一个小宝宝。他们一开始只是觉得好奇，神族该怎么养，结果养着养着就全都一口一个念念了。你是不是都不担心念念？你只把她当成给你吃药的小丫头不成？早知道就我养念念了。下一刻，那魔物猛地被阴女一指头弹了出去，阴女背后黑色羽翼猛地张开，大魔绝对强横的气压碾压而来。哼，找死吗？阴女的双眸渐渐染上一片血红色，下一刻笔直地对着封印结界冲去了。阴女，别碰结界！也就是这个时候，头顶一个人沉沉砸了下来，咚的一声砸到了阴女身上，刚好阻断了阴女要去撞结界的动作。哎呀，摔得好啊！不疼。念念，小魔物们抖着声音颤抖着指向一念屁股底下。一念低头一看，他竟然骑在老妖婆的脖子上。那个，别激动啊，我可以解释的。我可以解释的。但下一刻，一念就连人带武器被一起踢得远远的。念念一天不打都不行。一念毫不在意地拍了拍身上的土，看向了白头山的方向。那到底是什么？虽然被打了，但他还是走到老妖婆身边问着。没办法，老妖婆知道的是最多的。白头山下压着一个不允许被融于世的人。那他这时候出来了。大家担忧地看着还在震动的白头山，而在那赤岩浆底下，躺在棺内的男人眼睫颤动了一下，那是一张会让人不自觉屏住呼吸的脸。他眼睫颤抖得越厉害，白头山崩裂的就越厉害。周围岩浆扑通的声音逐渐安静了下来，他似乎要醒了，但半分钟之后，颤抖的眼睫重新安静下来，他又睡了回去。白头山也重新安静下来了。看来是没醒。难不成刚才那个动荡只是人家要醒了？我还没问你是不是动了我不让你碰的东西了。不是我，是碰见了一个旧仇人，还有一个叫做风寻的蠢男人。你说那个蠢男人姓风？是啊，怎么了吗？阴女抓着阴念的手越发收紧，她正要进一步追问，忽然间有人神情激动地喊她：念念，快来看呐，你的寿诞动了！阴念立刻转身往家里跑着，阴女没有动，她双眼阴沉。风家是那个风家吗？阴念回到家里，一个小小黑蛋正在颤动着，那是他的本命寿蛋，本命双生蛋，这是比凤元还要罕见的奇迹。咔嚓一声，黑色蛋壳被顶开了一个洞。仔仔，还没等他走近，一圈黑色光芒猛地笼罩住寿蛋，强大的威压席卷而下，要不是魔剑有封印的话，威压就要直冲上天去了。念念，这是要出神兽了！魔物们挤了过来看热闹。念念啊，你想出个什么兽啊？都行，我的仔仔我都喜欢。那威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死死盯着那光芒处，期待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下一刻，那光芒猛地一收，一个黑乎乎毛茸茸的小家伙从里面钻了出来。魔物们都傻眼了。虫兽，所有灵兽里，虫兽是最没有前途和价值的。念念，你怎么生出个小怂虫啊？像是被那些魔物们嘲讽的有些伤心了。虫虫卷成一个球，咕噜噜的滚到了一念脚边，娇气的蹭了蹭一念的脚踝，像是要委屈哭了。哎呀，好了好了，不哭啊，不哭。一念的心都要化了，赶紧把他抱起来。就在抱起来那一刻，那个小虫子却忽然变成了一个3岁男童的模样。主人，主人。他把脑袋搭在一念的肩膀上，一身肉肉抱起来非常柔软。魔物们本来是笑着看的，这会儿都笑不出来了，他们那脸呢拉得老长了。干什么呀？快从我们念念身上下来！
你是念念的本命灵兽，以后还要保护念念的，这么弱不禁风，怎么能行？我会保护主人的。没关系的，实力差也没事，主人会保护你的。主人，你真好。他肉乎乎的脸蛋靠在了一念肩膀上，朝着身后那群魔物们挑衅的挑了挑眉。他还会挑眉？这个小家伙还有2副面孔呢。给你起个名字吧。我有名字的，我叫百变。百变仔在一边说着，一边低头看向了一念缠在腰间那条法器黑边。这黑边其实是魔剑里面的蛇兽变的。百变盯着他，那双柔弱的金色眼眸忽然亮了起来，杀意一瞬闪过。下一刻，那条黑边就像是受到了莫大的惊吓，从一念身上掉了下来，像是见鬼了一样往外窜着。黑蛇一边跑一边吓得蛇信子都吐出来了。奶奶的，他不是虫呢！百变轻哼了一声，做完这一系列小动作之后，再度抬起头来看向一念。这里其他人好像都不喜欢百变，是因为百变太弱了吗？哎呀，不会了，不强也没有关系的，主人会保护你的。一念高兴完了，又忍不住想起了自己被苏林燕抢走的那颗兽蛋，也不知道他的另外一只彩彩孵化了没有，有没有受委屈啊？想到这里，他忍不住握紧拳头，抱着百变就走出去找那老妖婆去了。阿娘，她是被殷女一句话救下来的小玩意儿，跟着殷女姓。尽管他们天天斗嘴，但在心里，殷女是他的恩人，也可以是他再生父母。怎么了，小讨厌鬼？殷女说着，目光落在百变的身上。这小虫子有点意思啊。百变只觉得面前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可怕了，肯定已经看出她的本体并非虫子了。是我的仔仔，叫百变。不过你上次说的那个幻魂丸炼制出来了吗？幻魂丸是魔族独有的药，找到合适的躯壳就能幻魂而入。那东西是老毒师在炼制，怎么找到合适的躯壳了？那个躯壳身份绝对安全。我等不住了，我必须要出去把我的另外一颗兽蛋找回来，还有我的仇也得报。他本来以为殷女会拦着他，因为殷女说过不突破9重灵魔体不允许他出去，没想到殷女一口同意了。可以，但是我要你答应我2个要求，一是去寻找能破开魔剑封印的那件至宝，二是提那5州封家家主的头来见我。封家？行。封家？一念想起了今天在白鹿身边那个恶心的男人。行。不过你准备的躯壳呢？死了的壳子可用不上，必须得是活人换。放心吧，我找了个蠢丫头，不出3日，她就会连滚带爬的来白头山找我了。而且用白鹿的躯体也方便去皇宫搞事啊。此时在皇宫里面的白鹿看着自己溃烂的脸和束手无策的灵医们，恐惧的双眼通红。不可能的，我不能死，我也不要毁容。他浑身颤抖着，我要去找那个女人。白鹿还记得一念的威胁呢，他不敢将见到一念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万一一念不给他治病了可怎么办呢？那个女人那么恶毒，什么事做不出来？不行，不能再浪下去了，你们救救我，你们都去给我想办法。正在思考对策，突然听见有女奴跌跌撞撞冲了进来。灵医们，快去地基那边吧，神兽蛋要孵化了。灵医们皆是一惊，白鹿这点事情和举世无双的地基哪能比呢？一窝蜂的全都涌过去了。苏林燕和帝后2个人正紧紧盯着灵台上那颗金色的蛋。我原本以为那剑种死了，连带着兽蛋都孵化不出了呢，毕竟本命连体，没想到他竟然要孵化了。傻孩子，现在凤元在你手上，你就是这颗蛋的主人，和那个剑种有什么关系啊？咔嚓一声，一只金色的翅膀直接拍碎了半边蛋壳。这个崽一看就是火爆脾气。颖儿，你快看呐，是火凤，果然是火凤。那个小凤凰转眼变成了一个扎着2个揪揪的小女娃，女娃娃的眉心还在燃烧着火。她冷眼看了一眼这母女2人。你们俩是谁啊？帝后一愣，脸上连忙挤出一抹慈祥的笑容。啊，这是你的主人。给你取个名字吧，就叫你，叫我辣辣。谁想到那女童鄙夷的看他一眼。我不是火凤，你侮辱谁呢？她辣辣乃是天上地下独一无二的血凤，才不是那种普普通通的草凤姬呢。你好丑，你不是我的主人。本命灵兽是能感应到自己的主人的，这长得跟土鸡一样的女人哪里是她的主人呢？苏林燕脸上狂喜的笑容一寸一寸的崩裂。你说什么？苏林燕紧紧握紧拳头，辣辣脚下猛地亮起一个阵法，那是主从阵法。她满眼震惊，这只山鸡为什么和她有主从契约呢？我就是你主人，
我是天生凤元，你自凤元而出，你就是我的灵兽。你敢不听话，我就打死你！娜娜拼命挣扎着，但主从契约是绝对的，她根本无力反抗。好，你是娜娜的主人，娜娜不闹了。好，娜娜不闹了。苏黎燕冷哼了一声，撤了那阵法压制。可下一刻，娜娜猛地从原地跳起，变成一只小火凤，猛地对四周喷出滚滚烈火，整个屋子瞬间烧了起来。不闹个屁呀！烧了你的草鸡窝！娜娜叉着腰，猛地对着外面飞去。我要去找我真正的主人。可才飞出去没有多远，一股滔天威压笼罩下来，直接把刚出生的小血凤给撕扯回来了。帝后冷着脸，一挥手，那火焰就被狂风吹散了。他能将这万兽国捏在手心里，可不只是因为背靠强大的娘家，他自身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母后，燕儿放心吧，小宠物不听话，往死里打就会听话了。娜娜咬牙瞪着这两个人，心底却一阵阵的泛酸。刚出生的崽崽是最需要主人呵护的，他也想要自己真正的主人。可下一刻，帝后手上的鞭子就重重地往娜娜身上抽去。娜娜连忙蹦跶着躲开，一边躲还一边气急地骂道：你们给我等着，等娜娜晋级了，找到主人，打不死你们的，到时候娜娜要把你们身上的毛都烧光，丑八怪，丑八怪！帝后气得眉毛倒竖，却又不敢真的下手杀了娜娜，只能听她一边躲一边和炮弹一样突突地骂人。同一时间，远在魔剑的阴念心口猛地抽痛起来，他连百变都没有抱稳，直挺挺地倒了下去。主人，念念！等阴念再醒过来时，满鼻子都是药味。小丫头醒了。一个满头绿毛的10岁小童在他身边站着，明明是个孩子，却背着手装出老人样来。他确实已经非常非常老了，今年没有个6000岁，也有5000岁了。老毒士，我怎么了？以老毒士的本事，也看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可能是身子太虚了，我给你开个药补一补。啊，可别！阴念怕死了老毒士的补补。哎，对了，那个幻魂丸。来，我都还没给那老妖婆看呢。盒子里面是2颗透白的药丸，他和要被幻魂的对象1人1颗，时间有限。不过他就用白鹿的身体去干那些好事儿，那点时间完全够用了。当然，他还活着，白鹿肯定是活不下去了。从一开始，阴念就没有打算让白鹿继续活下去呢。老毒士，你没有什么仇让我帮你报吗？我答应帮我阿娘报仇呢。魔界里的这些大魔物都不是自愿待在这里的，他们个个背负着血海深仇，这是阴念听那些小魔物们喝醉了酒说的。小丫头片子，就你这样的还不够我仇人一根手指头摁摁的。阴念，你要永远记住，你是被所有大魔们憋着一口气养出来的孩子。我们不要求你为我们和那些老妖怪宣战，但那些人的后辈来一个，你要打一个。妥，不用你说我也会的。好，不愧是我们魔界唯一的孩子。五州那些所谓的名门望族们将我们魔族囚禁在这里，不过就是为了要……他的后半句话被含糊的带过了，阴念古怪的看他一眼，就被老毒师狠狠拍了头。还不快去修炼，都还没来得及和我学制毒呢，你就一门心思的往外跑。他们这帮老家伙都等着给阴念传授自己的绝学呢，谁想到被阴女抢了先。阴念拿了幻魂丸就回去修炼了。他房间里面放了一堆奇奇怪怪的东西。主人，这是什么？这个是东山头的大魔伯伯给我的一个巨魔盘，说是堪比上等灵宝，让我随意用，修炼的时候垫屁股，不修炼的时候呢当桌子。还有这个手镯，那个是法器了。那这个簪子呢？那也是法器。那这个屋子呢？哼，乖乖，你挺厉害的呀，你怎么知道这个屋子也是法器啊？其实这个是个空间法器，大魔们拿来当仓库的，我来了以后就给我当房子了。那这些到时候我们出去都带走吗？对啊，这个屋子可以变小的，这些本来就是送给我的。不过这里有些法器我还用不了，我实力太低了。这魔剑里最小的魔物也有300岁了，他们就是爷爷看孙女的心态，有什么东西都往阴念这边塞。老毒师探起来一个脑袋，丫头，老夫我怎么想还是觉得不妥。咱们魔剑外的世界多凶险啊！拿去，这是我最近新炼制出来的魔毒，解药也给你备了一份。
用完记得和我说说效果啊，我还没试过呢。老毒师摇头晃脑的走了，百变摸着那些瓶子，刚数到135瓶呢，门又被敲响了。念念，来，这是我新炼制的一套衣裙，绝对扛得住人灵境强者的一击，拿去保命用吧。人灵境就是突破了9重灵体之后的境界，随后是地灵境、天灵境，天灵境之上还有个小神境、大神境，每个境界又各自分为1到9星。这是我最早时候用的剑，你拿去，你这个实力用正好。把这个毒丝带上。啊，够了够了。够什么啊？你这孩子忒不懂事，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凶险。要是你打不过，你用自爆法器砸死他们，知道了吗？要是你打不过，你用自爆法器砸死他们，知道了吗？但是太多了，我拿不下呀。魔物们嘻嘻一愣。喂，再给念念来一个空间法器当仓库吧。一念一脸无语。此时皇宫里面，苏黎叶也正满脸高兴地看着帝后。哇，这柄天霜剑真的给我了吗？你可要好好用这柄天霜剑，是母后还是灵体阶段的时候用过的。我一定会的。苏黎叶满脸喜色，不过他很快脸色变了变。母后，辣了他在地牢里面调教呢，放心吧，3天以后我交给你一个听话的灵兽，这种小事你就别管了，赶紧抓住风寻，上次的事情闹得他很不高兴呢。我知道了，母亲。还有，我燕儿是天生皇女，马上就要举行的1年1次的斗兽赛，你一定要夺得第一，这次比赛就是你升阵武术的第一步，知道了吗？苏黎燕郑重点头。几日时间眨眼就过去了，白露坐在房间里面，听着外面每日都在夸赞苏黎燕，根本没有一个人关心她。等我伤好了，我也要参加那个斗兽大赛，那个贱种我也要杀了。他有心带上军队去绞杀那个贱种，却又怕那个贱种为此不给他药了。反正我和他保持距离就行，如果他胆敢出手，我就让赤明狗跑。赤明狗的速度非常之快，那个贱种就算是9重灵体又怎么样呢？这么想着，在这天夜里，白鹿悄悄去了白头山。他心惊胆战地走在山路上，突然间，赤明狗对着一个地方发出了满是威胁的咆哮声。哼，来了，挺准时的。你个贱！话没说完，就看见一条黑蛇。你，快把解药给我！百变坐在旁边的树枝上，笑眯眯地看着面前的白鹿。他赤金色的眼瞳微微闪过，白鹿底下的赤明口忽然悲鸣了一声。白鹿冷不丁被自己的乖乖甩下来，狠狠地摔了一跤。哼，想让我给你解药吗？可以啊，跪下求我。他眼瞳里面沉着杀意，9重灵体的威压，压得白鹿根本就喘不过气来。白鹿不甘地轻轻抱起，这个贱种也配吗？可万寿国最好的灵医都束手无策的毒，他不想死，也不想毁容。白鹿低着头，他咬着牙，对着一念缓缓地跪下。对不起，之前是我不好，你饶我一次吧。他的声音哽咽发抖，实在是太屈辱了。一念看着白鹿，就在不久之前，自己才是跪在地下的那一个。他跪了这些人整整18年呢。一念冷笑着，丢给他一个药盒，吃了它。白鹿看起来有些犹豫。一念能有这么好心吗？你死了对我没有好处的，我还指望着你给我弄一个万寿国的身份呢。白鹿眼前一亮，是了，这个女人明明可以杀了她，却让她活了下来，这不就是有求于她吗？一念看她还不吃，拿出来一颗丢进了自己的嘴中。放心吧，毒不死你，她自己都试药了。白鹿瞬间就相信了，也把幻魂丸丢进了自己嘴中。可下一瞬，她浑身一震，身上传来撕心裂肺的疼痛。不，你要杀了我！你是要杀了我吗？一念此刻也是很难受的，灵魂的剥离感让他觉得十分痛苦，但这点疼他还忍得住。一念走到白鹿的身边，一把抓起白鹿。你怎么会认为我会真的放过你呢？是你太蠢了。一念仍然倒了下去，白鹿的躯体动了动，下一刻他睁开眼睛，唇角勾起了一抹笑容。主人，是我。比起不知道什么人的身份，白鹿的身份不是更好吗？谁都不会怀疑他。旁边的赤明狗忽然浑身抽搐，嗷嗷地叫着。他的主人神魂都已经消散惨死，他作为本命灵兽，自然也是难逃一劫。哎呀，怎么再弄来一只赤明狗也是个问题啊。这个主人不用担心了，我能变的。下一刻，百变忽然就变成了一条赤明狗。这是你的能力吗？
那属性和招式也能一样吗？当然了，只要不是实力强我太多的灵兽，我见过的都能变，而且我还能比那些低等灵兽更强呢。百变的声音里面透着一股子傲娇味，但很快他意识到了什么，我的实力比不上主人。没关系的，以后呢，主人会保护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主人的另外一只崽崽找回来，知道吗？一念吃了真正的解药，弄死了这个身体里面在作祟的毒虫，转身拍了拍地面，很快2只魔影兽从地上钻了出来，讨好的围着他转圈圈。辛苦你们帮我把身体送回魔剑了，等我找到解开魔剑封印的办法，我会回来取走我的身体的。知道了，念念，你自己小心点。如果遇到问题就赶紧跑回魔剑，知道了吗？一念点了点头，没有回头的往万寿国赶去。到皇宫的时候天都亮了，守门的士兵一脸媚笑，殷勤的为他打开了这座庞大的宫门。一念刚走进去，就看见旁边传来一声笑。哟，姐姐这是去哪儿了？顶着这么一张脸，你也好意思出去吗？这个人是白鹿的亲妹妹，叫白浅浅。哼，还戴着面纱呢，姐姐快脱下来透透气呀！妹妹给你看看还有没有救。还戴着面纱呢，妹妹给你看看还有没有救。手刚伸出去，啪的一声，白浅浅整个人被抽飞，灵力围着一念上下波动着，看得白浅浅整个人都呆住了。不可能，你明明没有修炼灵力的天赋的，你怎么能动用灵力呢？又有御兽又能修炼灵力的人，即便是白家也难找出几个，都是要被整个家族供起来的天才珍宝。是啊，中了这古怪的毒，好像还因祸得福了呢。妹妹，你该为姐姐高兴才是啊。就在一念教训老仇人的时候，魔影兽们正在兢兢业业的搬运中呢。路过白头山山顶时，山下那关中男人的眼睫再一次颤抖起来，他突然睁开了眼睛。睡得好硬，想要枕头。男人抬起头往顶上看去，看到了在最顶上2个小影魔正在搬运一个女人。他困惑地眨了眨眼睛，慢吞吞地伸出手打了个响指。下一刻，白头山整个裂开，影魔带着阴念的身体直接往下坠着。他的棺很大，3人同时砸进他棺内。男人随手把2个影魔甩了出去，拉过阴念的身体，他伸出手，软度适中，应该很舒服。此人气息全无，应该是死了。抬手就凝聚起无数的灵力。给你施个永保尸身术，要记得谢谢我。困意再次袭来，男人枕在一念身上，再次沉沉睡去了。2个魔影兽瑟瑟发抖，往魔剑赶着。完蛋了，念念被抢走了。一念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当成了纯天然枕头的事情，他还在教训白浅浅呢。你敢打我，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白家的族老们。本来白鹿的赤焰狗就是资质中上的灵兽，现在白鹿更是觉醒了修炼天赋，那他以后怎么办呢？吵什么呢你们？一道柔和的声音传来，让一念整个人僵住了。他缓缓地转过身，果然看见苏林燕就站在自己身后，恨意直冲一念大脑，让他不得不低下头，掩盖住自己眼中的杀意。表姐，你看他把我给打的。但苏林燕根本就不想看白浅浅，她目光震惊地看着一念。你身上的灵力波动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可能因为那个莫名其妙的毒，因祸得福了。让灵医来给你看看身体。他心里明明膈应的要死，但为了维持自己平常那高贵大气的样子，只能强行挤出微笑。好，那就看看吧。他毫无畏惧，就凭万寿国皇宫的这些灵医，可看不出老毒士的手段。那我呢？表姐，他打我。浅浅，我们亲姐妹之间的事情就我们自己解决，你何必让表妹辛苦呢？是不是？一念在婊子上重重的念着。哎呀，大喜呀！我白家竟然出了一个兽灵双修的人。大小姐，我马上给白家各位族老们传信。白家这一波的年轻人真的是有些人才凋零的迹象，小辈拿不出手，白家真是要在其他家族面前抬不起头来了。恭喜啊，表姐。不客气，表妹，我比起你这位天生凤元的人来说可差远了。对了，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见地基的神兽呢？急什么？等明天的斗兽国宴，你自然就知道了。那只小凤凰不听话，不调教好，根本就不敢拿出来用。一念垂下头，眼下眼中的冰冷杀意。好，那我就期待着。等这些人都走了，一念才看向了百变。百变，你能不能变成白鹿的样子啊？百变变成了一个小男孩的样子。只要给我一滴精血，可以维持3个时辰。宝贝儿，你真是太棒了。一念狠狠地亲了他一口，亲得百变晕乎乎的。
主人，你晚上要悄悄出去吗？我也好想去啊。你帮我在这儿装白鹿，别露馅了。等我把大崽子找回来，咱们再一起出去。那主人会不会更加喜欢大崽子，不喜欢白变了？他眨了眨大眼睛，里面泪光盈盈。我还是主人最喜欢的崽崽吗？怎么会呢？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崽崽。深夜，百变变成了白鹿的样子，躺在床上，而一念拿出了一件可以掩盖气息和所有灵力波动的法器。这玩意儿可是老妖婆专门给他用来干坏事，干正经事用的。一念对皇宫还是比较熟悉的，很轻松地避开了那些巡逻的士兵，将皇城大体上逛了一个遍，却根本没发现他的崽崽。那剩下的就只有帝后的寝殿和地牢了。那个地方不能去，会被帝后那个女人抓住。看来只能等明天的斗兽国宴了。只是刚准备回去，就看见风寻竟然一个人走出来，他脸上露出一抹笑容。老妖婆，今天先帮你讨个利息。风寻这么晚不睡觉，是因为想到了那个在白头山碰到的女人，今天见到白鹿就想起她来了。也不知道那女人是不是还活着，善良过头那就是愚蠢了呀。哎，可惜了，这样的女人也配得上我收用了。话音刚落，一道凌厉的剑气猛地迎面砸来，风寻毫无准备，虽然第一时间避开了，但紧跟着一条长腿就横扫过来，正中他面门。一念刚过来就听见这货自言自语的说什么收用，还有说他善良。娘的，这个蠢男人侮辱谁呢？一念火力全开，一招又一招，动作一定要快，不然等下士兵们到了，他就要被包饺子了。你是何人？你是何人？一念冷笑了一声，他招招往风寻最脆弱的地方攻去。风寻出了一身冷汗，直接照出了法器。哼，就以为你一个人有法器不成？一念一出手就丢出3个下等法器，响指一打，爆！轰轰轰3声巨响，直接将风寻整个人卷了进去。风寻见自己的法器被炸得支离破碎，哪路仇家，报上名来！躲躲藏藏，如阴沟里的老鼠。一念动作不停，反手又是3件下等法器。还来？哼，我们沟里出来的，打架从不讲章法。风寻既是心惊又是愤怒，这么多的法器想炸就炸，这人到底什么来路？风公子，皇宫里的士兵们来得很快。哼，今天先饶了你，我们回见。下一刻，一念手上出现了5个中等法器，风寻脸色巨变，快躲开！轰的一声，直冲天际。一念飞快地往外面撤，同时手上法器不断丢出，一个接一个的炸着。一念还专门挑了新造好的宫殿炸，熊熊火光灼灼升起，他炸得开心。但是下一刻，皇宫之中数道气势冲天而起，都是强横的天灵境强者。麻烦了，得跑了。他掩在面具底下的唇微微弯起，看着这个折磨了他18年的地方被炸得天翻地覆，夹在他胸口的那股恶气才终于松快了一些。混账，无知鼠辈，胆敢犯我皇城！下一刻，铺天盖地的灵力碾压而下，转眼就要搜索到一念躲藏的地方。一念冷笑了一声，手上再度出现了5件法器，是魔族的上等法器。光拿出来，空气里的魔元素就争先恐后的往他身边涌着。魔族被封印，这世上的魔元素就再无人可用，可想而知充沛到了什么地步。一念看着手上这5件法器，就用这个来宣告魔族的归来。去！下一刻，魔元素如风暴凝聚，和地后的灵力狠狠地撞击在一起了。魔元素，这世上应当没有人再能驱动魔元素了才是啊！等他抵挡下这一波魔元素，却发现搜遍整个皇城也没有魔物的气息。怎么可能？魔剑里的封印并没有破，那些魔物应当是没有出来才对。此时，魔剑深渊里面，所有的魔物在一念走了之后都有气无力的，他们被困在这里上千年，才上到了没有多久呢，念念就走了，魔剑里面一片死寂。直到敏锐的大魔们感受到了皇宫方向的震动，念念，远远的就看见皇宫里面炸了一小块。那是我给念念的法器，是我的法器。怎么是下等法器啊？念念炸上等。娘的，我们念念都被逼得炸法器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他了？我就说那2仓库不够吗？炸上等不够回家拿，家里还有很多。大家叫嚣的满脸通红，直到那魔元素冲天而起的时候，魔物们愣住了。好久没看见外面的魔元素动弹了。哭什么啊？没出息。怎么就不能哭了？外面那些东西是为了抽干我们的血，才把我们关押在这里。明明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原先也不叫魔族，他们曾经有个更加好听的名字——神光一族。一女傲立上空，那张从来不见笑的脸上
露出了一个很浅的笑容。下一刻，所有的魔物们就听见底下传来的声音：不好了，大人们，念念的身体被白头山那个抢走了。你说什么？是真的，白头山下那个县族唯一留下的血脉，他把念念抢走了。那个地方到处都是岩浆，万一咱们念念的身躯被毁了……别乌鸦嘴！这可怎么办呀？我们也出不去啊！老毒师说了，一旦时间过了，念念回不到自己的躯体，念念就死了。众人吵成一团，唯有阴女面色阴冷，一言不发。老毒师，把千里阴镜拿出来。你可想好了，那东西要是用了，你这近100年的修炼都白修了。千里阴镜是魔族至宝，可无视世上所有的封印禁制，让使用者声传万里，但就是需要献祭大魔修为。我活了这么久，区区100年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拿！阴女毫不犹豫的就将自己的修为源源不断的灌注进去。白头山下，男人还在睡觉，突然有一道声音刺破禁制传了进来：起来，睁开你的眼睛。男人皱了下眉，给我睁开，全心碎。下一刻，男人的眼睛猛地睁开。谁？你抢走的不是死尸，是我们魔剑的孩子，把那孩子还给我。魔剑？袁心碎坐起身子，他低头看了一眼，纪念发黑如墨，那张脸也长得十分的赏心悦目，更重要的是靠着很舒服。袁心碎，把念念送出来。你自己虽然出不来，但你可以把他送出来。为什么？不要，我抢到了就是我的。在魔剑的阴女气得一掌拍碎了一座山脉，她深吸了2口气。袁心碎，不如这样，我们做个交易。你从小就被困在那白头山下，你不想出去吗？虽然我们魔剑的封印我没有办法，但是你们县族的封印我有办法。袁心碎愣了一瞬，带着几分漫不经心的眼神，终于变得凝重起来。皇宫里乱成了一团，但一念好好的坐在房间里。主人，下次你一定要带我一起。一念正要说话，外面就传来了叩门声。白鹿小姐，白家给您送了新的女奴过来。一念打开门，看见外面蹲了一整排的女奴。要知道地界也就这待遇了。还有马上就要开始的斗兽国宴，各位族老说了，请白鹿小姐代表白家出战。放心吧，我一定不会给白家丢人的。而此时正在自己的宫中等着白家来人的苏林燕黑了一张脸。你说什么？白家让白鹿出战，那我算什么？好好的，这是怎么了？等会儿斗兽国宴就要开场了，你这样怎么当得一国帝姬的称号？母后，为什么不是我代表白家出战啊？说起这个，帝后的眼神中也是寒意掠过。之前是因为白家确实没有能担得起众人的孩子，所以白家只能选你。可燕儿，你姓苏不姓白，那些顽固的老东西心里肯定很不乐意。可这样让我怎么下得来台嘛？那些人肯定等着看我的笑话。放心吧，燕儿，那是白家目光短浅，你的那只小灵兽，母后已经把它调教得非常听话了，等着瞧吧，白家只会后悔没有选我的燕儿。一念拿好了属于自己的令牌，正准备自己过去宴会场那边，却不料被几位看起来地位高的白家女奴给拦了下来。大小姐怎么能自己过去？这样岂不是丢了我们白家的脸？白家的兽车已经到了，大小姐请。这不是大族老盯得死紧的天马吗？竟然要给你用？放肆！族老们要给大小姐用，那就是给大小姐，轮得到浅浅小姐来质疑吗？白浅浅吓了一大跳，眼里顿时就浮现了泪花。这2个女奴是直接在大族老手下做事的，虽然是女奴，但地位比起一些没有天赋的小姐还要高。她们自然不怕白浅浅这么一个还没出兽骨的小姑娘。大小姐请上车。白浅浅双眼赤红，快被这一幕给气疯了。明明不久之前白鹿只是白家的普通一员，怎么一夜之间全变了呢？一念笑着看了一眼白浅浅，直接走到了兽车旁边。旁边的几个马奴努力地安抚着天马。天马虽然性格温顺，但却很是骄傲，不是什么人都能让他们在的。可一念刚走到旁边，几只天马的眼睛就猛地瞪大，亮闪闪的。他们用鼻子往外温柔地喷着气，突然发疯一样的对着一念冲了过去。大小姐，小心啊！撞死他！可谁想到天马不仅没有撞上去，还用自己的大脑袋不断地去拱着一念的手。大小姐，这是……大小姐当时测出来的灵兽契合值只有4级。觉醒了灵体之后，我是觉得我的契合值高了一些，但是还没测过。2个女奴大喜，真是因祸得福了！恭喜大小姐，恭喜大小姐，真是因祸得福了！走吧，要迟到了。大小姐上车内吧。燕燕点头，刚要走过去，却不料天马们不乐意了。
还有一个个头高的天马冲一念抛了个媚眼儿。马脸媚眼儿瞅见过吗？反正他是第一次，都不用开口，大家都能明白这些天马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坐什么车呀？来啊，到我背上来。百变跟在一念的身后，不耐烦地用爪子磨着地面。哼，这些想勾引他主人的小三兽。他上前轻轻喷了一口鼻息，瞬间刚才还舞得求欢一般的天马们顿时安静下来。就你吧，我时间已经迟了，还是直接骑上快一些。一念直接跨身骑在最大的一只天马身上。此刻的斗兽国宴上已经坐了不少的客人。哎，看呐，那是五州封家第一个到的。哟，那是和封家齐名的五大家的周武两家。这可以呀，五州五大家一口气来了3家，万寿国这二流小国今日要成名了呀。哼，还不都是冲着那千年一出的凤元女的面。那凤元真的有这么了不起？别说这些看热闹的心里好奇，此刻周家周少玉躺在自己的躺椅上。那地基到底什么时候出来啊？让小爷等这么一会儿，那地基面子真够大的。万寿国有心给地基捧排场，必然是压轴的。管他什么千年还是万年，打一场就知道是不是名副其实的强了。一个不解风情的打架狂，也就只知道打了。这女人正是吴家掌上明珠吴雪。凤元是真，但我听说她可孵不出那颗神兽蛋，说不准今天有好戏看了呢。五州五家这次出的有能力的年轻一代，除了他之外，其他4家都是男人。可以说年轻女人一辈里，她简直就是一枝独秀。可不知道从哪杀出来的苏林燕，这小门小户二流国出来的女人配和她齐名。正说着，又听见了一声喧哗。天哪，大家快看，圣山宗的人都来了。哦，那不是凌天学院的人？呵，那不是吃鬼谷的人吗？如果说五州五家是家族势力的代表，那么现在出场的这3个就是整个五州最能培育能人的地方。这都是奔着那位地基来的吧？这可真是，地基怕是要一次成名了呀。那凤元就真的那么厉害啊，能让这些大势力这么心动？帝后看见这些人都过来了，满心激荡。燕儿，你准备好了吗？底下已经开启了入场模式了，万寿国的各大家族也开始陆续进场。突然就听见了一声声的兽鸣声响起，无数的青鸾鸟从皇宫之中飞出来。下一刻就看见一个穿着一身浅金色华服的少女，脚踏一只青鸾鸟，青鸾鸟稳稳落地。欢迎诸位来到我万寿国，欢迎诸位来到我万寿国。身后凤元威压放出，在场所有的灵兽都隐约有些躁动。果然是凤元，这一趟果然没有白来。所有人都在看着苏林燕的时候，唯有一家人没有看。白鹿呢？这仪式都过了，他怎么还不来？说曹操，曹操到。只见天边响起了好听的嘶鸣声，是天马的声音。苏林燕被这声音打断，她不满地抬起头。母后之前还和白家族老借过，想给他入场的时候启用，但白家人不同意。而也就是这时，一念感觉到了凤元的波动，那波动让他的心跳越来越快了，几乎是不受控制的。他背后的涅槃凤元像是被挑衅到了一般，一层威压直接从他身上扩散开来。一念顿时一惊，暴露了。但他腰间的一件遮挡波动的法器微微一亮，将这层威压给掩盖了下来，但对灵兽的影响力却还是在的。刚才还冲着苏林燕低头隐隐畏惧的灵兽们忽然就躁动了起来，他们尽数抬起头来看向一念，不受控制的开始左右摇摆，像狗仔一般。这是谁啊？哦，这不是白家的天马吗？代表白家出战的人不是地基吗？同时那些灵兽的主人也赶紧把自己的灵兽拉了过去，前有地基压制，后有一念勾引，他们的灵兽眼里还有没有他们这些主人了？这人到底是不是你们白家的呀？对，是我们白家的孩子。这白家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号人了？刚才那灵兽的反应看了没？那契合值得多高啊！一念从马背上下来，正好就站在苏林燕对面。表姐，你今天可真是大出风头啊！可藏在袖子里的手却紧紧握了起来，指尖深深地插入到肉里，比不上地基您呢。一念转身看了一眼这斗兽场，找到了白家的位置，干脆利落地转身走过去。族老们一脸喜色地看向他，慈祥的像什么一样，但只有一念自己知道，从小到大最爱作践他的就是这些白家人，他们之间可是隔着血海深仇呢。心里这样想着，一念脸上却是露出亲切的笑容。苏老，我来迟了。天马一开始有些不听话，白家人面面相觑着，这还叫不听话吗？那天马以前是没把他们当人看是吧？大族老眼中得意。契合值是不是没有重新测过？姑姑没有管过我，地基看见我也不太高兴，我也不好意思提这事儿。你都展露了如此惊人的天赋，帝后对你不上心？哼，
殷念看着族老们个个面色阴沉，勾了勾唇，要扳倒帝后报仇，首先要处理的就是他背后的白家。大家族不好连根拔起也没有关系，让他们不和不就行了？帝后也不爽呢。苏林燕还在闹着，母后，白家但凡有一点为我想的，就不会把这个白鹿放出来。等这次国宴之后不行吗？这是我有了凤元之后第一次在这些大势力面前比试啊。与此同时，白头山下，袁心碎看着面前浮现的从自己身上剥离出来的9层灵力，也看见了那些封印锁链，果然如同殷女说的那样，不再束缚他，而是将那9重灵力当成他给捆住了。袁心碎笑了一声，看向了山顶之外，那个他时时凝望却出不去的地方。他缓缓地抱起一念的身体，我们走吧。白头山正对面的就是魔剑，就看见无数魔物都挤在魔剑封印之前。是念念，快抱过来！哎呀，我们念念肯定吃苦了，魂魄不在，身躯也会跟着受影响。看看那小脸蛋瘦的，哎，没瘦。一念的肉身看起来气色极佳，能直接的感受到肉身的强度更胜从前了。这人不会用灵力天天温养着他们念念的身躯吧？行了，快把念念丢进来，我们会接得稳稳的。不行，给你们的话，他就被关在里面了。袁心碎重新把躯体抱紧了。他是我的，我只是让你们看一眼。魔物们都要气死了。念念是我们的，殷女教了你出来的方法，你要信守承诺。大家气急败坏，好在殷女马上就出现了。殷女以前是见过这个孩子的，袁心碎被关进去的时候是10岁，还是孩子的年纪，这么多年估摸着还是孩子心性。殷女想了想，放软了声音：好孩子，答应了别人的事情要做到，不然就不是乖孩子了。我不是乖孩子，我一开始就没有答应过你。我要他和我一起睡觉。殷女身上气势轰然炸裂，隔着封印都能感受到她磅礴的怒气。袁心碎，袁心碎才不搭理他，他眼底有很沉的漠然和天真混杂在一起。别喊我的名字，谢谢你教给我的方法，等我出去之后会找到破开你们封印的方法来报答你们的。殷女眼头猛地一缩，你不能去外面，你忘了你的族人们都是为什么死的了吗？你要是被他们发现了你的身份，主要是殷念的身躯跟着他太不安全了。我怎么会忘了我的族人们是怎么死的？他脚下一圈又一圈的叠加阵法层层浮现着，整个地面都开始颤抖崩裂。不需要你提醒我。殷女面色一沉，他教他剥离掉9成的实力之后，竟然还这样强。啊！破封印！魔物们有种自己的闺女当面被臭男人调戏的憋屈感，他干脆直接的抱起了人。他想知道他的魂魄在哪儿，他不想要不会动的了，他想要活的会动的。袁心碎单手起了一个算卦阵，阵法直指万寿国的方向。殷念从斗兽场上下来，他要怎么样才能把仔仔救出来？就算目前杀不了苏林燕，但一定要想办法切断他和娜娜之间的联系，不然要是苏林燕死了，娜娜也会死的。正想着，斗兽审判员又走了出来。明日比赛场次分为攻方和守方，攻方由抽签决定，定下攻方后将由他们自己决定明天的对手是谁。什么呀？每一年都搞这一出，运气不行的人就完蛋了。这要是地基或者白家的选我，那你就是2条腿上去，4条腿趴着下来了。审判员开始一个个的喊名字，底下大家已经紧张的开始咽口水了。白族老心情非常好，翘着小腿儿得意的说着：洛儿，你看着好了，绝对没人有那个胆子选你。就算是地基也不会选咱们家大小姐的。我觉得咱们家大小姐未必就比地基差了。下一位攻方，白家白鹿。大家心头一耸，那些实力差的一脸灰败。完了，一念从容上台。剩下这些你选哪个？一念一眼就看中了那个名字，抬手，灵力在他指尖凝聚，飞快地化为一柄长枪的模样。灵力凝气，他不是才觉醒灵力不久吗？可更让大家惊讶的还在后面。一念眼底带着一缕杀意，手上长枪猛地飞至，狠狠地扎在一个名字上：苏林燕。不是，我说他不会选你，没说让你选他呀。哈？周少月猛地来了精神。漂亮，就不爱看那种挑软柿子捏的。旁边吴雪听见这话，扫了他一眼，看着一念的目光阴沉了下来。苏林燕见状倒是冷笑了起来：哼，半路得到造化的贱丫头也敢和我比高低。事已至此，
那就别怪我不给白家面子了。明日我就要你们白家颜面扫地。事情已经这样了，白族老爷只能接受这个现实。洛儿，从今天开始，你就回本家来住，别住宫里了。一念犹豫了一瞬，如果留在宫外，那他就看不见娜娜了。但是宫里是白鹿从小长大的地方，如果留在宫里，保不齐后面还有些习惯和白鹿不一样，会逐渐被人发现。而且他现在一定是被帝后牢牢盯上了。思考了一瞬之后，好的，族老，我也想回去住了。好，好，好。旁边帝后的人听着，脸色阴沉了下来。白族老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还怕他在宫里住的不安全吗？凌天学院的老师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过来了。你是白鹿是吗？你的灵兽很厉害。哈哈哈，何止灵兽厉害呀，小姑娘自己也挺厉害的。哎，你测过灵兽契合值和灵力潜力值了吗？圣山宗的人也过来了，白族老反倒是被挤了出去。哎，你测过灵兽契合值和灵力潜力值了吗？一念知道这些人是过来招揽人才的，但是救完娜娜，他就要用回自己的身躯了。抱歉诸位，我身体不适，先回家休息了。这话让一群大势力的人顿时沉下了脸。白族老生怕自家人被人挖走了，笑着赔罪，但手上速度一点不慢的将一念带上了兽车。洛儿，晚上你来加辞，我会劝服其他族老将你的实力提一提。哟，还有这种好事啊！谢谢族老。不过这封家风巡今天怎么没出来？一念心底冷笑着，他鼻青脸肿的赶出来才怪了，怕是躺在房间里面养伤呢。只见兽车来到了万兽国的中心地带，在一处高门之前停了下来。恭迎大小姐回府。白鹿自个儿的那对父母住在五州，所以他在这边分家倒是不用担心路线。正要进去，突然听见隔了一条街传来嘈杂的声音。那是怎么了？是那个红颜楼的楼主看上了一个男人。红颜楼那个楼主是个无恶不作的女人，她就爱强拐那些没有背景实力却又长得好看的男人女人，拖进红颜楼成为她的赚钱工具。那人啊，别管他，免得惹一身骚上门。只不过见这动静，怕是个了不起的美人。白家族老年纪虽然大了，但还是露出了几分猥琐笑容。一念眯起眼睛往那边看了一眼，进了白家大门。而隔着一条空荡的街道，一个穿着红色衣裙的女人带着红颜楼的人将面前一个抱着女人的男人团团围住。你看哪儿呢？袁心碎的目光没有落在面前这个女人身上，他看了看四周，阵法卦上显示的是这里没错呀。我再问你一遍，你是哪家的？不是哪家的，孤身一人。被那双眼睛盯着，红颜又感到一阵窒息的惊艳。他想得到他，孤身一人，那正好。来我红颜楼，你以后就是我后院里的人了。果然，这男人要糟。你说买一碗这种男人要多少灵晶？这种角色要想用也是红颜自己想用。要是我得到这种角色呀，我也舍不得让他出来接客。他红颜差的又不是那一点灵晶。不过他怎么抱着个女人呢？那个女人是病了吗？那不会是他妻子吧？他们说到了，红颜自然也注意到了。你抱着的是你的女人？丢掉！但就是他伸过去的这一刻，一个阵法忽然把他整只手给笼罩住。阵法师，是阵法师，天灵境，不对，小神境。大人饶命啊！大人，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大人饶命啊！大人，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又是小神境，又是阵法师，就算是今天他的师傅在这儿，也保不住他。他这样的实力，不管去五州的哪个家族，做家主都能做得。为什么会出现在万兽国呢？旁边看热闹的人纷纷跪下了。他会不会生气啊？会不会一气之下把他们都给杀了？大家在这种恐惧之下瑟瑟发抖。对不起，大人，对不起，对不起。不断的在地上哐哐的磕着头。袁心碎垂下眼眸，看着这个女人，半晌后，没事的。红颜露出狂喜的神色。你死了，我就不怪你了。一个阵法突兀的出现在红颜头顶。不，大人，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做。大人，你想要什么？只要是你想要的。已经开始凝聚力量的阵法骤然停住。是吗？那你帮我找个人，那个人应该就在这附近。我要你想办法把这附近所有的人都召集过来。我想办法。大人，您留着我一定有用的。一念在房间里面修炼完之后往外走，结果就看见那些个族老还在商议，
不断的有争吵声从里面传来。主人，他们在吵着争论要不要让你进家祠的事情呢。让他们争去吧，正好我对白家家祠也挺感兴趣的。还有白家的换骨秘法，就是有那个秘法，才有了后面他的凤元被抢之事。那秘法上说不定有切断苏林燕和我崽崽关系的方法。金念眼神沉了沉，想起辣辣，依然觉得心口一阵阵揪疼着。主人，你放心吧，明天的大赛我一定会想办法把龙鳞草塞进他嘴巴里面的，这样他的伤很快就能好了。一念刚点头，就听见外面几个女奴在那悄悄地交头接耳。隔壁红颜楼出大事了。我知道，听说红颜楼主就想当街抢人，结果啊，快说！结果那男人竟然是个小神境强者，还是个阵法师。当时我就跪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我没命了。好吓人呐！吓什么人呢？我听说那位大人简直就是人间绝色，我刚才远远的望了一眼，我赌你们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男人。要是这么好看的男人能喜欢我，要我命都行。可那位大人好像有女人，刚才一路走来都是抱着那个女人的。听到这里的一念不由得一脸嫌弃地皱起眉头，这个世上还有这种自己路都不愿意走要男人抱着的娇气女人？一念摇了摇头，觉得这些人真的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本来那红颜楼主是必死无疑的，可不知道为什么那位大人就突然放过他了。最重要的是，红颜楼主说要给楼里最受欢迎的花魁和男君赎身呢。等会儿咱们干完活了，也去远远的瞧一瞧吧。这就是红颜那个女人想出来的保命招数了，要将周围的人全都叫过来，只能将自己2棵招财树给放出去，吸引人过来看。一念对这个事情并不感兴趣，他打算去外面逛逛。活了这18年，还没真正看一眼万寿国是什么样子的。结果一出门，喂，白家的。一念惊讶，转头看见了周少玉靠着墙根。正好我要进去，你出来也是一样。看见这个好战的家伙，一念也很头疼。你来干什么？来管人啊！你今天那态度让那些个老家伙不爽了，他们都去宫里开那地基了，就我不一样，我还来找你，怎么样？是不是很感动？我是白家的人，你觉得我能跟你走吗？保不齐你们家的人对你不好呢。而且啊，白家能给你的资源连我们家1/10都没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聪明就该往高处走。周少玉环顾四周，话说你们家门口够大呀，在这儿打一架都绰绰有余。一念无奈，绕过他想往外走，百变缩成了巴掌大小，趴在他肩膀上睡觉，懒洋洋地看了一眼周少玉，冲他翻了个白眼儿。你这灵兽很无理啊！一念下意识地凑过脸看了他一眼，百变瞪着圆溜溜的眼睛，萌萌地看着他，还奶声奶气地嗷了一声，用脑袋蹭了蹭一念的脖梗。周少玉被他这番变脸震得目瞪口呆。你少胡说，没有比我们家百变更有礼貌的崽了。看他要走，立刻抬脚跟上。你去哪儿？他今儿个还非得把这姑娘拉到周家不可。两人一前一后的走了，而在大门后面，大族老带着剩下的3位族老走了出来。你们看看我说什么来着？这样的天才，我们要担心的是他留不留得住。你们几个目光短浅的东西，竟然还在那儿犹豫要不要给洛儿开家祠。可是我们的家祠……大族老眼眸深深。不必可是了，家祠里的事情他早晚都会知道。是我们白家的孩子，留着我们白家的血脉，就不会怕家祠里的事情。外面一念烦透了身后跟着自己的这条尾巴。喂，你们万寿国没有好吃的东西吗？特产有吗？你怎么不说话？喂，你到底跟不跟我去周家？你有完没完呢？你再跟着我，信不信我……怎么，你要打我了？来，我准备好了，打一架吧。一念都快疯了，正烦着，前面又传来一道声音：“哟，周少玉，你又来缠着姑娘了。”一念看见那吴家的吴雪，还有苏林燕、风寻，竟走到一块儿去了。风雪，你这脸怎么肿得跟猪头似的？你这是被谁给叫进来？快告诉我，我好去认识认识人家。我肯定会和那人特别投缘。投缘？那可是魔族的余孽。你想认识魔族的崽子，我可没意见。风轩羞愤难堪，他本来根本就不想出来，是苏林燕和吴雪非追他来的。魔族？你还没听说过这事儿吧？有魔族余孽现世了，说不定哪一天那人就会找上你。那正好打一架呗，当我怕过谁不成？哎，白家的，你等等我啊！一念刚想悄悄溜走，谁成想他眼睛这么尖。表姐，这是不想看见我吗？苏林燕并没有将辣辣带出来，不能在这里就杀了他，可一念对他的厌恶还是控制不住的要从眼底流淌出来。
表姐就那么讨厌我吗？以至于今日竟然选了我对阵？还是说是因为荀哥哥？其实我知道姐姐你也很喜欢荀哥哥。苏林燕含羞带怯地看向风荀，结果直接看见了那一张肿起来的脸，她心梗了一下，面不改色地继续说着：我们荀哥哥是公认5州天赋最好、容貌最好的男子。一念在心底翻了个白眼儿，未必吧，别以为谁都喜欢你的荀哥哥。论起天赋，我不觉得自己比他差，你自甘为人之下，别扯上我。还有，一念想起了女奴的话，弯唇冷笑着，谁给他封的5州容貌最好？去红颜楼看看吧，容貌最好的在那儿呢。白露，你是不想活了？你敢把我和那些肮脏的东西比？哎，人家只说容貌啊，红颜楼里的人就不是人了。那我们去红颜楼看看不就知道了？一念本来是不想去的，倒是见苏林燕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他顿时就对红颜楼那个起了兴趣了。此刻的红颜楼里，袁心碎将一念的身躯放在了床上。大人，这是我们这红颜楼里最漂亮的姑娘了，您看看今天让谁伺候您？袁心碎抬起头看向这些女人，红颜心底自信一笑，虽然不知道那个一直不醒的女人是谁，但是他就不信这个世上会有男人推拒送上门的女人。果然，袁心碎看了一圈之后，突然对着其中一个蓝裙子女人招了招手：你过来。女人心底狠狠的一颤，大人，一步步的朝袁心碎的方向走着，媚眼如丝，声音像是要融化了一样。大人，我……话都还没说完，就看见袁心碎朝他伸出手来，下一刻，那女人头上最漂亮的一只簪子就被他拔了下来，女人们都愣住了。袁心碎把那发簪插到了一念头上，哼，好看。这是什么意思？他不甘心的抬起头来，往那女人脸上看着。这个角度，他清楚的看见了一张漂亮至极的脸。一瞬间，他就有一种浓烈的羞耻感。有这样的女人在，大人怎么会看上他呢？大人，您还需要簪子吗？我可以拿很多簪子来给这位贵人用。大人，您还需要簪子吗？我可以拿很多簪子来给这位贵人用。袁心碎盯着那簪子看了看，不用了。半晌后，他忽然伸出手，将那簪子拔出来丢在地上。怎么了，大人？不够好看。袁心碎就好像一个努力在给自己的玩偶搭配衣服的主人，一开始觉得好看，结果后面越看越觉得这配不上他心爱的宝贝。去找。算了，人都到齐了吗？我要去找人了。此时的红颜楼阁楼上，花魁和南君两人像一个木偶一样坐着，供别人观赏。两人长得很美，却美得空洞。他们一开始也是有反抗过的，但他们修炼天赋不好，又没有强横的背景，被红颜牢牢捏在掌心。真可怜呐！这两个人也不知道会被谁捡走，可别是那种折磨人的就好了。也有那些家底丰厚的跃跃欲试。一念一行人就是这个时候走过来的。他们站在外围，抬头就看见了那红颜楼上的一男一女。就这，表姐，你这眼光可真是，没想到你喜欢这种男人呢。脏就脏了，那张脸啊，连我们风寻哥哥1/10都比不上。吴雪也是兴致缺缺，什么男君嘛？风寻也冷笑着，一把抓住他衣领。哼，你敢把这种人和我比？你当自己有白家靠着，就可以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是吧？你信不信我能让你登不上明天的斗兽场？刚拽上，耳旁的声音却尽数消失了。就看见周围所有人都痴迷地看着阁楼之上，那花魁和南君不知什么时候被扯下去了。一个男人坐在了那个椅子上，眼尾一扫，便让人觉得心惊肉跳，多看一眼都是亵渎。苏丽燕怔怔地看着袁心碎，和他一比，他刚才还喜欢的不行的风寻，忽然就变得平平无奇起来。他在看我们。袁心碎是在看他们，确切来说，他一眼就在人群当中看见了一念，他一眼就看见那只是一个躯壳，而躯壳里面一念的灵魂和他的偶娃娃一样。袁心碎冲着一念弯唇一笑，那一笑让众人都觉得眼前一晃，久久都回不过神来。可下一刻，他就看见了风寻揪着一念的那只手，他的笑容消失了，他突然伸出一根手指，摇摇一压，一个巨大的阵法出现在半空当中，巨大的威压轰的一声将所有人摁倒跪在地上。果然是小神境的阵法师，低头不要和他对视。真是见鬼了，他们的长辈们都没有跟着出来，这要是撞见一个什么都不管的强者疯子，突然发疯杀了他们怎么办？其他人显然也是这样想的，纷纷把头低下来。可偏偏这么多人，只有一个一念毫无感觉，他身上一点威压都没受到。主人，这人很危险，
一念当机立断，他也跪，不然太扎眼了。可他正要弯曲膝盖，一股巨力却撑着他，死活不让他跪，愣是把2条膝盖给他弄直了。一念低着头，紧张的冷汗直冒。这人难不成知道他是魔族那边来的了？不然怎么会这样对他啊？旁边的风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只是跪下了，他整个人直接被压趴下了，正对着往下竟然还有一坨臭狗屎。袁心碎见一念都不肯抬头，他不满地皱眉。下一刻，一念不受控制地抬起头，而所有人都被迫低头，只有他看见了他的笑。一念整个身体都动不了，心底惊涛如海浪冲撞，百变浑身炸毛，可被压制得像一坨毛茸茸的饼饼趴在一念肩膀上。袁心碎笑着轻声说着：找到了，我的偶娃娃。一念只觉得身体一轻，整个人直接被拽到了阁楼上。他眼看着袁心碎那张脸越来越近，可他真的是半点想欣赏美色的意思都没有。我还有多少上等法器啊？不是，上等法器炸不死小神境的强者啊！完了，老魔们，你们的念念就要夭折在这儿了。可下一刻，一念就感觉自己的脑袋被人捧住，然后温热的唇贴在了他额头上，一念整个人都僵住了。这人亲他。袁心碎小时候就很爱惜自己的偶娃娃，每次在睡觉之前都要用脸贴一贴偶娃娃的脸。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的，他好像不想杀他，那就不是发现了他的身份了。你认识我？这不是……这一看，差点把一念的3魂6魄都给吓飞了。这不是他的身体吗？可看着旁边跪了一地的人，一念就把后半句话给吞了回去。他顾不上什么危险不危险了，一把抓住袁心碎的手，就往僻静地方走着。他娘的，放了我的身体！一扭头又要回去抱自己的身躯，但袁心碎动作比他还要快。不要讲骂人的话。一念无语，两人离开了阁楼，现场的威压才跟着消失。众人身体一松，抬起头，这才发现衣服全都被冷汗打湿了。白家的去哪儿了？被那位大人带走了，怕是凶多吉少了。这位大人也实在是太反复无常了，我回去要告诉我母后，这么凶残的人怎么能留在万寿国呢？真是岂有此理，竟然让他堂堂地基低头。哼，红颜楼主以前那么过分，也没见你让你的母后出来主持公道啊，怎么今天低了个头就忍不了了？他真的是受够了这个动不动就找娘的地基。你，荀哥哥，你看他，荀哥哥，风轩竟然还趴在地上起不来。风雪，你身上还有个小阵法呢，你这是干了什么呀？得罪了人家，真像只啃屎的大乌龟。你愣着干什么呀？这阵法我们可破不了，去找长辈来救救你的龟哥哥。哦，对不起，邢哥哥。周少玉脚步一转，他脸上虽然笑着，但动作飞快。你去找人救风雪，我去找人救白家的。必须得快。周少玉怕一念被那个凶残的阵法师给弄死了。此时凶残的阵法师拿出一碟灵气充裕的果子递给一念。吃吗？你看我现在是有心情吃东西的样子吗？那你想要什么？我想要回我的躯体。不行，你是我警告的。他没有杀心，一念就不怕他，索性在他对面坐下。你从哪里找到我的躯体的？白头山，我住那儿。老妖婆说的那个被困在里面的就是你？真是倒了血霉了，魔影兽们为什么要从白头山走啊？一念无比头疼的开始扒拉自己的脑袋。你要怎么样才能把躯体还给我？你是我的偶娃娃，我为什么要还？偶娃娃是什么东西啊？一念一脸的崩溃，悄悄地看了一眼自己的躯体，在心里想着自己能不能把躯体给偷走。别看了，你是不是想悄悄地走？虽然刚出来的袁心碎有很多事情还不太懂，但是他感知很敏锐。告诉你，走不了。你要是不想当我的偶娃娃，那我就杀了你。突然被他用这样的眼神盯着，一念只觉得一阵寒意爬上脊骨。他觉得这位阵法师看起来偶尔会特别像单纯的孩童一样，但他骨子里带着一种嗜血的残暴感，实际上也和一念猜的差不多了。袁心碎从小的时候被压在山底，身边却没有可以教导他的人，又在灭族仇恨当中日复一日的活着，就变成了如今的样子。一念只能转开这个话题。你出白头山打算做什么？眼睛却巴巴地盯着自己的躯体，脑子里一直在想着怎么办呢？杀人吧。杀谁？目光所及之处，所有的人。他冲着一念露出了笑容，那笑非常的勾人，却无端让人遍体生寒。一念放在旁边的一只手缓缓地收紧。你别怕，我挺喜欢你的。一念被他一摸，忍不住打了个冷颤。对了，我看你的身上有个魔剑的封印，
你的身体如果丢在魔剑了，你到时候还是会被封印住，对吧？这也是他为什么不愿意把一念送回魔剑的原因之一。当然，最大的原因是他舍不得。这个我能给你抹掉。你说真的？你能抹掉这个封印？能抹掉。魔剑的封印主要是针对魔族下的，我在我族的书里看见过。你不是魔族血脉，这个封印的威力只有1/10，我努力的话能抹。你不是魔族血脉，这个封印的威力只有1/10，我努力的话能抹。明明能一脸无畏地说出想把所有人都杀了的话，这会儿分析起这种事来倒是莫名的认真。袁心碎这人真是一人千面。你不用担心会被魔剑吸回去，现在要回来吗？一念当然想回自己的身体里了，想回，但不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件事情他还没做完，这个事情只有用白鹿的躯体才能去做。他抬起头来看向袁心碎，你说过你想杀了所有人是吧？劝你最好不要，因为这里有很多实力比你强的人，在你还没有报完仇之前，你会先被强者围攻致死的。一念听见外面有了动静，急忙加快了说话速度，而且冤有头债有主，迁怒并不是理智的做法。洛儿，外面已经响起了白家族老的声音，你把我的躯体先收起来，等会人进来了我来说，你别说话，只管点头就是，知道了吗？袁心碎看起来有些不高兴，但是他的偶娃娃都这样说了，他还是不情不愿地将躯体先放进了自己的空间灵宝。族老，我在这儿。大族老是8星天灵境强者，白家这会儿能叫得上的天灵境强者都来了。洛儿，你没事吧？白族老猛地松了一口气，这要是白鹿没了，之后的大赛谁上啊？没事啊。这位大人是小神境阵法师，大人是看我有阵法师上的造诣，想收我为徒才找我上来的，对吧，大人？他转过头，使劲地朝袁心碎眨眨眼睛。袁心碎很给面子地应了一声，一念看他配合，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这是真的吗？我们鹿儿真的有阵法天赋？袁心碎对着他就没那么好的脸色了，一念觉得他像是在打量一头随时可以宰杀的猪一样，连忙僵笑着走到了白家族老面前。当然是真的，大人今天很累了，请大人去咱们白家休息吧。是，应该的。一群族老都红光满面的，天哪，这有小神境强者去白家，哪怕不会白家出手，光是坐镇白家就已经很好了。一念刚松了一口气，搭着袁心碎就往外面走。袁心碎乖乖的在他身后跟着，目光沉浮，不知道在想什么。白族老兴奋的不行。洛儿，今天晚上就开宗祠，族老们一起齐心协力给你提升实力。一念压住心底的激动，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呢。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办法，但是说不定能让他冲破体内的桎梏，一跃成为神灵境强者。洛儿，你被这位大人收徒的事情先不要张扬，免得惹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一切等斗兽大赛结束再说。这是怕引来帝后的注意吗？一拍即合，一念也是这样想的。一群人悄悄地从后门溜走的时候，一念还听见外面封家人暴怒的声音：寻儿，快把这个阵法抹去！谁精通阵法的？袁心碎也听见了这个声音，他冷笑了一声，缓缓地划了一个符。袁心碎也缓缓地划了一个符，那边刚被拽起来的风寻又一次被狠狠地摁回到地里，咔嚓一声，是他的肋骨被狠狠撞断的声音。一念听见了风寻的惨叫声，他转头猛地看向袁心碎，谢谢。不是我什么都没做。信了他的才是傻子吧？我知道你是为了我追寻他的。你是我的偶娃娃吗？哎，偶娃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是我？原本你是枕头来着，就是正好我需要，然后正好你在我头上，我一伸手你就掉下来了。后来我觉得你当我的偶娃娃也挺好的。袁心碎眼尾红红的。偶娃娃就是以后你就明白了。明白什么呀？一念在心底悄悄翻了个白眼儿，等他找到机会夺回自己的肉身，解开封印就跑好吗？谁要当什么偶娃娃？他将自己的脑袋靠在了一念肩膀上。我困了，我想睡。一念看着这大白天的，睡就睡了，不合适吧？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你叫什么？袁心碎。什么？袁睡睡，还挺适合你的。说睡就睡啊！一念好不容易扶着他，让他在白家房间里面躺下了，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呢，就看见面前的白族老对他说着：“现在跟我们一起去宗祠。”一念眼神一亮：“好的，族老。”几位族老一起带着一念到了宗祠门口。一念刚走到门口，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他好像听见里面传来细密的声音，是年轻女人的若有若无的呼吸声，还有渗人的轻哼声，像是在编织一首歌谣，慢悠悠地飘进他耳朵里。大族老一把推开门：“来，进来。”一念立刻扫了一眼，那声音并没有消失，但是里面除了满满一屋子佛像，什么也没有。祠堂好大啊！那当然，这里可是加持了空间灵宝的。
看着小小一个屋子，实际上别说数千人了，上万人都不是问题。对了，刚才人多不好问你，那位大人是真的要收你为徒？毕竟那可是小神境的阵法师啊。是的，叶念在魔剑的时候就学过魔族的阵法，阵法是通用的，到时候他也不怕露馅。那就好，盘腿坐下。几个族老跟着伸出手，厉声一喝，起。下一刻，叶念猛地看见面前那些佛像开始震颤，一颗颗的乳白色凝珠从佛像身上汲取出来，那奇怪的调子好像声音更重了一些。叶念还来不及疑惑，就看见大族老已经把那些乳白色凝珠合在了一起，凝练而成了一滴散发着惊人灵力威压的珠子。百变耸耸鼻子闻了闻，主人，这可是好东西啊。洛儿，将它涂抹于你的眉心。洛儿，将它涂抹于你的眉心。下一刻，一股精纯的灵力在他身上炸开，一瞬间筋脉和肺腑都在隐隐作痛着。要突破了！叶念内心涌上一阵狂喜，好在突破人灵境的动静，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不然还瞒不过面前这几个人呢。叶念沉神内视，想付出多了一颗雪白的珠子。异性人灵境呢？像是我现在放开了技术魔元素，异性人魔境也是信手拈来，还是回房间再去突破人魔境吧，别在这作死暴露身份了。叶念一脸兴奋地睁开眼睛，几个族老连忙问他怎么样。这可是咱们白家的至宝，你第一次吃，效果应该是最好的。当年帝后吃完，直接从1重灵体变成了6重，功力地级是4重。洛儿你呢？原来苏林燕也用过这个东西，怪不得一下跳到4重灵体了。我如今是9重灵体。行了，鹿儿，别为了强撑面子和我们说谎了。就算你是第一次服用这纯液，也不至于一下子就到9重灵体呀。就是，到底多少？见他们不相信，叶念直接抬起自己的手。9重灵体可使肉身刀刺不入，复杂不烂。他右手拿起尖刀，猛地刺向自己的手，果然刺不进。真是9重灵体！他们不敢置信地对望了一眼，随后疯狂大笑起来。什么万兽皇室，什么麒麟圣兽，我们洛儿才是天赋第一的孩子。他们已经开始做起来未来白家称霸5州的梦了。不过刚才族老们给我吃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些佛像是法器？大族老的神情忽然就变得很怪异。自然是法器，是当年我白家鼎盛时期，咱们的家主请了非常厉害的炼器师和阵法师一起做出来的至宝。哦，洛儿，你以后迟早都是要接管白家的。今日不仅是为了让你提升实力，也是为了让你知道我们白家之所以能够长青不衰的最大秘密。不知为何，叶念心底忽然有了非常不舒服的感觉。看好了，洛儿。大族老拿出了一块令牌，开。尖锐的哭声、叫声和浓郁的血腥味一口气炸响。那一瞬间，叶念耳朵里面像是扎进了一根又细又长的针，可他甚至都没顾得上捂住耳朵，因为他在看清楚里面场景的时候，已经变得双眼一片血红。那些佛像都是空心的，里面钉满了一个个活人，鲜血源源不断的流下来，却落在他们脚下的阵法当中，将血液里面精纯的灵力提取出来。说是里面的人快死了，旁边还有一个治愈阵法，能让他们多活一段时间。有男有女，但都是少年少女，和叶念是一样的年纪。被折磨到绝望的空洞眼神，像是一张巨网，将叶念整个人笼罩住。他刚才竟然用了这种东西来提升自己的实力，他刚才竟然用了这种东西反胃、惊恐，还有马上随之涌上来压都压不住的怒火。白家众人衣冠楚楚的背后，藏着的是一个修罗炼狱。他们这个家族真是坏到了根里。这些人都是从哪来的？有万兽国的，也有5州的，选的都是刚觉醒天赋，而且死了也没人管的。你放心，用这些人绝对不会有后顾之忧。叶念看着离他最近的那尊佛像，里面有个女孩，她的嘴唇蠕动着，无声的在说：帮帮他，杀了他。这漫长又痛苦的折磨让他们所有人都生不如死。叶念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连百变都浑身紧绷着。就没人逃走过吗？逃不走？当年请了那些阵法师是白请的吗？这空间和佛像里面的阵法以及锁住他们的千钩刺都是浑然一体的，肉身离开佛像，空间里的大阵法就会直接启动，就算逃得了佛像也逃不出这屋子。而且这里的阵法做的都是死阵，没法解开的，这都是咱们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余音呐。
要懂得感激，知道了吗？一念僵硬地扯了扯唇角，知道了。行了，好孩子，你去睡吧，还要准备明天的笔试呢。大族老一抬手，那些哭声尖叫声都消失了，又变成了之前一念在门口听见的歌谣。这也是咱们祖宗请的那位大师设计的，怕声音吵到咱们，只要这佛像一合上，就会变成美妙的歌谣，好听吧？一念没有吱声，阴沉地盯着那些佛像，佛像慈悲，脸上还带着普度众生的笑容，真是太讽刺了。一念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房间的，百变瞬间变成了人。主人，他们……嘘！一念脸色煞白。百变，你说那些人是想那么活着，还是想去死呢？如果是我的话，肯定觉得不如去死。死阵。对了，我们去找。找谁？身后忽然传来袁心碎的声音，吓得一念浑身一抖。一念眼睛一亮，睡什么？你能破死阵吗？不能，死阵能毁，活阵能解。一念顿时就泄了力气，那些人只能在里面等死了。你身上魔元素满的都快要溢出来了，你要升阶了。这你都看得见？你该升级了，压太久对身体不好。我偶尔会睡着睡着就升级了，醒来就会很难受，因为没有引导灵力。你睡着还能升级？你是老天的亲儿子吧你？大家不都这样吗？他小时候没有接触过族人以外的人，后来更是一个人被关着，别人是怎么修炼的，他怎么会懂啊？大家都是很辛苦的修炼的好吗？你不修炼的吗？那你身上这些灵力怎么来的？为什么要修炼？灵力不是会自己钻进身体来的吗？一念整个人都要裂开了。你说的这是人话吗？一念回想起自己为了提升一点实力，被老妖婆抓着鞭打的日子，悲从心起。那是你们周围的灵力不太懂事吧？懂事的灵力都会自己动。不过比起和我说这个，你还是快突破吧。袁心碎抬手，直接布下一个阵法。我设了结界，外面的人感受不到魔元素的，放心吧。你倒还知道不能让人发现我的魔元素。你家那些丑八怪说过，看在你帮我设阵的份上，我就不计较你喊我魔族的小可爱们叫丑八怪了。他也确实要压不住身体内的魔元素了，一放开，整个屋子的魔元素肉眼可见的暴躁起来，都不用一念招呼，他们成群结队的就轰的一声朝一念冲了过来，把他人都给冲傻了。这魔界外面的魔元素是几万年都没见过魔族人了是吧？这么热情的吗？看吧，就是自己动的。一念也终于享受了一把什么叫做真正的天才，比刚才突破人灵境简单多了，不费吹灰之力。他小腹又多了一颗黑色珠子，这两颗珠子彼此之间还挺敌视的，保持了一个相当远的距离，谁也不搭理谁。一星人魔境，他如今的实力比之前可厉害多了，至少现在再看见风寻都不用炸法器了，他一只手就可以收拾他。不过很快他又笑不出来了，他能突破是靠了那些佛像里的人，他受了他们的恩惠却什么都没做。今念的目光落到袁心碎的身上，能教教我怎么破死阵吗？你实力太差了，破不了死阵。你能吗？我自然是可以，我还能带你自由出入很多地方。真的？那你现在能不能带我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入皇宫深处吗？如果能的话，那何必等明天才能教训苏黎燕见崽子呢？他现在就可以。你想进皇宫去干什么？去给人放血。放血？这个我喜欢。阴念古怪的看他一眼，他想求他帮忙来着，但一听这个他就自己上钩了，这也太配合了。走，对了百变，以防万一，你变成我的样子留在这里。百变的脸拉得老长，主人出去搞事情又不带他，一定是因为他现在太弱了。他满是敌意的看着袁心碎的背影。还是要提升实力，我足够强，主人就不用找别人帮忙了。就在百变给自己打气的这功夫，一念第一次体会到了高等灵阵的威力。前一秒他还在白家门口，后一秒他竟然已经来到了皇宫的屋顶上。掩盖气息的阵法只能持续1炷香的时间。袁心碎刚说完，一念就听见了脚下传来声音，是苏雷燕的声音。嘘！他神情凝重地蹲下身子，结果就看见了让他心尖发抖的一幕。大辣被苏黎燕掐住了脖子，狠狠地摁着头往桌子尖角上一次一次撞着。你就是冒充凤凰的野鸡！辣辣的身体被死死缠住，动弹不得，但他还有嘴。我主人会回来的，他会把你现在对我做的事情一件一件全都还给你。你做梦！你的主人早就死得骨头都烂了。切！我让你说，看我割了你的舌头，你还怎么说？
目睹了全程的一念根本没法控制自己的滔天恨意，本就比灵力暴躁的魔元素轰然炸开。什么？一念一把抓住苏林燕头发，直接把她头像颗蜡蜡一样狠狠地往桌角上撞着。你刚才不是撞得很厉害吗？右手匕首一刀直接捅进苏林燕的肚子，整个人倒在地上狠狠抽搐着。苏林燕死死瞪着面前这个女人，魔族是魔族啊，哼，瞪我！扬手又是狠狠的一刺，苏林燕的一只眼睛瞎了。别着急好，这绝对不是我打你的第一次，今天先拿你一只眼睛下酒。虽然他很想现在杀了他，但是他死了，娜娜也会死的。快！顶上，袁心碎轻声说着：“他们发现你了。”一念一把抱住娜娜，跳上屋顶。下一刻，两人消失在了原地，而同一时间，帝后出现在一念他们刚才站的地方。燕儿，魔族杂种，我和你势不两立。另一边，袁心碎把一念带到了附近最远的一处山林之中。娜娜痛得神志不清，但小身子靠在他身上，一声又一声满足地喊着主人。一念心痛的眼泪一颗颗地砸下来，他使劲用匕首去砍那法器，却怎么也砍不断。让开！他凝聚灵力，狠狠地一拽，那被帝后操控的法器咔嚓一声碎裂了。娜娜痛得浑身抽搐着，但很快就觉得没有了那个束缚，身上都不那么痛了。主人，娜娜不痛了，你不要哭。我应该早点想办法把你救出来的。你想娜娜，是吗？一念眼神发狠，主人一定会想办法解开你和苏林燕之间的契约，还你自由。到时候，主人一定拿他的命来弥补我们娜娜这些天受的苦。一念是知恩图报的，转头就认真的对着袁心碎说着：“娜娜，快谢谢这位大人，要是没有这位大人，我也救不了你。就算救下来了，他也没法解决那个法器，娜娜还得受苦。”谢谢哥哥。娜娜这会儿一点都不辣了，像个小面团一样乖巧。袁心碎除了一念之外的人都显得有些爱答不理的。回去。回去。一念一边拿出龙鳞草，一边哄娜娜：“来，吃掉这个，你的伤能好得快些。”娜娜毫不犹豫的一口吞了。你就在我身边好好养伤。你还有个弟弟叫百变，能缩小吗？你缩小了，我把你藏起来。只要娜娜不出现在苏林燕眼前，他就控制不了她。而且苏林燕重伤，才没工夫管娜娜呢。这会儿整个皇城应该已经闹翻天了，但我还得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地基被刺，血凤被偷走？是啊，大人，帝后快疯了，皇宫里所有士兵都在挨家挨户的查人。快，我们进宫。对了，去把鹿儿叫出来。白族老生怕自己家唯一一个好苗子也着了那魔族人的手。那位大人，要不要叫啊？小神境的强者，你去叫，人家会给你面子吗？把鹿儿带上就好。百变正无聊呢，见大族老喊他一起去，顿时惊讶了。什么？叫我一起进宫？好啊。然而心里却很是担忧。主人，你可将要在变身实现前回来呀。白家人都走了之后，没过多久，袁心碎就带着一念回到了白家。大族老他们都不在，正好一念一把抓住袁心碎进了祠堂里面。袁心碎一进来就盯着那些佛像。血腥气，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死阵？是，能弄开这些佛像吗？佛像简单，但我们脚下覆盖整个空间的死阵无解。袁心碎抬起手，一个又一个光阵从他指尖浮现出来。下一刻，一念就看见了什么叫做被灵力宠爱的孩子，都不需要他去指引，无数的灵力就飞快地涌入袁心碎阵法当中，那金色的光点们都还是蹦蹦跳跳着来的。行了，够了。袁心碎皱了下眉，抬手就将还想往阵法里面挤的灵力粒子撇了出去，金色光点们被他拍出去，还委屈成了一坨饼饼。下一刻，金色阵法飞向那佛像，佛像无声地打开了。在打开的那一刻，一念随手给袁心碎戴上了一个面具。虽然里面这些人都是可怜人，但是也要以防万一。里面那些人纷纷抬起头来。是来救我们的吗？什么救我们的？看他身上穿的就是白家弟子的衣服，白家人，你们都不得好死！聒噪！一抬手，那些人就直接从佛像上被撕了下来，狠狠摔在地上。但那些人的骂声却齐齐消失了。我出来了。他们的身体都是坑坑洼洼的，有些人连站都站不起来。但此刻，
却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你不是白家人吗？你为什么？我不是白家的人，我也没法救你们，这是死阵，无解。但是我能让你们做一个选择，你们可以选择现在去死，或者是回那佛像里再等一等。一念深吸了一口气，他已经做好了被这些人埋怨和背叛的准备。扑通一声，接二连三的有人对他跪下来。你们这是做什么？姑娘，您是我们的恩人，真的很对不起，刚才辱骂了您。死阵无解，我们都知道，请帮我们解脱吧。我们绝不再想让那些恶心的豺狼再榨取我们一丝一毫的力量了。不用跪我，是我先受了你们的恩情，托大家的福，我的实力才能精进一步。恩人，可以毁掉这个阵法吗？就算我们死了，只要这个根源还在，就还会有无依无靠的孩子被抓进来，成为供养这个烂蛆一样的家族的养料。一念转头看向袁心碎，破死阵很累，你有什么想要的吗？或者我能帮上你的？一念也知道自己今天提的要求有些太多了。袁心碎还很认真地思索了一下，他突然笑了笑。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先欠着吧。下一刻，他的手摁在了阵法之上，那巨大的阵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崩溃。那女人忽然抬起头来，递给了一念一个令牌。恩人，您能再帮我一个忙吗？其实我并非是无父无母没有依靠的孩子，我自小娇生惯养，只是和家里人吵嘴了我才出来的，结果却落到了白家手上。这一封信件和我的信物，等我家里人看见了就会明白的。给谁？给百草山庄的庄主，让我哥哥和父亲不要为我报仇了，别连累了山庄。一念终于知道为什么他看着这个女人总觉得眼熟了，原来是那个败落家族的孩子，他哥哥就是那个圣麒麟的主人。你哥哥是不是叫庄贤？你见过我哥哥？他身体还好吗？你哥哥觉醒出了圣麒麟，你们百草山庄未来会好的。那就好，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女人喜极而泣，阵法轰的一声崩溃了，他们每个人也跟着如烟灰消散。在彻底消散之前，一念听见了大家最后一句话：恩人，今天我们被收走的灵力精华能帮到恩人您，真是太好了。一念听了这话，缓缓地闭上了眼睛。佛像轰然碎裂，整个空间开始崩溃，最后露出了家祠原本的样子，就只是一间空空荡荡、阴暗潮湿、带着霉味的屋子而已。主人，你别难过。我不难过，他们不会白死的。一念看着袁心碎，你放心吧，我不会让白家怀疑你的。知道了也没事，全杀了就行。白家能人不少，帝后更是和你一个级别，这是我的事情，不能让你涉险。这是我的事情，不能让你涉险。他深吸了一口气，眼前逐渐出现了一颗颗黑色的魔元素，一颗颗排列起来，悬浮着开始组成一排排的字。袁心碎一看这几行字就笑了：说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先杀地基，再破白家，魔族必出，清算血账。他留下魔元素，那些人就会觉得是魔族余孽干的。一念已经期待着那些族老们看见空空荡荡的家祠和这些话是会有什么反应了。你去红岩楼睡一会儿吧，免得让他们觉得你在白家却没抓住魔族的人。我去皇城把百变换回来。你不陪我睡？睡什么？之前你就说睡觉睡觉，不是？你之前在白头山底下就拉着我的躯体一起睡觉的。袁心碎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谁家偶娃娃天天往外面跑？你是我的偶娃娃，不和我睡觉，你想和谁一起睡觉？不是。一念脸色都白了。什么时候睡的？怎么睡的？一开始他说的枕头，难不成是睡觉的意思？喂，你睡觉是怎么睡的？睡觉还能怎么睡？闭眼睛啊。那我呢？就是你睡觉给不给我脱衣服啊？好好的睡觉为什么要脱衣服？你说什么胡话呢？哦，原来他不懂呢，这一念就放心了。忘了我说的吧，你去红岩楼吧，不要留在白家，顺便把我送到皇宫里面。袁心碎给他找了个相对来说僻静的地方，把人送了过去，就看见了一直在外面瞎溜达的百变。主人，你来得太迟了，差一点百变就要撑不下去了。抱歉了，仔仔。现在两只仔仔都已经回到他身边了，就像是一颗心被补满了一般。走，我们去看看那个苏黎燕。
没走2步，却看见了百草山庄的庄贤带着一堆灵药走了过来。一念一愣，顿时想到那个女人交给自己的东西。白小姐，你来干什么？这些难道是给苏丽燕准备的？是帝后下的令，你也是来看地基的吗？一起吧。他还没好好欣赏过苏丽燕那副模样呢。同时一念也在想着，他要怎么样把女人留给他的信件交给这个庄贤呢？这庄贤就真的值得信任吗？两人结伴而行，没走2步就碰见了风寻。他眯起眼睛打量结伴而来的2个人，风寻不知怎么的，心里一阵膈应。就在前不久，白露还在他面前一口一个寻哥哥的喊着：“白露，有事？”风寻一愣，就听见一念嘀咕着拉着庄贤走了。喊了人又不说话，什么毛病啊？脑子在地上趴坏了吧？可一念早就拉着庄贤走远了。他身边跟着的风家随从小心地问着：“公子，地基那边怎么办？咱们2家可还有婚约呢。”你觉得我会娶一个失了神兽的废物？风寻眼中闪过浓浓的嫌弃。而且本命神兽死，他苏林燕也必死无疑。公子，我们退婚也得找个由头吧，不然外面该说咱们风家过河拆桥啊。那是自然。他们在说，一念和庄贤则是进了那有着重重防守的殿宇当中。废物！将面前一个端着药的女奴一把打飞。这汤药熬成这样，所以我儿才醒不过来。要是我儿醒不过来，我就把你们这群没用的灵异脑子一个个剖开。庄贤看着这血淋淋的一幕，眼中闪过一抹厌恶，但为了不惹怒位高权重的帝后，他将表情掩饰得很好。庄贤来了，你也来了。一念做出难过的表情，表妹她会好起来的。姑姑，您别太难过了。还有白家那边，姑姑不用担心，白家有我呢。意思就是您老就歇着吧。猖狂！我白家什么时候有你个小丫头骗子说了算了？在众人目瞪口呆的眼神之下，一掌就朝一念拍了出去。小心！一念早有准备，用法器悄悄抵挡了5分力，剩下的5分结结实实的打在了他身上。惨叫一声，摔在了外面的地面上。一念眼底掠过几分算计，很快仰起头来，对外面大喊着：“祖老救命呢！姑姑发疯了，姑姑要杀了我！贱人，敢胡说八道，挑拨是非，看我今天不撕烂你的嘴！”一念的声音更响了：“祖老，露儿不孝，以后不能再为白家效力了。”露儿！几位族老瞬间出现在白露面前，一见他们过来，刚才还嚎得声音贼响的一念顿时脑袋一歪，哇的一声呕出一大滩血来。露儿，你怎么样？大族老双眼血红，一把过来就往一念嘴中塞了保命的灵药。帝后还没反应过来，几位族老就已经满眼失望地看了过来。帝后，你今日所作所为当真让人寒心。地基出事是露儿造成的吗？何必迁怒于露儿？你们都被这个丫头给骗了，是她挑衅我在先的。我不知道是哪句话挑衅了姑姑。我说让姑姑不要伤心是错的吗？我说让姑姑不用费心白家是错的吗？一念一脸的悲怆，眼睛震惊了藏在他兜里的辣辣。难不成我要说表妹醒不过来，姑姑才能高兴吗？孽障，你给我住嘴！帝后，你太放肆了！你眼里还有没有我们这些老家伙？有没有白家？大族老那眼神锐利无比，像是要直接将面前的帝后刺穿一般。这2天，白家和帝后你来我往的互相试探，但谁都没有挑明。可就因为一念这一出激将法，这层本就轻薄的遮羞布终于被暴力扯开。露儿，我们走。大族老冷哼一声，到底没有和帝后彻底撕破脸。一念被几个族老扶着，哼哼唧唧了一会儿：“我是不是要死了？族老，如果我死了，能不能帮我把我和赤明狗的契约断开，至少让赤明狗继续为白家效力啊？”大族老被一念这番话感动得稀里哗啦的。好孩子，别胡说，你就是受了伤，没事的。若我真有那么一天，能断开契约吗？他心脏砰砰跳着。没错，一念在套话。大族老显然是被他一片心意感动了。自然是有的。一念心口一松，能断开就好。要怎么做？族老，你告诉我，这样若是以后我真遇到不测，我也好将赤明狗留下来。几个族老对视一眼，都看见了眼中的震惊。露儿竟然对白家如此忠心。也好。他们也是想到了今天帝后这茬，不是说咒这个优秀的孩子死，而是苏林燕这个样子，帝后又一脸的靠不住，变异赤明狗算是最后一张留着的可成长底牌了。其实倒也不难，就是需要一位非常难得的宝物。白家族老慢悠悠地说着。露儿，我问你，除了本命灵兽之外，咱们和其他的野性灵兽签契约需要什么？需要咱们万兽国特有的兽神果，
我与灵兽各持一颗，灵兽再将自己的一滴心头血融于咱们寿元之中，气就成了。对，就是兽神果。那兽神果树会有那1000万分之一的可能不结果，开出一种形如尖锥的黑色花。是那黑色花？非也，那黑色的花基本上活不过100日，但是万朵里还是会有一朵活下来，花里会凝出一滴露，要那滴露才行。一念越听心越沉，这么苛刻的要求得找到什么时候去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有方法他就不会放弃的。那白家有吗？傻孩子，这么珍贵的东西哪儿能有？就这方法，也还是咱们白家一位祖先偶然间得到了这凝露，不知道是什么就喝了，结果直接和本命灵兽断了气，才后悔不迭呀。说话间，一行人就已经到了白家。女奴们见一念受伤了，一脸虚弱的样子，纷纷大惊失色。好好照顾小姐，要是伺候不好，你们小心自己脖子上的那颗头。大族老，不如咱们再去拿点纯露来给鹿儿养伤。对，倒是我疏忽了。来，鹿儿跟我走。一念闻言，脸上浮现了发自内心的欣喜，就让这些人看看他们的根基轰然倒塌的时刻。推开宗祠的门，大族老还以为会像正常时候一样看见那些华丽的佛像，但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个空空荡荡的房间，还有一排用魔元素凝起来的字。天哪！该死的魔族人，我白家的根基全没了。剩下几个族老也是急怒攻心，一手指着一念留下的那几个字，半句多余的话都说不出来。他缓缓闭眼，就该让这些狗杂碎生不如死才是，这才是对那些饱受折磨的无辜民众最好的赔罪。一念爽完了，也跟着抬起手。魔族一念太过分了，竟然做出这等无耻恶毒之事。我白家，他灵力一震，不要钱似的吐出一口血来，双眼一翻，竟是直接被气晕了过去。现场顿时又是一阵兵荒马乱。假晕的一念感觉到自己被几人抬了起来，然后送到床上。等房间里的人都退出去了，一念猛地睁开眼睛，主人！大来憋得不行，见安全了，就从空间里面跑出来。他靠着一念，一脸满足地说着：“这是主人的家吗？”这当然不是了，我们的家呀在魔界，那里面有很多叔叔伯伯，他们肯定都非常喜欢拉拉。正巧百变也钻出来了，主人现在是2个兽兽的主人了，不高兴。哼！拉拉大眼睛滴溜溜转着，看着百变鼓着脸，也冷哼一声。两仔目光交汇，在空中撞得噼里啪啦。一念还隐约听见了外面女奴的声音：“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大小姐晕倒了，族老们气得卧床不起。听说是魔族闯入宗祠了。”魔族好可怕啊！他不是还刺杀了地基，抢走了血凤吗？那位大人呢？那位大人早就去红岩楼了。要是他在的话，估摸着魔族就不会得手了。唉，魔族的气息是很好认的，一念要不是灵魔一体，估摸着分分钟掉马甲。啊，是我欠了他好多人情，也不知道袁心碎这会儿在干嘛呢。红岩楼中，袁心碎看着战战兢兢跪在自己面前的楼主，又将一念的躯体拿起来抱在怀中。他又寻了许多漂亮簪子，一根根的往一念头上比划着。突然，袁心碎好像想到了什么，一脸严肃的转过头：“你睡觉脱衣服吗？”楼主一愣：“什么？若是自己睡，外衣是要脱的吧？”那如果和别人一起睡呢？红岩楼就是个风尘楼，他还以为袁心碎在问那档子事儿呢。若是在我这楼中你情我愿的话，自然是全脱的呀。要脱？袁心碎盯着一念身上的衣服，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楼主吓得魂都要没了，好在白家派了人过来请他。大人，我们大小姐晕过去了，大人您回去看看吗？一推开门，本还以为会看见一念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场景，却没想到闻到了扑鼻的饭香。哎，关上，别被他们看见了，快来，有好吃的。一念的桌上摆了一个巨大的盆，大喇拔下自己身上一根羽毛，放在盆底呼呼的烧着。这些都是我从魔界里面带出来的，保证你没有吃过。一念将一串绿色的圆球和肉一起放进盆里煮着，很快香气就更浓了。两个小家伙还不会用筷子，百变稍微好一些，跟着一念学了几天。而辣辣这会儿正艰难的和锅子里面的一块肉做搏斗呢。你太笨了，筷子都不会用。刚说完这话，他夹着的圆球就滑了出去。哼，你自己不也不行吗？那是因为我的难嫁。一念无比头疼，这两个小家伙怎么老是吵架呢？
杨仔真是心累啊。袁心碎脸上没什么表情，拿起筷子轻轻往盆边一敲，娜娜和百变顿时浑身一僵，同时安静了下来。两仔对视一眼，终于不吵架了，开始乖乖的用筷子吃饭。挺好，呆呆。袁心碎尝了一口这绿色圆球，外面的皮酥脆无比，里面却炸开了香甜的姜，清爽开胃。这个叫做开胃球，没吃过吧？袁心碎点头。你在白头山底下吃什么东西啊？灵力。你不吃饭啊？那里没有饭。袁心碎神情平静，却并不觉得自己说的是一件很惨的事情。一念抿了抿唇，见他这个样子，袁心碎想了想，又加了一句话：其实不难过的，有灵力撑着，不吃饭也可以。但是那样会难受。一念也知道，其实到后面实力越强的人，一次性闭关就是几十年的都有，都不需要吃饭。强大到一定的地步，容颜不变，肉身不腐都是常事儿，但会难受啊。所以要睡觉，睡着了就还好，没那么难受。大概是这个原因吧。没人说话，他学完了县族所有的阵法，开始一日比一日无聊，无聊了就睡，睡醒了就修炼。到后面自己越来越强，可没有对比，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强。你今年多大？忘记了。我本来还在底下墙壁上刻日子记时间的，后来你懒得记了？倒也不是，墙壁刻不下了，我也就不记了。你是怎么出来的？之前不是说有封印吗？对不住啊，是我多嘴了，不方便说的话你就当我没有问过。你是怎么出来的？之前不是说有封印吗？我把我9成力量引了出来，封印以为那就是我的本体，然后我就出来了。什么叫做分出了9成的实力？所以他的1/10就是如今5州的战力巅峰小神境。一念叹了口气，唉，咱们俩都挺不容易的。下次有想问的都可以问我。什么？县族人与自己的娃娃应该是无话不谈的。念念，我与你该是亲密无间的。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你家那些丑八怪是这么在我面前喊你的，不是念念吗？你要这么喊也行，但是那个偶娃娃……一念神情严肃地说着，我可不是你的玩偶，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觉得不合适。我觉得没什么不合适的，你想做的我都帮你。一念抬头就对上袁心碎一双眼，他这是一直在占人便宜吧？一直都是袁心碎在帮他。想到这里，一念就忍不住问着：害了你们县族的人是谁啊？很多。在万寿国，在5州。一念是打算解决完这边的事情去5州提升自己实力的，袁心碎却只盯着他，笑而不语，显然没打算让一念管县族的事情。行吧，需要我帮忙随时说。一念吃完最后一块肉，放下筷子，开始给自己套夜行服。你去哪儿？去百草山庄给人家带信啊。我也……袁心碎刚想说我也要去，目光却骤然一凝，他面色一变，猛地站直了身子，看向了东边的方向。百草山庄我就不陪你去了，我有地方要去。没事，我可以自己去，只要不是皇宫戒备森严的地方，他都可以自己去。不过他还是第一次看见袁心碎这样的眼神，那双素来淡漠的眼中好似有灰烬复燃。袁心碎和一念是同时离开的，一念还得留下百变装成他的样子。袁心碎大摇大摆地从大门走，没有一个人敢拦他，甚至问都不会问。唉，这就是实力差别呀。终有一天我也会强大到这样走遍5州无人敢问的地步。主人，我们走吧。娜娜可高兴了，主人带她不带百变。一念早就知道百草山庄没落了，但是没想到竟会没落到如此地步。一念不费什么功夫就翻了进去，但一进去却让一念吃了一惊。山庄里面灵力的浓郁程度至少比外面高了2个度。哇，好多好吃的呀！这里的草都是可以吃的。这些是灵药，不是草。一念刚说完，就听见了脚步声。父亲，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圣山宗啊？我不去。父亲，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圣山宗啊？我不去。一念躲在了阴暗处。那中年男人只是一位地灵境强者，而且看起来灵力很虚浮，像是以前受过重伤毁了根基的。你不去圣山宗，你是想和我一样老死在这山庄里吗？圣山宗和我保证了，他们的宗主会亲自收你为关门弟子。圣山宗能给你的比我这个没用的爹不知道多多少。关门弟子？我不稀罕，说要收我其实就是逼我罢了。而且圣山宗说什么让我们将山庄归于宗门名下，保护我们山庄。
不过就是一群强盗看中了我们山庄的灵药，打算强抢而已。爹，这是咱们祖祖辈辈一生的心血啊，你舍得拱手让人？那又有什么办法？我一个废人，我现在只想将你好好的送入大宗门之中，以后也不至于被人害了。那些曾经欺辱过咱们百草山庄的人，都在死死地盯着咱们，他们怕你长大，怕你找他们的麻烦。他们不该怕吗？他们为了抢夺灵药，杀了我们家多少人？还有妹妹，若是山庄没了，妹妹会找不到回家的路。你妹妹说不定已经……不可能，我妹妹肯定还好好的。娜娜揪心地看着一念，主人，要不缓缓再告诉他们吧，好可怜呢。死了的姑娘不可怜吗？不让他们知道家人惨死，无处可报，才是可怜。话音落下，信件和信物射向庄贤。谁？还没来得及发怒，一看见那信物，直接眼瞳一缩。妹妹，别人的一念完成了，一念后退要跑了。等等，请您留步，我就问几个问题，我们绝对不过来。他感觉到一念仿佛不想泄露自己的身份，一念顿住了脚步。我妹妹还好吗？你们看信就好了，他应该都写了。庄贤一脸欣喜地打开信，却在看见里面内容的时候都僵住了。白家怎么敢？庄贤连忙扶住父亲。姑娘，我小妹说的是真的吗？白家真的做了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你小妹的自己，你应当认得出来。白家，我庄贤此生与你势不两立，白家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庄天问伤心过度，直接晕了过去。庄贤让人把父亲带去房间休息之后，自己看向了一念的方向。小妹已经说了，你是她这辈子都无法偿还人情的恩人，请受庄贤一拜。不用跪我，我只是受人之托，众人之事。那也请让我们百草山庄报答你，但凡我们百草山庄有的，您都可以拿去。一念心思一动，这地方灵药众多，说不定你可有兽神果之花凝的路。问是问了，但其实一念没抱多大期待。算了，我也就是这么一……姑娘怎么知道我们百草山庄有？此话当真？你随我去拿。算了，我给姑娘你拿过来吧。等等，我和你一起去。主人，你不能露面呢。没事，让他去拿，拿来我也不放心给你用啊。而且人家要送他这么珍贵的东西，他至少得露个面呀。一念带着黑纱面巾从黑暗处走了出来。姑娘放心，你不想露面，我不看就是了。这个人是真正的君子。不用，我戴着面罩呢。他带着一念到了库房，守着库房的是一位地灵境强者，他也是唯一一个实力还不错，却为了报恩还是留在这个山庄的人。少爷，库房重地，怎么可以带着外人进去？没事，这位是我们百草山庄的恩人。木头，开门。叫木头的男人看着十分憨傻。好，少爷，山庄的恩人，那就是我木头的恩人。这是我爹年轻时救下的一个孩子，不是万寿国的人，但灵体天赋不错，也就木头了，现在还守在我家。其他的地灵境强者早就跑光了。看，就是这个。我们家族世世代代都是种植灵药的，这便是鼎盛时期留下来的，但是不知药性药效，所以没有人敢用，也怕随意胡用，浪费了这稀奇的灵药。一念拿过凝露，心底一片滚烫。原本他已经做好了未来余生都要为这个东西寻找奔波的准备，可没想到转头这东西就被送到了他手上。但凡一念狠心一些，不去理会那些无辜之人，就不会碰到庄家小妹，更不会得到这个凝露了。哦，对了，这个给您，有了这个腰牌，就能自由出入我家山庄。不过如今我家山庄已经是别人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的了。多谢，我需要这个。一个势力的腰牌完全可以抵身份牌用。一念在万寿国可没有身份牌，到时候他回到自己身体里时，就妥妥成了一个黑户了。一念不敢回白家去给娜娜用这凝露，怕引起动静，他打算带娜娜进深山里面。娜娜，来。一念让娜娜吞下凝露，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感觉呀。话音刚落，娜娜身上的兽元猛地撕扯起来，她浑身抽搐起来，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她身上被拨开了一般。好痛，主人，我身上好痛。娜娜，可下一刻，她身上的凤元竟然开始发热发烫，一个巨大的阵法自发地出现在她和娜娜脚下。一念能感觉到凤元的喜悦之情，同时她的心脏好似被一点点填满，像是被人挖走的一块肉，终于在这一刻慢慢地填补回来了。与此同时，昏迷的苏林燕猛地睁开了眼睛。燕儿，我的背好痛，有人在挖我的骨头，我好痛啊！
他仿佛感觉自己背后的脊骨被人生生的抽离。一念当时体会的痛感，他如今也终于承受了1/10了。这区区1/10就已经要让苏林燕彻底发疯了。这么大的声音，顿时就让正好在旁边修炼的风寻给听见了。他悄悄来到了房间门口，却没走进去，因为他不想看见苏林燕那张丑陋的脸。魔浩，我的神兽没了，我能感觉到我和我的神兽联系断了，契约断了。风寻震惊，这还能单方面断掉吗？那苏林燕岂不是废人一个了？帝后大惊失色，没人可以断掉契约的，除非……他猛地想到那个宁路的事情，这可是只有白家人才知道的。他坚信白家人没有道理那么做。难道是大神境强者出手强行斩断了？别说小小一个万兽国了，就说5州都多少年没有出过大神境强者了。魔浩是那个剑轴回来了，是他回来了。我从他身上抽走的凤骨，挖走的凤元，还有抢走的手弹，他现在要一个一个从我身上夺走。他要报复我，他回来了。不会的，那个女人骨头都已经烂了。别怕，别怕，有母后的，母后在这儿。帝后恨得想杀了所有的人，只能紧紧抱着自己最爱的女儿，不断的安抚着。母后会给你找来更多更优秀的灵兽，那只不听话的凤凰没了就没了，还有别的。咱们白家的换骨秘方你还信不过吗？生麒麟庄贤那块骨头你喜不喜欢？实在不行，白鹿那个丫头的变异兽你要不要？只要是我儿想要的，母后都能帮你抢过来。而此刻站在外面听完了所有的风寻，神情都僵住了。竟然还有这种秘法！风寻嫌弃地看了一眼苏林燕的方向，苏林燕这个女人他是不会要的，配不上的。但是这秘法嘛，他肯定要得到。深深的山林当中，娜拉已经不痛了。主人，他斩断了和苏林燕的契约之后，娜拉的神魂自发的和真正的主人身上的凤元纠缠在了一起。可娜拉喊了2声，却发现一念没有回答他，才发现一念正紧紧闭着双眼，灵力和魔元素都齐齐往他身上涌着，已经在他周围呼啸盘旋成了一个交融的大漩涡。主人要晋级了，主人要晋级了！2只本命灵兽齐齐归位，此时的凤元才是真的涅槃完整了。精纯的灵力一波一波的从凤元里面反哺出来，2星人灵境，2星人魔境，竟在这一刻同时突破了。周围有野生灵兽在蠢蠢欲动着，一只血色火凤猛地出现在地面上，血凤威压横扫整座山脉。低等杂兽，滚！就在血凤护主之时，东边的一处密林当中，你们身上的气息我很熟悉。而那些黑袍人激动的浑身发抖。见过少主。我原本以为县族的人已经死光了，没成想竟然还留下了你们这群人。领头的黑袍人浑身发抖。当时我们这波人也是因为外出做任务遇险被困，我们从被困之地活着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县族只剩下少主您一个了。我们也进不去白头山，只能在外面日日年年的守着。前段时间我们感受到了少主您的气息，就迫不及待地过来了。黑袍人们年纪都已经很大了，他们实力没有袁心最强，自然寿命也没有那么长。我们已经快到油尽灯枯的时候了，但县族大仇未报，我们死也不能甘心呐。都杀了就行了吧？自然是都要他们血债血偿，但是属下们知道光靠咱们肯定不行，所以我们一直都在暗中扩展势力。五州赤鬼谷便是属下们创办起来的，谷主的位置一直为少主空着，我们终于可以将赤鬼谷完完整整地交到少主手上了。要是圣山宗和凌天学院的人在这儿，必定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了。赤鬼谷这次表面上是奔着苏林燕这位天生复原的第七来的，实际上却是来寻袁心碎的。少主，随我们去五州吧，五州才是少主您该待的地方，那里说不定能有解开白头山封印的办法。白头山下封印保留着的是他们县族所有的积蓄和功法根基，绝对要重新取出来。可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走。不行，要和我的偶娃娃一起走。少主您的偶娃娃放哪儿去了？偶娃娃不都是随身携带的吗？他去处理事情了。
少主，您的欧娃娃能跑能动，在你没有阵法加持的情况下，她不只能跑能动，还非常漂亮。那不是欧娃娃呀，我的少主哎！可袁心碎才不管他们说什么。我要去找她了，你们先走吧。不，属下们和少主一起走，我们可以等。随你们。袁心碎一挥手，他人就消失在原地了。哎呀，糟了！我们忘记问少主现在的落脚处了。袁心碎一转眼就回到了白家门口，正好一念也到了。袁帅帅，袁心碎皱眉纠正他，是袁心碎。不过很快他又松开了紧皱的眉头，他想怎么喊就怎么喊吧。百变听见他的声音，顿时就变回了自己的样子，从屋子里面冲出来，鼓着脸，主人要抱抱。他刚才就已经感觉到了，那只红毛鸟以后就和他一样成为主人的本命灵兽了。好生气，主人都不是他一直受的了。一念把他抱起来，找来一个女奴。祖老他们还是卧病在床吗？是的，大小姐。女奴神情惊恐，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从祖老们的反应里看出来，好像天都要塌了。我知道了。一念在心底冷笑着，不过就是善恶到头终有报，白家的报应要来了。大小姐，宫里来人了，说让白家这边的人过去一趟，帝后要问话。我去喊祖老他们。等等，祖老们身体抱恙，帝后不过是需要一个要问话的人，我去就好。现在祖老们躺下了，家里就只有这位天赋异禀的大小姐地位最高，女奴哪里敢说不行。大祖老醒来之后就告诉他，我去了皇宫见帝后了。女奴应声退下。袁心碎看向一念，你想做什么？我去出来了，接下来就要用这个身体去做最后一件事了。一念不准备继续用白鹿这个身体了，他要用回自己的身体。我身上那道封印可以解开，你确定吗？已经把封印给你抹了。谢了，不出3个时辰，我就会回我自己的身躯了。袁心碎眸光一亮，他也不喜欢白鹿这个壳子。主人，他绷着脸走到了袁心碎身边，我要和碎碎哥哥一起走。下一刻，娜娜也出现了，我也是，我要和碎碎哥哥一起。一念这次进宫也是有一定风险的，也行，反正等我神魂归位了，你们也还是在我身边。不过看不出来啊，你竟然这么有孩子缘。袁心碎没有说话，只静静盯着这2个没他膝盖高的小东西。那我先走了。他一走，这边的气氛顿时变得古怪起来。2个崽崽齐齐往后退了一步，警惕的和袁心碎隔开好长一段距离。大喇叉着腰，感受着对面袁心碎恐怖的气息，还逞强说着：“我会好好保护我主人的身躯的，警告你呢，要是你敢对我主人的身躯做什么，我长大了以后饶不了你。对，我盯着你呢。”袁心碎烦躁地动了一下指尖，下一刻他又收起指尖，动了这2个讨人厌的小东西。念念会生气的，他压着杀意转身往外面走着，2个小崽崽立马跟上，像跟在凶手后面摇摇摆摆的2条小尾巴。一念在兽车上一路疾驰，正要进去那一刻，兽车砰的一声和什么东西撞在一起了。怎么了？对不住了，是我的兽车太快。哎，白家大小姐，这可真是有缘分，又是我们2个撞一块了呢。他努力压下眼底的寒意，不让对面这个女人发现自己现在看到白家人就想动手杀了她。但是他怎么都想不到，面前的白鹿会是刚收了他一柜的恩人。一念想的则不是那些，这个点儿，庄贤这个无关人员为什么会出现在皇宫里呢？是帝后叫你过来的？庄贤一愣，是啊。是为了灵药？并不是，说是找我问些话。就找了你，没找你父亲？点名道姓的要找你？一念连发3问，越发感觉不对劲了。找白家人问话，一念能猜到是为什么，因为契约断了，而知道怎么断契约的只有白家人。可他找庄贤是为什么？不对，一念心里猛地一寒。虽然他断了那契约，但是那白家秘术还在，他说不定是看上了庄贤的寿元和圣麒麟呢。帝后为了自己的女儿，什么事做不出来，这一招恶毒却好用。大小姐，我们一起进去吧。可谁料一念直接抬起手来，一把将庄贤给推开了。滚！什么东西，起来和我套近乎！庄贤愣住了。你把我裙子都给弄脏了，你赔我裙子！女奴们悄悄看了一眼，哪里脏了？庄贤还是好脾气的笑了笑。好，等我见完帝后。你把我裙子弄脏了，还想叫我姑姑？他手上出现了一根法器长鞭，我要你现在就去给我买一件全新的裙子来。庄贤脸色沉了下来，白家女人欺人太甚了。怎么还想和我打一架吗？之前被我修理的还不够惨吗？给你2个时辰，我要一条和我现在身上穿的一模一样的裙子，不然今天你就别想活着回山庄。大小姐，
这不好吧？有什么不好的？他一个落魄山中的小少爷，就算今儿个是死在皇宫都没什么。我可是白家大小姐，我想杀就杀了。是吗？那白家可真是了不起。好，你们白家可真好。白家自然是最好的，还不滚？滚出去！再也不许入宫！庄贤怒得转身大步离开。只是走出一段路之后，他转头看了一眼宫门的方向，却发现那个女人还是站在远处，静静地盯着他。只是脸上再没有刚才那夸张的猖狂，反倒是很平静。他背后的深宫黑黢黢的，像是一个看不见尽头的无尽洞窟。他隐约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抬脚想往回走，却见那女人再度开了口，无声地说了3个字：别回来。庄贤心中猛地一惊，可下一刻宫门已经彻底地关上了。言儿莫哭，今日母后先帮你拿了那圣麒麟的寿元。真的吗，母后？我要圣麒麟，我也要那只变异赤鸣狗。苏林燕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浮木一般疯狂。还有我的眼睛，母后，我的容貌毁了，贤哥哥会不会不要我？我要被退亲了，我会变成整个武州的笑话。不会的，母后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庄贤还没到吗？倒是到了，可在宫门口弄脏了大小姐的裙子，被大小姐轰出去买裙子了。混账！谁给白鹿的胆子？我要面见的人，他敢随意打发出去！帝后怒极。等等，你说来的是白鹿？是的。我要见的是祖老，是要见他了。谁料苏林燕顿时就开始激动了。母后，我要他的寿元，他的比庄贤的还厉害啊！母后，现在还不能动他，目前还需要白家为你效力。你等我安抚好那些族老们，就杀了他，为我燕儿所用。这秘术也只能由小神境的强者来用，和帝后不相干的那些小辈，帝后才不会损耗自己的灵力给他们使用秘术。而且一个人身上最多接3次寿元，自然每次都要挑最好的。帝后自己身上就有3颗寿元，但是明面上他只有1块，所以帝后的实际实力远比他明面上的实力强很多。让白鹿滚，唤族老来。帝后的话都没说完，一念已经打发了门口的女奴走进来。帝后有什么事情找我问便是，族老们如今都卧病在床，怕是听不了帝后你的传唤了。一念走了进来，目光落在苏林燕身上，他挑起眼尾，里面有几分毫不掩饰的畅快笑意，眼看就要让苏林燕发疯了。帝后不想再让苏林燕生气消耗元气。白鹿，你如今是觉得一定能得到白家，所以在我面前如此猖狂，是吗？下一刻威压轰然放开，压得一念只想往地上趴。小神境强者的威压哪里是他这个2星人灵境能招架的？他的膝盖骨发出咔嚓咔嚓的脆响。死活不跪，有骨气。你是不是觉得还像上次一样，激怒我打伤了你，就能让族老们帮你了？别痴心妄想了，贱丫头！只要我还是白家唯一的小神境强者，白家与我便不可分裂，受我驱使。一样的招数，你用第2次就不好使了。给我跪下！给我跪下！咔嚓一声，一念只觉得剧痛传遍全身，一番折磨是他早已预料到的。只要他入宫，帝后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但这也是他想要的。一念被威压压制的七窍流血，可他却忽然抬起那张血淋淋的脸笑了起来。你笑什么？一念笑得他心慌。明明这个人对高高在上的他来说，弱得和一只随手就可以碾死的蚂蚁一样，但这人却一点都不害怕他。帝后，不，毒妇，你可知道族老们为什么都卧病在床吗？你只关心你的女儿，你还不曾了解过白家遭遇了什么事情吗？他的眼神在这一刻变得无比的陌生，陌生的让帝后的心跳都变得急速起来。他一把掐住一念的脖子，白家怎么了？别想给我耍花招，快说！一念被掐得透不过气来，可身上越是难受，他脸上的笑就越是灿烂，竟让帝后有种恐惧渗透骨髓的感觉。一念缓缓开口：白家死了。帝后心境顿时大乱，手下意识的一松。祠堂里有什么？别人不清楚，你这个屠妇会不清楚吗？
白家祠堂怎么了？那可是白家的命脉呀！而且帝后已经用习惯了那些精纯的能量液，甚至苏林液也没少用。若是那些能量液没了，他的燕儿还怎么在同期碾压众人呢？祠堂没了？什么祠堂没了？什么祠堂没了？你胡说！帝后几乎要站不稳，他要亲自去白家看看，那可是祖祖辈辈留下的基业，怎么说没就没了？可刚走2步，帝后就猛地转过身，看向了躺在旁边的一念。他突然想起，他这个侄女儿以前一直都是喊她姑姑，可她有多久没喊过了？即便喊了，也都是阴阳怪气的，性格也和完全变了个人一般。只是天赋好了，会变化这么大吗？他望着一念，白家基业毁了，你为什么在笑？你不是白鹿。帝后脑子里面那个荒诞的念头一旦出现，就如同藤蔓疯长，控制不住。而就在此时，白家的几位族老正飞快地往皇宫里面赶来。大族老，再快一些！我这心里怎么这么不安呢？帝后还不知道白家出事了吧？他心里只有他那个受伤的女儿，自然不会管白家死活。哎，可鹿儿怎么就自己进宫去了呢？你说，万一帝后又发疯？不至于。大族老摇头，心底却有点不安。我只怕帝后看中了洛儿的寿元和变异赤明狗，拿去给那苏林烟用。其他几个族老齐齐变色。是啊，他们差点忘记了。快，加快速度！你不是白鹿，你到底是谁？帝后盯着一念，只觉得毛骨悚然。纵然他是小神境强者，可看气息查血骨，就是白鹿本人没错呀。这世上竟然有这么诡异的事情吗？我是谁？你很好奇，是吧？我是来取你命的人。他就不告诉这个毒妇自己是谁，他要让他以后的每一日都在恐慌当中度过。我会一次一次拿走你最重视的东西，就凭你不是白鹿的事情，我只要一告诉几位族老，你就彻底完了，你知道吗？到时候我定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说过，一样的招式不能使用2次。我告诉你，这句话是错的。一样的招式，只要1次比1次狠，那就是有效果的。话音落下，还不等帝后讥讽，一柄匕首就被阴念自己抓着，刺进了自己的心脏。帝后傻眼了，这一次我要从你的手上把白家拿走，期待咱们下次再见。话音落下，阴念眼前一黑，神魂立刻离体。但帝后不知道啊，在他看来，这女人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之后，她居然自尽了。她是不是疯了？有谁会把自己的命拿出来做赌注的？而且这女人竟然说下次还能再见。鹿儿！一声绝望的声音刺破他耳膜，他目眦欲裂地看着躺在地上的尸体，心中最后一点希望破灭在眼前。大族老再也承受不住，身上气势顿时尽数炸开。大族老也是天灵境强者，虽然不及小神境，但也是绝对的强者了。帝后忙去护住苏林燕，你疯了！白灵，你都干了什么呀？你竟然要挖你自己侄女的寿元，就为了给你的亲女儿用？这也是我们白家的孩子，还是天赋最好的孩子。他们喊帝后的名字喊得咬牙切齿，失望至极。白灵，你不配再做我们白家的家主了。我们白家不需要一个只为自己女儿考虑，却不考虑家族的毒妇。帝后浑身一震，他此刻终于明白阴念闭眼之前那句“白家我拿走了”是什么意思。一切都是他设计好的，包括故意承受小神境的威压，让躯体看起来饱受虐待也是的。与此同时，靠在袁心碎肩膀上那具毫无气息的躯体猛地睁开了眼睛。主人，还是主人身上的气味好闻。阴念许久不用自己的身体，本来以为回来之后浑身肌肉都会很僵硬呢。我的肩膀，我记得肩膀之前没这么舒服啊。还有我的肉体强度，这肉身比之前强大了可不止一点点。你对我做了什么？只是保持你尸身不腐而已，每天用灵力帮你温养一下。没有人可以直接帮别的人引灵力温养身体的。上次灵力自己钻进他身体里就算，但帮别人修炼，这个过分了吧？你不信？袁心碎其实有些困了，见一念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他，他又懒得开口说话，直接把人往自己面前一拉，凑近了，
一念就闻到了袁心碎身上一股极淡的异香，不难闻，却让人感觉晕晕乎乎的。但是下一刻，他就感觉一只手搭在了他脖颈上，可还没等一念说什么呢，无数的灵力就像风力一般往一念身上钻着。不，够了！强行塞进来的灵力让他觉得又胀又痛的，但确实是能为他所用的。这难道就是你们现族的能力吗？袁心碎没有回答，只是满脸困倦的打了个哈欠，然后非常自然的摁了摁一念的大腿。一念浑身一抖，他轻薄他，你才吐出一个字，袁心碎有些撑不住了，直接枕在了他腿上。原本往日里殷红的唇都失去了血色，看起来状态不是很好。我睡一会儿。说完这句话就沉沉的睡了过去。主人，外面爷爷说他是为了帮你抹掉那封印才这样的。外面的爷爷？一念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是在兽车上。一念立刻掀开帘子，外面几十位黑袍人齐齐转过头来。一念姑娘，是需要什么东西吗？一念吓了一跳，这些人又是哪来的？大长老仿佛看清了一念的疑惑。我们是服侍少主的人，梧州赤鬼谷，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袁心碎是赤鬼谷的人，他不是现族的人吗？一念有些警惕地看着大长老，下意识地抱紧了睡着的袁心碎。难不成这些人是知道了袁心碎的身份？见一念眼中有所戒备，大长老就明白一念肯定是知道少主身份了。知道少主的身份还愿意这么护着，大长老见一念也不由得多出几分喜爱。姑娘不用担心，少主是现族人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整个赤鬼谷就是为了等待少主的出现才延续至今的。一念闻言松了一口气。我们现在去哪儿啊？我这会儿还不能离开万寿国。姑娘放心，少主交代过，得等姑娘开口说走了，我们才能走。现在是去我们赤鬼谷暂时的落脚处而已。这一念就放心了，他还想看帝侯那边的事情发展的什么样呢。赤鬼谷作为五州拔剑的大势力之一，落脚处自然是在万寿国最好的地段。下兽车之前，一念看见了不少从皇宫里面出来的人正在各处巡逻，这些人里说不定有认识他这张脸的。一念皱起眉头，难不成又戴面具吗？可魔族余孽用了面具之后，万寿国明令禁止，不许国民再戴任何面具了。正愁着，大长老贴心的拿来一瓶易容丸。姑娘，这个给您，一颗可以维持8个时辰。易容丸可是稀罕药，这赤鬼谷还真是财大气粗，一次性给1瓶儿。你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个？少主说过，最好别让姑娘您露脸。来，姑娘请下车。一念倒是想下车呢，可谁让某人还躺在他腿上呢？袁心碎，醒醒！拍得大长老心疼的不行，但又不敢说什么。少主不懂，抓着人家姑娘一口一个偶娃娃的喊，那是因为不懂男女之事啊。活人哪里能当偶娃娃的？这明明就是喜欢人家姑娘嘛。所以大长老对一念的态度那是非常的恭顺。赤鬼谷的马车在路口停留太久了，几大势力的人都瞧见了。周少玉凝眉看向路口的方向。赤鬼谷那群人搞什么呢？那是他们大长老。赤鬼谷谷主从来不曾出现过，一直都是大长老掌权。可大长老怎么在外面点头哈腰的，和这忠狗一样呢？下一刻，一角红裙从里面漾出，那红裙如火，阳光落下时，仿佛能看见上面有一层非常非常细小的红颜在着。周少玉没看裙子，是个女人。是纱。吴雪可看得比男人仔细多了。是纱？那玩意儿不是早在1000年之前就消失了吗？可那分明就是。那女人是谁？吴雪盯着一念身上的赤纱，露出了妒忌的神情。这东西只要带一小片在身上，就能让火灵变得和自身更为契合。这女人竟然得了这么大一块，直接做成衣服，真是嚣张到了极致，太爱显摆了。要是一念听见她的心声，一定能唾她一脸。这明明就是老妖婆的擦桌布好吗？当时老妖婆随手就丢给她了。是火灵系的吗？看着很年轻啊，估摸着天赋不错，好想试着和她打一次。吴雪对这个打架狂已经没有别的想法了，但是很快让两个人更为震惊的事情就出现了，他竟然抱了一个男人下来。周少玉和吴雪目瞪口呆。男宠吗？他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有不少女强者底下男宠都一窝一窝的养，但很少会出现喜欢男宠喜欢到当众抱他的样子。这不是那位阵法师吗？
那天袁心碎的威压逼迫的他们这些天骄不得不低头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今天这位强者就像一个小绵羊一样，被一个女人给抱在怀里了。真是怪事儿年年有，今年特别多。白家的事情才闹起来呢，这边就出了这么一个女人，这女人什么来头啊？是鬼谷众人才不会搭理他呢。他们径直进了自己的院落，将袁心碎放下之后，一念才无奈地舒展了自己的身体。大长老说什么都不敢动自家少主的身体，只能让他来当苦力了呗。主人，百变，你脑袋上长了个包包。这是要进阶了。灵兽也是有等级的，初生灵兽被称为初元兽，再往上走便是灵元兽，最后是神元兽。哼，我也要进阶了，我肯定要比这条虫快。眼看着两个崽又要吵起来，别吵，我带你们出去看热闹。帝后的热闹，白家其他人的热闹，他都迫不及待的要去看。才走出一段路，拐过角就撞上了一个人。抱歉。庄贤，姑娘，你认识我？一念这才想起自己用的不是白鹿的身体了，但是他也不慌。庄贤公子在斗兽国宴一战成名，那天去看了比赛的人，谁不知道你啊？说起斗兽国宴，就让庄贤想起了死去的白鹿。想到这里，庄贤只觉得浑身发冷。他如果进去了，死的就是他了吧？想到这里，庄贤忽然浑身一颤，不行，我得赶快回山庄。却突然觉得周围多了数道地灵境巅峰强者的气息，有敌人，主人小心！周围顿时就出现了10几个黑衣人。地灵境强者，你们是帝后派来的人？小子挺聪明，都已经知道了，那就乖乖的跟我去皇宫，免得受皮肉之苦。黑衣人说完，就看向了旁边的一念。庄贤心头狠狠的一跳，我跟你们走，别伤及无辜。被他看见了，那就不能算无辜了。地灵境巅峰的威压，压得一念有些喘不过气来了。他下意识地释放出了灵力，护住自己的筋骨。2星人灵境，这个女人看起来不过才18岁左右的样子，居然就已经是2星人灵境了。这是哪方势力的孩子？动了她会不会有影响呢？这个念头才出来，下一刻，鲜血从他被割开的喉咙里面喷射而出，直挺挺地倒了下去，1秒就失去了气息。老大！旁边的人吓了一跳。谁？庄天问也真是，自己儿子都被人围起来了，也不来管管，还用上了唯一一个人情，要我这个糟老头子来。庄贤见这人的装束，就知道是父亲用那传话令牌叫来的人了。这位应该就是当年庄天问的那位神秘师傅了。是师公吗？你且站边上等等。说着庄家人，可眼睛却死死盯着一念。小姑娘哎，有师傅没嘞？一念警惕地盯着这个老头，满脸都是戒备。都说这万兽国出了个天赋异禀的地基，那地基老头我也远远瞧过一眼，可哪儿比得上你这个小丫头的1/10呀？那些黑人见他满心满眼都是意念，彼此对视了一眼，猛地就往外跑。别让！话都没说完，只见那群人为丝线完全切割开来，浓郁的血腥味儿刺激的眼睛都变得酸痛了。可老乞丐还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子。咋样，小娃娃，要不要认我做师傅啊？魔剑所有的魔都是他的师傅家人，一念怎么会再有一个师傅呢？我不！老乞丐一挥手，一念觉得脖梗一痛，整个人直接软倒下去。嘿嘿，你不说话，那老头子就当你同意了啊！辣辣和百变怒吼了一声，直接朝老乞丐扑了过去。凶悍啊，不愧是神兽仔。但下一刻，辣辣和百变就被他直接敲晕过去了。师公，这位姑娘是无辜的。什么无辜的？你没见人家答应做我徒弟了吗？庄贤一头问号，他这个师公为什么总是在自说自话呢？人家刚要拒绝就被一拳头打晕了好吗？师公，你这样是不行的。收徒这个事情讲究的是一个你情我愿，而且人家说不定已经有师傅了。老乞丐不耐烦的一挥手，啪的一下，庄贤也软软的倒了下去。小娃娃也忒能唠叨，和他父亲年轻的时候一个德行，不好不好。老头子我还缺个关门弟子呢，就你俩了。盛麒麟虽然比不过这小丫头，倒也是勉勉强强吧。老乞丐把庄贤往自己的右胳肢窝上一夹，左肩膀上又扛着一念，一边又将辣辣和百变给带上。收1赠2，划算。老乞丐顺行千里，直接来到了百草山庄。庄天问早就在外面眼巴巴的等着了。老师，还没来得及磕头跪下来个师徒重见热泪盈眶的场面呢，砰砰砰，几个人就兜头砸在了他身上。这是我新收的徒弟啊，你给我好好照顾，我去教训贼婆娘，去就来。老师，别乱叫，我和你的师徒缘分在你不听我劝告非要逆天而行的时候就已经断了，这次你把咱们最后一点人情用掉了，
是，徒儿，我知道了。虽然我和你师徒缘分没了，但你儿子我还是要带走的。他垂头看着自家儿子，又小心翼翼地将晕过去的一念扶进屋子里。这可是师父最小的弟子了吧，得好好对待。此时的皇宫里，帝后正一脸阴沉地坐在大殿之上。死士们还没有回来吗？真是废物，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他这2天连觉都睡不安稳，再去派人找，不就是要找个庄闲吗？怎么那么费劲呢？还没等到下一波人出去呢，整个皇宫猛地一震，轰的一声巨响。瓜婆娘，找人暗算我徒儿们，给我滚出来受死！小神境强者。帝后出去就看见了一个巨大的人形，那人形高大的像是要窜上天空。巨人族，巨人族不是早在200年前就消失了吗？帝后不敢轻敌，深吸了一口气，一个巨大的光阵从他脚下伸展而出，光阵里面传来灵兽的怒吼声。与此同时，一道道强横的天灵境气息也从皇宫深处冲天而起，汇聚到帝后这边过来。帝后，这是怎么回事？这位巨人族的前辈，不知我万寿国是怎么招惹到您了，竟然公然打到我们皇室中来。难不成巨人族就这么不将我们皇室放在眼中吗？话音刚落，老乞丐就猛地伸出巨大的脚，一脚踹翻了离得最近的一个宫殿。放在眼中，踩在脚下老头我都不觉得解气。瓜婆娘，我问你，为何伤我徒儿们？我并未伤您的徒儿，您徒儿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哼，我还能弄错了不成？都给我洗干净耳朵听好，我那徒儿叫……那个小丫头叫啥来着？还有庄天问的儿子叫啥来着？一见眼前这些人都还眼巴巴地盯着他，老乞丐一时之间脸色难看，面上一点都挂不住。我说打就是要打，谁给你们的脸皮子问东西？帝后再也听不下去了，给我杀了他！两方顿时如星陨相撞，谁也不让谁。小神境强者对战，那可和之前一念那小打小闹完全不一样。老乞丐和帝后瞬间交战了几百回合，帝后受了轻伤，老乞丐也挺狼狈的，但整个皇宫是废了一半了。老乞丐渐露颓势，毕竟双拳难敌4手，欺人太甚，今儿个拖死他！就凭你们，看我至尊无敌连环腿！大家提起12万分的小心，结果嗖的一声，老乞丐脚底抹油，直接开溜了。哈哈哈，不陪你们玩了，老头子我要吃晚饭去。帝后差点没呕出一口血来，这个老东西太贱了。老乞丐回到山庄，还不等庄天问说什么呢，直接又把昏迷的2个人一把夹住。我走了，这2个娃我会好好照顾的。而与此同时，沉沉睡着的袁心碎被小神境强者打架的威势波动震醒了，睁开眼睛的时候满眼都是烦躁。少主，您醒了？袁心碎没有回答他，只是习惯性的往床铺旁边一摸，他瞬间清醒了。念念呢？姑娘她出去看热闹了。去找。大长老不敢耽搁，立刻派人去找。可2个时辰过去了，他们找遍了万寿国，也没有发现一念的人影。大长老都快哭了。找不到啊！他之前说他去哪儿了？去皇宫看热闹了。他与那帝后有仇，去问问帝后就知道了。他觉得念念是被帝后给抓住了。帝后能说实话吗？没事，打至半死，总能说实话的。皇宫里刚刚赶到支援的其余皇室分支也来了。帝后，这事儿你是不是得给我们一个交代？看着皇宫被毁坏成这样，皇室颜面何存？我怎么知道？他个酒疯子来耍酒疯罢了，心里却在想着，难不成是庄闲？几大势力的人在这时也终于都赶到了。圣山宗那位长老走在最前面。帝姬怎么样了？见圣山宗果然看中自家女儿，帝后的脸色这才好了一些。燕儿并不在宫中，我让她去别宫休养了，所以无碍。辛苦诸位来一趟了。凌天学院的人看了这只剩下一半的皇宫，忍不住说着：真是没想到，巨人族竟然不是消失，只是隐世了。虽然你也是小神境强者，但我没猜错的话，你应当是1星小神境。那位巨人族的至少得是5星小神境了，这样的人可不好得罪呀。要不是皇宫里面人多，老乞丐就孤身一人，还真能给他一锅端了。帝后被他们说的脸青一阵白一阵的，帝后嘴硬的说着：我皇室也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谅他也不敢再来。回来的话，我必定斩杀他。话音刚落，轰的一声，一个巨大阵法直接笼罩在众人头上。黑色阵法里面散发着恐怖的威压波动，
无数大岩的巨石直接砸向了还剩下一半的宫殿。躲开！是谁？这次又是谁啊？帝后尖叫的喊声当中，隐约有着几分崩溃的滋味。那是那位阵法师大人。什么？果然看见了最上面站着的袁心碎。男人没有束冠，站在那阵法之上，垂眸扫下，好似在俯瞰众生。那些皇族分支的人彻底疯了。白灵，你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些人一个两个的都要摁着他头打呢？周家和吴家的人互相对视了一眼。这个女人一定在外面得罪了什么不该得罪的人，现在全打上门来了。左右地基和咱们也没有关系，不趟这趟浑水。不只是他们，凌天学院的人也都带着自家师生往后退着。快上啊！不就是小神境的阵法师吗？你们圣山宗几下就解决了吧？圣山宗长老烦躁的不得了，帝后这个女人怎么就这么能惹麻烦呢？如今加上咱们和黄氏人还有封家人，也不至于怕了他这个单枪匹马的阵法师。上！一直在旁边没有吱声的封家人却阴沉着一张脸。风寻一摆手，退！可话音刚落下，就见风寻整个人如同一只千年老王八一样被狠狠地摁进了地里。这熟悉的感觉为什么就针对他一个人呢？袁心碎冷眼看着他，他抬手下压，正要将风寻给一巴掌压死。封家长老联手抵住他攻击。欺人太甚，当我封家是路边的阿猫阿狗尽可欺吗？喂，快看，赤鬼谷的人来了！赤鬼谷的人精通阵法，以阵破阵是最有效果的。赤鬼谷的诸位，随我将这人拿下。事情过后，我必有重谢。可话刚说完，就看见赤鬼谷大长老剑气一圈荡开，震得帝后连连后退。白灵，趁我主还没动真格的，赶紧把我们念姑娘交出来，不然便将你这皇宫搅得天翻地覆。那个男人竟然是赤鬼谷那位从来不曾露面的谷主。赤鬼谷竟然真的有谷主。吴雪自认为这世间极少有男子配得上他，不是太老，便是实力不够。可若是袁心碎这样的，什么念念姑娘，我根本就没见过你说的什么念念。袁心碎一挥手，那阵法里的无数未落巨石就要对着帝后兜头砸过来。帝后也顾不上颜面了，这其中一定是有误会。大长老不是会布真言阵法吗？我敢对天起誓，我根本没动什么念念姑娘。大长老眼头一缩，这个女人竟然敢上他的真言阵，看来阴念的消失确实和他没有关系了。大长老飞身而起，少主，那女人恐怕真的没见过姑娘，而且咱们这次带来的人不够多，这边继续纠缠的话，说不定念姑娘就真的要危险了。袁心碎死死盯着帝后，将帝后盯得浑身发毛。走，去找念念。走，去找念念。赤鬼谷的人走了，帝后心底一松，才发现自己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风寻这时才能从地里被拉出来。风寻，你干脆改名叫风王八得了，怎么动不动就埋地里呢？这次有家里长辈护着，伤倒是没伤，可这脸都丢光了。吴雪在旁边看着这两个人，本来觉得风寻和周少玉已经是年轻一辈里能拿得出手的，可今日和那位风华绝代的人一比，骤然就觉得逊色了。帝后缓了缓神，最后缓缓地看向风寻。风寻，刚才你让风家人退，可真是厉害呀你！难道你忘了你风家和我燕儿的婚约了吗？哼，又不是已经成婚了，你何必如此激动？这婚约嘛，可以定，那便可以退，你说是不是？而且你和苏林燕当真没有事情瞒着我？帝后心头猛地一跳，难道风寻是知道什么了？婚约是私事，我们去里面谈。也好。风寻也不想撕破脸，结果才走两步就愣住了，一地的废墟，这让他去哪个里面谈呢？而此刻被敲晕过去的阴念也终于缓缓清醒了过来，结果一醒来，他就看见一张老脸怼在自己面前，吓得阴念立马跳了起来。哎呦，哎呀！娜娜一只手拽住了阴念的脚踝，一人两兽顿时滚成了一团。乖徒儿，你干什么呢？这是在逗师傅我开心吗？你是谁？我？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师傅了，你叫什么呀？我有师傅，有人传授我功法，教我为人之道。我认徒弟从来都不管别人愿不愿意，我敢打赌你肯定会喜欢老头子的家的，到时候啊，赶你走你都不走。谁要去你家？少在那自说自话了。阴念气急，不知道袁心碎有没有发现他消失了。你现在就在我家呀？阴念这才注意到周围的情况，群山环绕，一座座山头上都笼罩着浓郁的迷雾，充沛的灵力，即便阴念不用入定都能感觉到。庄贤还躺在一旁没醒呢，阴念踹了他一脚，庄贤才迷糊着坐起来。
这是哪儿啊？老乞丐双手叉腰，才不想给臭小子答疑解惑呢。他深吸一口气，臭小子们，来见见你们的小师妹了。话音落下，一念就听见了漫山遍野的师傅、师公、师祖父。一念人都傻了，这老乞丐的徒弟们手拉手都能站满整个山头了。还没等一念反应过来，身边就已经围上了一大圈的人。小师妹长得好漂亮，师傅，你这次挑选的都不错嘛，比上次带回来的二狗好多了。你骂谁二狗呢？老子叫王二狗。你骂谁二狗呢？老子叫王二狗。知道了，二狗。说话的是个同样穿得一身破破烂烂的姑娘。小师妹，我叫孟小七，师傅是老乞丐，我师兄是小乞丐，咱们整个山头就我一个女孩子，以后可好啦，有你啦。这满山的臭男人看得他头昏脑胀，终于来了个养眼的小师妹了。庄贤则是被旁边的王二狗一把抓起。王二狗一身雄壮的肌肉，他不太满意的拍了拍庄贤的身子。小师弟啊，你这也太瘦小了，看哥，羡慕不？庄贤从王二狗手上挣脱出来，朝老乞丐行了一礼。师公，我……话还没说完，脑袋上就被老乞丐重重的敲了一下。胡咧咧啥呢？谁是你师公了？我是你师傅。你爹那小崽子和老头子早就没关系了，别以为我收了你做徒弟就能帮你爹求情了啊，没有的事儿。提起庄天问，刚才还笑的王二狗笑容顿了顿，但很快他就调整了过来。师傅带你来了咱们巨人山，那就好好待着，你爹肯定是应允了的。来，说给你练练肌肉。不用了。庄贤的声音马上就被淹没在了一群肌肉叔叔的哄笑声中。巨人族的人崇尚力量，就算本不是巨人族的人，跟老乞丐跟久了也会被逐渐同化的。意念一手拉着辣辣，一手拉着百变，我要出去，我可没有同意到这里来。哼，没门，进了我老乞丐的眼中，那就得当我徒弟。老乞丐分外不讲道理，他行事随心所欲惯了，人家的怪癖顶多就是爱喝酒，或者养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老乞丐就厉害了，他爱收徒，看见有潜力的人就往自己的山里拐一拐。我不，一念再次要拒绝，可一个圆溜溜的东西被塞进了一念嘴巴里面。什么东西啊？那东西入口即化，还不等他吐出来，就已经化成一缕微凉的烟，顺着他喉咙直接下去了。别怕，小师妹，这是我们巨人山才有的灵果，飞烟果，里面都是很精纯的灵力，你感受一下。一念赶紧检查身体，果然体内那颗白色灵球球正在高兴地蹦跶。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好东西呢，而且完全不会拔苗助长。师傅虽然脾气古怪了点，但是对徒弟那是1等1的好。一开始有很多人来了，也闹着要走，但最后都对师傅心服口服了呢，抢着要留下来。我是有事要办，我不能一直留在这个山里。小师妹，你太可爱了，谁说我们会一直在这个山里呀？我们还是要出去的，就是不告诉别人身份而已。孟小琪拉着一念就往山脚下走。师傅说你是万寿国来的，你对五洲一点也不熟吧？那就先住这里好了。等等，你说这里是五洲？我是晕了多久啊？竟然到了五洲！等等，我是晕了多久啊？竟然到了五洲！师傅速度很快的，一会儿就到了。孟小琪一边说，一边拉着他到了一个黑黢黢的洞口前。你就住在这儿吧，我就住在你隔壁的洞里。住洞？即便是在魔剑的时候，他都没有住过山洞。这可不是普通的山洞，你看，腾腾，开门哦。下一刻，那紫藤竟然发出了古怪的笑声，那些藤蔓全部翻卷着往上挑，露出了里面一个巨大的空间。不过里面空间虽然很大，但是只有一张床。别的桌子椅子什么的可以让师兄们给你做，但是咱们用的一些修炼用的东西啊，就得去外面置办了。还有吃的也是，刚刚那紫藤便是看门妖藤了，你等会儿在看门藤上滴一滴血，他便认识你了，以后只会为你开门。别人要闯进来，首先就得过他那一关。你别看他长得丑，身家可是堪比5星人灵境强者的哦。孟姑娘，那看门藤是妖草兽的一种吧？妖草兽也能被驯化吗？五洲大地上有人族，还有别的类似巨人族和线族这样的奇特种族，而兽类当中又分为动物系灵兽与植物系的妖草兽，灵兽又分为被人驱使的契约兽和不能驯服的野灵兽。至于妖草兽，一念就没见过谁驯服成功过。这便是我们巨人族的能力啦！只要你还在巨人山之中，是我们巨人族认定的朋友，和我们一族同气连枝的妖草兽便不会伤害你。对了，小师妹，五洲外面还是挺凶险的，龙蛇混杂。你天赋虽然不错，可如今还未长成，实力可太差了，你可千万不能悄悄地跑出去，知道了吗？这个不用孟小七提醒，他也知道。而且这个地方的人看起来都很友善，至少安全这方面不用担心。
待他摸清楚周围的情况之后再跑。孟小七怕这位新来的小师妹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热情的像个便宜娘一样，帮一念生火，又把乌鱼给清理出来。咱们这儿灵药什么的一点也不缺，但是就是平常用的小东西太少了。你这连个锅都没有。锅吗？有的。一念将手伸进自己的空间灵宝里面掏了掏，他掏出一个黑黢黢的，看起来像是生了锈的铁锅。不好意思啊，我这个锅长得比较丑，因为这个锅是真的丑，还凹凸不平呢。这有什么？我给你炖。这不是上等法器吗？这可是上等的防御系法器。啊？是吗？我家中长辈给我的，说是让我兜水煮汤喝。没事儿，就用这个煮吧。一念毫不在意，这种他空间里面还有很多呢。孟小七满脸的不可思议的看向他，原本以为师傅不知从哪儿捡了个小可怜回家的吧，结果这么一对比，他们这些山里的娃娃才是小可怜。走，我们现在就去置办东西去。孟小七实在是受不了一念这么糟蹋上等铁锅，不，上等法器了。刚吃完就抓起一念走到了另外一处山脚下。你看好啊，这里是出入咱们巨人山的唯一通道，要有令牌才能进。不过小师妹你还不愿意当我们的师妹，所以令牌先不给你了哦。不用你的令牌，我能在这主人飞出去的。哦，那你试试看。拉拉不信邪，直接冲天而起，结果砰的一声，仿佛撞在了一个无形的屏障上一样，撞得他浑身骨头都要碎了。气死我了！眼看着暴躁拉拉又要冲上前，结果被一念拉住了。行了，下次再试啊，我们先出去。只见孟小七拿出了令牌，山爷爷开门。随后一念就看到了让他目瞪口呆的一幕，整座山忽然动了起来。这是厉害吧？山爷爷和师傅一样，都是巨人山的守护神。山爷爷呢，是堪比1星小境界的妖草兽。那剩下的4座山？是啊，都是山爷爷，大山爷爷、二山爷爷、3山和4山爷爷。孟小七眼神之中有着浓浓的骄傲。巧师妹，虽然我们是隐士势力，但我们很强。白家这段时间十分的死气沉沉，但这和被白家众人当成祖宗饲养的天马都没有关系。啊，好想那个浑身上下挂满了契合值的小姑娘呀！天马老大和小弟们交流道：要不我们去找她吧，让她做我们的主人。小弟们敢不敢走？天马们互相打了个响鼻，一只只的都跑到了门口。他们踮起蹄子，轻手轻脚的往外面走着。偏偏因为白家和帝后闹矛盾的时候，愣是没有人顾得上天马这边。等女奴们端着好吃的过来时，这才发现天马大爷们都没了。父老，不好了，天马们都跑了。相比于白家的多灾多难，帝后也没舒坦到哪儿去。哼，我风寻怎么会要一个容貌尽毁的女人做妻子？若是你的神兽还在，其实也不是不行，大不了成婚后我不碰她就行了。风家的长老们皱眉：寻儿，其实容貌并不是一个女子1等1重要的。风轩哪能不知道这些老家伙们在想些什么？他一点都没有给帝后面子。我亲耳听见那女人说的，契约已经断掉，神兽血凤已经回不来了。什么？白灵，这是真的吗？帝后心里一慌，风轩是怎么知道的？你在想我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哼，自然是你和你的好女儿在谈话时我听见的。要不要我再说几个秘密啊？比如白家的秘法。要不要我再说几个秘密啊？比如白家的秘法，那可是个好东西啊，连我都想要。又或者比如你女儿身上的凤元是从别人那里生挖来的。你信口胡言！风家长老怕帝后发疯，连忙将风寻扯回自己身后。还不快解除婚约！一个半废的御兽师怎么配得上我们寻儿？就算娶回来，也只能辱没我风家门楣。帝后死死地握着拳头，风家竟然敢如此欺辱他女儿。这样，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只要你能拿出让我满意的东西，我就过3个月再与这女人退亲。而且我也不会告诉圣山宗的人，神兽已经彻底不属于苏林燕了，不然他怕是连圣山宗的门都进不去吧。帝后气得浑身发抖。我提出的建议你好好考虑，我觉得帝后你那么聪明，一定知道我要的是什么的，对吗？哼，毛都没长齐的男人想威胁他？好，那就3个月，你姐回去等着。我只会停留2天，你快着些。哼！等风寻走了之后，帝后再也忍不住了，捂着心口被气得呕出一口血来。本就被袁心碎和老乞丐2人弄得受了伤，这会儿更是急怒攻心。帝后，您没事吧？我去叫灵医。没时间了，你去把燕儿带过来。
他们都看不上我的燕儿是吧？那我拼了命也会让我的燕儿重拾天赋。帝后，您该不会是想……别废话，快去把地基带过来。是。苏林燕被扶着走进来，她已经听说了所有的事情。母后，我不要嫁给风雪那种伪君子。母后当然不会让你嫁给他，缓兵之计罢了。也千万不能将秘法给他，等我日后成才了，必定将这个男人碎尸万段。还敢折辱于我，我要将他那玩意儿剁碎了，让他永远当不成男人。燕儿，你躺下。那庄贤恐怕就是那巨人族疯子的弟子，他的寿元咱们暂时是拿不到了。啊，那除了那剑种的凤元之外，你自身其实还可以再觉醒一次寿元，但你身上的寿元不算好，因为是在足骨上，所以母后暂时封住了它，准备之后让你的凤元吞了它养元的。苏丽叶一脸的不甘心，这种兽骨怎么配得上他尊贵的地基身份呢？但母后用精血帮你运养，便能将你的寿元移到你的头骨上。头骨有多重要，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吧？当然，这样做是要付出绝对的代价的，那就是帝后这一生将不会再有一点长进。可为了女儿，一切都是值得的。燕儿，我们开始吧。咱们走。那这通道……别看了，大山爷爷会把通道重新埋起来的。果然，五州和小小的万寿国根本不同。五州能人多，危机也多，小神境强者更是不算稀奇。看来以后在五州还是要小心行事，低调一些总没错。小师妹可真可爱，还小心翼翼地说要低调呢。娜娜和百变跟在身后，一边走一边背着阴念悄悄在身后过招。你比我离主人要近，你后退，我们得保持一样的距离。哼，你呢？你悄悄伸出手去勾主人衣角，别以为我不知道。两人谁都不服谁，可等阴念转过头来盯着他们看的时候，却又笑眯眯地粘在了一块。我们没有吵架哦，主人。阴念瞪了两只崽一眼，这时候却也顾不上他们了。咦，前面好像有人在打架哎！就看见了一群壮硕的男人，像死鱼一样被麻绳捆着，嘴里还发出嗯嗯的声音。叫什么？欠教训是不是？而这个娇小女人对面站着一群身穿青色衣袍的女人。那些青衣服是圣山宗的，看见站在最前面那个女人没？那是今年圣山宗新弟子里排位第一的，有仙灵子之称的女人，名叫圣仙仙，她也是圣山宗宗主的女儿。哦，她还和小师妹你一样的年纪，都是18，就已经是9重灵体了。喂，你们俩嘀嘀咕咕什么呢？你们也是圣仙仙那一派的，来我手上抢人的？孟小七见这个女人上来就用手指指小师妹，顿时就不高兴了，正要说话，却听见阴念面无表情地说着：“不是哪一派的，但你要是再用手指指着我，你的手就要没了。”孟小七猛地一噎，这就是你说的要低调吗？他们对低调的理解是不是有所不同呢？哟呵，好大的口气啊！老娘就喜欢啃硬骨头，你等着，我收拾了圣仙仙那女人，我就来和你打一场。他这口吻，阴念突然就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的熟悉。周少柔，你仗着你自己是周家人，欺负这种无依无靠的弱小有意思吗？还不快快放人！要不是我们凑巧路过，这几人怕不是要悄无声息的被你给杀了。我们圣山宗最是看不惯这种恃强凌弱的事情。喂，那边2个女的来帮忙啊，愣着干什么？不必强求，又不是每个人都有良知良心的。那是，谁能有我们仙仙这样的好心肠呢？整个五州，谁不夸咱们仙仙是举世无双又凛然正气的仙灵子呢？我们什么都没说啊，这2个人在自话自说什么呢？这圣山宗的人万会装腔作势的。你胡说八道什么啊？小门小户出来的人，便是只会妒忌我们圣山宗弟子罢了。盛仙仙眼中根本就没有一念，不提你本就不是我的对手，我们今日人多，你插翅难逃。我劝你还是乖乖的向这几位被欺负的人道歉，免得到时候我赶你回周家，让周家颜面扫地。呸！这几个人死有余辜，你少来搅和老娘的事情。那边人虽然多，但周少柔也不害怕，抡着自己的大砍刀就上了。这小姑娘是8重灵体，有吃亏哦。孟小七摇了摇头，主人，那被绑着的男人身上好臭啊，恶臭。是吗？我什么都没有闻到啊。很臭的，就是让人觉得很讨厌的臭味。小师妹，我们走。不许走，谁不知道你们和周家是不是一伙的？回去给周家人通风报信，都给我站在这儿！你们怕是找死！孟小七是彻底怒了，大步上前就准备动手，可就在这时，一道巨大的剑光就猛地对阴念斩了过来，竟然是那圣仙仙砍偏了。圣仙仙，你疯了？你打他做什么？
我们打架，你便冲我来。是那个女人没长眼睛吗？怎么站那儿啊？真是的，死了也活该。小师妹，孟小七吓得三魂六魄都没了，可扑过去也来不及了呀。那一道剑光斩来，一念连脚步都没动一下。周少柔瞪大眼睛，快躲开！话都没说完，就见面前红光一闪。这点程度哪里需要我们家主人出手啊？看我的！娜娜猛地一挺，那剑光直直居然被反弹了回去，咻的一声对着盛仙仙脑袋就削了过去。盛仙仙尖叫了一声，躲避得很快，但还是被削到了一些。他的头发被削了！天哪，他秃了！盛仙仙听了娜娜的话，猛地往上一摸，你敢动我的头发，我要杀了你！我看谁敢动我的小师妹！别以为你们是圣山宗的，我便怕了你。今日谁敢动我小师妹一根汗毛，明日我族便带着所有人踏平你们那不堪一击的矮山头。五星地灵境强者的气息顷刻间碾爆全场。五星地灵境，要知道这孟小希看起来也不过25岁左右的年纪，果然能被那老几个看上带回山上当徒弟的都不是天赋差的。圣山宗的弟子们顿时不说话了，他们其实都只是这一年的新入弟子，实力还不如圣仙仙呢。仙仙，要不咱们算了吧，这恐怕来头不小啊，也不知道是哪家的。算了。圣仙仙挡住自己的头皮，气得浑身发抖，把爆心玉捏爆。仙仙，那只能是在遇到危险和敌人时用，咱们是不是？哼，没用的东西！圣仙仙自己从他身上取出了爆心玉，猛地一捏，一束青色光芒直升天空，轰然炸开。你等着，我们圣山宗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哼，你故意朝我小师妹攻击我还没算账呢，让你圣山宗的人来。小师妹，别怕，咱们还没走出大山爷爷的保护范围。一念低头一看，一根手指粗细的根须朝一念摆了摆尖尖。小宝贝别怕，他敢弄你，爷爷就弄他。一念忍不住笑了笑，这巨人族的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都好可爱啊。你还笑？你都光毛了，不像你笑谁呀？光毛女。圣仙仙气得都要过来杀了这个小崽子，可又被人死死拉住。冷静啊，仙仙，你打不过他。一念懒得和这个傻女人说话，旁边的周少柔却忍不住了。喂，圣仙仙，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和我打呢吗？还打不打了？一念也是觉得这周家人果然一脉相承的好战，这姑娘都被几人围攻捶出血了，还想着继续打呢。那几个被忽视了好久的男人猛地朝圣仙仙哼哼起来。圣仙仙一脸烦躁，你去给他们松绑。我说了，这几个人死有余辜，不许你乱做好人。眼看着又要打起来，就在这时，无数的破风声响起。太好了，仙仙，是咱们宗门的人来了。仙仙，怎么了？三师兄，他极为委屈地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当然错全都是一念的。这三师兄名叫袁尚，也是5星地灵境强者。袁尚本就喜欢圣仙仙，闻言更是怒不可遏地看向一念。可话说到一半，袁尚的眼中猛地迸发出惊艳的神情。师兄，怎么一念的样子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之前明明只是一个比较好看的女人，此刻却惊艳到让人忘了呼吸。一念顶着他们怀疑的目光，下意识地往自己脸上一摸，糟糕，忘记吃变换容貌的药了。不过很快他就想起了这里不是万寿国了，不必再遮遮掩掩的。怎么没见过易容丸吗？易容丸？你也不是5州通缉榜上的那些家伙，你做什么要易容啊？周少柔从小就喜欢长得好看的人，刚才还指着一念你啊你的，这会儿恨不得说话都带上一个鸭字，要多软绵有多软绵。人长得太漂亮了，怕别人看见我走不动道了。你说的对。袁尚倒是不像之前那样咄咄逼人了，他仔细地盯着一念。你伤我师妹的事情，总要给我圣山宗一个交代。不过我先把这几个人的事情解决了。你们两家可真有意思啊！一家是我不听，我只要做我认为的好事；另外一家则是我就是不说，上去打就完事了。这几人到底是不是无辜的？你们听完周少柔说的再判断也不迟。你呢，把事情讲清楚。这几人真要是作恶多端，那他们便是不占理的那一方了。我路过东边石家村的时候，闻到了浓重的血腥味，那个村的人全都死光了。
我到的时候，这几个人正在杀人取血，地上还有奇怪的阵法呢。这几人竟然是修邪师？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绑他们？这几个人应该是刚修邪道，实力还弱，这才被我偷袭成功绑住了。我这是要带他们回周家，逼问出这些臭老鼠的老巢在哪儿。你们割开他们的血闻一闻，就知道他们是不是邪修了。修邪师的血是恶臭的，但是不割开闻不到。拉拉是顶级神兽，嗅觉更加灵敏，所以一下就闻到了。那你不早说？你让我说了吗？你不一上来就指着我的鼻子骂了吗？两拨人又要吵起来，一念已经没有兴趣再看下去了。走吧。等等，你不许走！你把我头发弄成这个样子，你还想去哪儿？师兄，帮我摁住他。修邪师的事我不管了，但是今天我要拔光他所有的头发。袁尚犹豫了一下，快啊，不然被我爹知道了，有你好果子吃。但袁尚还没动手呢，一念脚下那本就蠢蠢欲动的大山根须忍不住了，他要替自家小辈狠狠地教训这些个没脸没皮的。轰的一声巨响，那根刚才还和一念手指一样大的根须竟然变得一人那么粗，释放出的威压让那些只有灵体实力的弟子们全都趴下，动都动不了。眼看着这根须将盛仙仙整个人直接拎了起来。师兄救我！是小神境的妖草兽。前辈，我们知道错了，我师妹年幼不懂事，得罪了这位姑娘，我愿意替我师妹。叽里呱啦的烦死了。盛仙仙整个人吓得花容失色，下一刻根须把她剩下那些头发全部都盘整在一起。啊不，你想干什么？你要是敢对我怎么样，我爹爹不会放过。随着一声痛呼，一缕缕黑色的头发被咻咻咻的拔下来，盛仙仙的尖叫声此起彼伏，听得孟小七都捂住了自己的头发。看着就好痛哦，真可怜。所以啊，早安静的让咱们走，不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真以为这世上只有他一个人是金窝窝里生下的金蛋，谁都碰不得，谁都骂不得不成？要不是小师妹灵兽厉害，换个不如盛仙仙的人站在这儿，肯定当场就死了。很快，盛仙仙一头黑色头发就真的一根都不剩了，她光秃秃的脑袋像是一颗搞笑的鸡蛋。一念张了张嘴，正要说话，耳旁却冷不丁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小讨厌滚！”听得见吗？这是老妖婆阴女的声音。老妖婆，你怎么又千里阴境了？那玩意儿多浪费修为啊！你个小兔崽子，喊我老妖婆，你找死吗？一念嘿嘿一笑，趁着大山爷爷在教训人，孟小七只顾着看大山爷爷。一念往后退了2步：“老妖婆，我没事儿，你们放心吧，我也把子弹抢回来了，就是还没收拾掉那对母女，等我后面慢慢收拾。”我就知道我们念念是最棒的。念念，你发技够不够用啊？念念，你有没有瘦了呀？可我现在被巨人族的一个老头抓过来，非说让我做他弟子。不过大家放心吧，我宁死不从。他们彼此对视了一眼。巨人族？从！傻孩子，快从了他！什么？你是不是傻？人家要给你传看家本领，为什么不学？我就是这么教你的吗？可师傅只能是一个呀。谁说师傅只能是一个？还有，要我说多少次，我不是你师傅，你就是我捡回来的一个小玩意儿。去学。巨人族在魔族还没有被封印的时候，也是非常厉害的大族。是啊，念念，有便宜不占，这不符合咱们魔族的作风。上，榨干巨人族的绝学。早说嘛，我还以为你们会生气呢。放心吧，我肯定学好了，不给你们丢人。不过我现在在5州呢，我想找怎么解开魔剑封印的法子，这种破解之法去哪里找比较多啊？大嬷嬷脸上的笑顿时没了。其实对于出去这件事情，大家都已经不抱期待了，不过不忍心让孩子也跟着失望。以前5州有个圣山宗，人族所有势力里，他家古怪的功法和各种阵法和破封印之法最多。圣山宗？是的。知道他没事以后，阴女也是松了一口气，但她绝对不会在脸上表现出来。你要是能想办法混进去，那就混进去找找。行了，不聊了，浪费我修为，你自己看着修炼吧。阴女一挥手，单方面切断了和一念的传音。一念闭着嘴，听完之后沉默地看向面前一堆瑟瑟发抖的圣山宗弟子，而那位三师兄则一脸的忍辱。最关键的是，圣山宗最宝贝的圣仙仙此刻正被拽着脚踝，他从东边被荡到西边，又从西边被拖到东边，他还能混进圣山宗吗？大山爷爷，你把他放下来吧，我有事问他们。圣仙仙一下来就摸到了自己彻底光的脑袋，两眼一翻，直接晕死过去了。师妹，袁尚急忙将人抱进怀中，满眼戒备地盯着一念，这个女人到底还想做什么？三师兄，
袁尚被他喊得浑身一抖，差点脱口而出：“求你别那么叫我！”但好在他稳住了。这位姑娘，可否让我们离去了？可以啊，不过嘛，问你个事儿，你觉得我能不能进去你们圣山宗溜达2圈？姑娘莫要与我打趣，你又不是宗门弟子，是如何进去？袁尚笑容勉强，这意思难不成是他要带着这个古怪的妖草兽打进宗门？算了，我就是随口一问，你们走吧。看来还得自己想办法。圣山宗的弟子们飞快地跑了，生怕多留1分钟都要被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拔光了头发。那什么，那我也先走了。走，小师妹，前面就是5州之一的天一州的中心小城了，里面东西可多了。5州是5块大陆联合在一块的统称，以天字为开头，划分为1、2、3、4、5，一共5个州。而离巨人族隐居的地方最近的，便是天一州的城中心。刚走进城门，一念就忽然想到了袁心碎。哎，师姐，赤鬼谷是在几州啊？赤鬼谷？小师妹，你喊我师姐啦？你愿意留在我们巨人族和师傅学本事了吗？如果师傅还要我的话。他担心那个老头子一会儿一个想法，可别下一刻他回去就直接给他扫地出门了。要，老头子怎么不要？好，想通就好。师傅，你沿途悄悄跟着我们呢，那你刚刚怎么不出来啊？你还有脸提？这么好的打架机会，怎么不上呢？还让大山出手。师傅说什么来着？多打打才能进步，咱们自家人平时打不得。那刚才那些送上门的菜，你们咋不吃？小徒弟，下次再有这种事情，你都不用和他们废话的。如果实力和你差不多的，你就直接上去打，打不赢的就跑，回家来找师傅，明白？明白了。嘿，上道。他这小徒弟真是贴心，想法都和他一样。你刚才打听赤鬼谷干啥呀？怎么有小青狼在赤鬼谷啊？不是，只是认识的人在。成，等为师有空的时候啊，带你去5州，咱们浪一圈，去会会你的小青狼。一念无奈，都说了不是小青狼了。哎，对了，师傅，我想进圣山宗的藏书阁里面查点东西，有什么办法可以进去吗？他也就是问问看，却没想到，倒也不是不可以啊。这都可以？刚才圣山宗弟子因为我被吊起来打了。没事儿，师傅去和圣山宗的宗主说说。您还认识圣山宗宗主啊？我去唠2句不就认识了吗？徒弟啊，你等着，师傅呢去和人家唠2句。师傅，我一念话都没说完，老乞丐就消失在原地了。行啦，小师妹，咱们师傅从来都是想一出是一出的。师姐先带你去把该买的东西买了吧。2人买完了东西，孟小七还带着一念来到了一个特别有名的饭馆子。这里的食物都是用野灵兽的肉做的，非常滋补，关键是味道好。主人，我要吃鱼，多放辣椒，辣辣喜欢吃辣。孟小七的目光就忍不住落在这2个小家伙身上。谁能想到呢？这2个小孩竟然是2只灵兽。小师妹，我们巨人族还没有出现过御兽师呢，你是第一个。不过我听说御兽族自己实力都很脆弱，战斗的时候你自己要小心一些，知道吗？我入身没有那么差，没事的。小师妹，你就不要逞强啦，谁不知道御兽师自己一点也不精打，师姐又不会因为这个看不起你。一念也笑了笑，等以后慢慢就知道了。哎，你们听说了吗？那位天生凤元的地基要加入圣山宗了。是吗？哎，不是说地基的神兽被人偷走了吗？这说的是苏林燕，原来苏林燕是要去圣山宗的呀。哼，那这就更有意思了。圣山宗这个地方他就更想去了。是偷走了呀，但是你们绝对想不到，那位地基呀，除了凤骨之外，还是天生双骨呢。什么双骨？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事儿？剩下的那骨头在哪儿啊？孕育出兽源了没啊？急什么呀？我告诉你们，嘿，绝了！那兽骨啊，竟然是头骨。头骨？难怪能进得了圣山宗啊！地基什么时候来5州啊？我还等着看看这位得老天宠爱的人物是什么模样呢，真期待呀！一念握紧了筷子。头骨？苏林燕能有那么好的运气吗？怕是那帝后又做了什么吧？听说啊，已经启程了，估摸着这2天就能到了。圣山宗这下可热闹了，有一个天生9重灵体的圣仙仙，如今又来了个地基。圣山宗这新一届的弟子里啊，估摸着就这2人能一争高下了。那可未必吧？我看保不齐呀，就有那么一匹黑马冲出来。不可能，还有人会比他们2个的天赋还好？那边的声音顿时变得更大了，但一念已经没有心情继续听了。小师妹，来吃饭。圣山宗的事儿你别急，咱们师傅虽然看起来挺不靠谱的，
但一个唾沫一个钉，他说能让你进去，应当是能进的。知道了，师姐。一念笑了笑，心底已经有了几分期待。而他不知道的是，此刻在五州赤鬼谷的本家，袁心碎脸色阴沉的可以滴出墨来。去找他易容后的样子，大长老你知道的，画出来，齐告五州，3天内必须把人给我找到。少主，咱们一定能找到念姑娘的。袁心碎半合着眼，呼吸声都没有，看着十分瘆人。只是他藏在宽大袖袍里的那只手却紧紧地握着，看起来像是在忍耐着什么。赤鬼谷其他人是第一次看到袁心碎，见他这个样子，纷纷吓得头都不敢抬。咱们出去吧，少主喜静。慢着，少主还有什么吩咐？要贴到五州每一处，然后提供线索的奖励要丰厚。3天内我一定要见到我的念念，明白了吗？明白了。一念还不知道自己易容以后的脸要被做成一张张的告示，贴满五州的大街小巷。对了，师姐，圣山宗就在天一州吧？是的，反正师傅也过去了。走，师姐带你去瞧瞧热闹。虽然咱们进不去，但是带你认认门还是可以的。不过小师妹啊，你想去哪里是一回事儿，但是绝对不能进了圣山宗就不认咱们巨人族了，知道吗？你好好的当我的师妹，那师姐疼你到心里。你要是敢利用师傅翻脸不认人，那师姐吹到你头上。放心吧，师姐，我与那圣山宗是绝对不可能有良缘的。不提那圣仙仙的事，光是那苏林燕要进入圣山宗这一点，就足够让一念觉得恶心的了。但是师姐，再给我一点训练时间，咱俩谁锤谁还不一定呢。就是拉拉会努力晋级的。哼，靠你，主人得等到什么时候？一定是我先。一行人吵吵闹闹的，很快就来到了圣山宗门口。圣山宗不愧是五州大势力之一啊，光是一道门便如此气派。哇，旁边有个小摊贩的儿子，他爹在忙着给人家客人把东西装进包裹里，一不留神，这小孩就到了圣山宗的宗门旁边。小崽子，赶紧走！圣山宗的大门也是你能进来的吗？这一下，孩子根本没站稳，眼看着就要从那高高的台阶上摔下来。孟小七心头一紧，立刻要过去接，但有个人比他速度更快。那弟子也吓了一跳，但见那蠢孩子被人接住了，顿时气焰又嚣张起来。怎么？你看什么看呢？不知道我们圣山宗的达天门其实是一件高等法器吗？如若不是圣山宗的弟子，寻常人实力不到人灵境的根本进不去，会被直接绞杀在法器中。这孩子自己闯进来找死，我这是救他，你有什么好瞪我的？哼，这就是圣山宗的弟子吗？可真是长见识了。他们说着这样的话，却没想过，如果一念没接住那孩子，这么高的高度，那孩子若是头落地，还能活吗？你屁大点孩子往里闯什么闯？这不是找死吗？我们达天门是你们能碰一下的吗？哎呀，这就是达天门呐！我进来了，我又出来了。你怎么能？这么屁大点孩子，竟然就有人灵境的实力了呀！你们这门可真有意思呀！拉拉大声说着，让周围所有路过的民众都能听见。你们这门一不是为了挡住悍匪，二不是为了抵御外敌，竟然只拦不到人灵境的普通人。原来你们圣山宗是害怕这些实力差的普通人进去拆了你们的老巢吗？那你们圣山宗是有多么怂呀？比隔壁那小贩伯伯手上的烂菜帮子还菜呢！周围民众一听这话，顿时齐齐喷笑出声。你住嘴！就在大家以为这孩子要血溅当场的时候，大辣冷哼了一声，速度极快的绕过他斩来的剑，然后一拳狠狠的砸在他肚子上。一星人灵境的实力在拉拉面前根本就不够看的。拉拉得意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转头见那被捅的孩子依恋地抓着自己的主人，顿时就醋了。他噔噔噔地走过去，主人，你快夸夸我嘛！拉拉做的棒不棒？主人，你抱抱拉拉嘛！一念笑了笑，将孩子放下。好啦，去找你爹爹娘亲吧。小孩一步三回头地看着他，眼神很是依恋。一念没看见，但百变看见了，这个孩子好像哪里怪怪的。那个孩子也感受到了百变的目光，抬脚便跑了。算了，管你是谁，只要别纠缠我的主人就好。一念抬手将拉拉抱起来，真棒，我们拉拉保护了自己。那白师弟还在叫嚣着，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五州白家的人，又是圣山宗长老的亲传弟子，我师父可是天灵境强者，等我师父到了，你便是给我跪下也来不及。话都没说完，他整个人又被踹飞了出去，这一脚可比拉拉凶多了。白家人，哼，那你就更得挨打了。与此同时，在圣山宗里，关门弟子们看着站在宗主面前的老乞丐，
冷汗一滴滴的落下来。这人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他们宗门里的？圣山宗宗主圣红眼底有着深深的忌惮。你就是那圣山宗宗主吧？我找你也没别的事儿，我有个小徒弟，觉得你们圣山宗挺好玩的，你能不能让他进来溜达2个月啊？当然，老头子我肯定会帮我小徒弟交学费的啦。我圣山宗只有圣山宗弟子可进，这位前辈请回吧。那不行，我给我弟子夸下海口了，你说怎么样才能同意让他进来？我那小徒弟人又乖又聪明，还听话，你半点不用担心，只要他过来，绝对不会给贵宗添麻烦的啦。这不是弟子乖不乖的问题，圣红要逐渐失去耐心了。我看你头发花白，叫你一声前辈，但若是你不依不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哎呀，有话好好商量嘛，干什么打打杀杀的呢？这样你也弄2个弟子到我们山里去学习咋样？我们那山随便可不让别人进哦。山？他知道五州有许多隐士大族，莫非这老头也是其中之一吗？哎呀，就是老乞丐还未说完，外面一个弟子就匆匆跑进来。师兄师姐们，不好了！白师弟被一个女人和小孩打得满嘴都是血啊！什么？小孩是怎么回事？白师弟还打不过一个孩子？袁尚已经从看见自家师妹被拔毛的阴影当中走了出来，他一出现，大家立刻就跟找到了主心骨一般围了上去。三师兄，你快去外面看看吧。圣山宗最厉害的大弟子和2弟子都在闭关当中，所以袁尚便是弟子里面最强的了。大家见他来了，纷纷叫嚣着要去给一念好看。放心，还没人能在咱们圣山宗外面耍完横能好好的走出去的。宗主圣红见状，笑着对老乞丐说着：我们宗门的弟子向来一致对外，让您见笑了。是挺好笑的。圣红脸色顿时就黑了。行了，咱们这点事到现在都还没掰扯清楚呢。你小子是想知道老头子我是什么人，背后什么势力，值不值得你让外人的弟子进来学习的吧？老乞丐不想浪费时间了。小子，你看好了。你是巨人族，可巨人族不是早就消失了吗？我们巨人族可没那么容易消失，你就说换不换吧。我这边出4个弟子，你这边也可以出4个弟子，不用刻意去教，就让他们在旁边站着看，能学多少学到什么，全看弟子们自己悟性，怎么样？好，就这么定了。隐士大族的修炼方式，能学多少都是好的。嘿嘿，一言为定，明日我就送弟子们过来，你也准备一下吧。这边一念和孟小七正打算走呢。不许走，伤了我就想这么走了。几个圣山宗的弟子迅速的朝2人围攻过来。好烦人啊！孟小七一招手，重锤直接出现，锤飞了几个来抓一念的弟子。5星地灵境强者，天灵境实力便可成为宗门长老了。5星地灵境，这即便是在5州也能做一方小势力的守护人了。袁尚师兄来了！太好了，师兄来了！这2个女人就等死吧。这袁尚这俩字儿有点耳熟啊，仿佛在哪里听见过。一念想起这是哪号了不起的人物了，脸上顿时露出一丝耐人寻味的笑容。别担心，是咱们老熟人了。袁尚被诸位师兄弟们簇拥着，他站在高高的台阶之上，视线缓缓下移。是谁胆敢在我圣山宗门口撒？你怎么？旁边的弟子们就更是一脸惊疑。三师兄这是怎么了？原来是你啊！又见面了。一念这个笑一下就刺激了袁尚，想起了圣仙仙当着他的面被一撮一撮的拔光头发的样子。一瞬间，袁尚只觉得面前都是飞舞的头发。后退，都后退，注意脚下！师兄，你疯了吗？就这2个女人，你为什么吓成这样啊？你懂什么？这地下有根，你们想被拔头发吗？师兄，你怎么了呀？师兄，你是被吓蛊了吗？你在说什么胡话呀？袁尚更加悲伤了，师弟们都不能理解他。小神境的妖草兽一瞬间暴起，将他们所有人全杀了，都是可能的。这傻子不会以为大山爷爷的根须能跟着我们走这么远吧？一念笑了笑，没有说话。袁尚带着众人继续后退着，神情紧张地看着一念2人。2位又来做什么？难道之前做的还不够吗？哼，不要做出你们被害的样子，好好问问你那个好师弟刚才做了什么。今日目睹了全场的人，门外有不少，你随便找个人问问，便知道你那好师弟为什么会被打得像狗一样了。你贱人，还敢张狂！辣辣气的磨牙。主人，你让我去打死啊！但是有人比他更快，一团黑雾出现在那白师弟面前，啪啪2耳光打在了那白师弟脸上。这什么东西啊？袁尚大惊，一道灵力直接击中黑雾。
灵力打散了雾气，却半点没伤到实体。刚才那是什么呀？弟子们还从未看见过如此诡异的招式，只有一念，他感受到那是百变的灵力波动。一念眯起眼睛，娜拉是很好看透的，潜力也是一目了然，战斗力十足。只有百变，各种诡异的天赋能力，还有摸不透的本体，他真的只是一只虫兽吗？妖女，你们做了什么？他没做什么，他动都没动一下呀，是他嘴巴不干净，遭天罚了吧？圣山宗的弟子们都快被气死了，你个3岁小孩骗鬼呢？念念，小七。老乞丐见两边最终还是没打起来，直接走出去喊两人：你们干什么呢？跟师傅回家去。那什么，你不许走。老乞丐才不管这些怂脚鸡，打一架都不敢，就会放嘴炮，没意思的很。他激动的和一念邀功：小徒弟，师傅给你把事情办妥了。是呢，这样他都能同意。老乞丐眼珠子转了一圈，没告诉一念，人家同意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和弟子被他们揍了，反正他已经答应了，要是敢反悔，嘿嘿，那他就有理由带着徒弟们出来动动筋骨了。一念闻言立刻露出一个笑容：诸位，那咱们明天见了。弟子们懵了，谁要和他明天见了？但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怒骂出声，一念已经被老乞丐拽着消失在原地了。见没热闹好瞧了，周围的看客也都散开去了。你可不能光顾着做生意，不管你孩子了，知道吗？知道了，走吧，儿子。等到一个人都没了，小娃娃才松开了牵着男人的手。怎么了，儿子？父子游戏我玩腻了，本来想装作炸死的样子，整一整圣山宗那些不讲道理的人，但是没成功。不过这也没关系，托这事的福，我找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呢。你醒过来吧，我不需要你了。男人浑身一颤。哎，你是谁家的小孩啊？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你爹娘呢？没有爹娘哦。大叔，这些天的游戏我玩得很开心，报酬给你。现在我要去找那个更有意思的人了，他身上的气味好香呢。孩子一边说着，一边给男人递了个袋子。妈妈，一袋子的灵晶呢？男人抬起头来就要拒绝，却发现小男孩已经不见了。而与此同时，从万寿国飞过来的天马们哼哧哼哧的高兴喷鼻，他们来了，给自己找主人来了。一念不知道白家那些马大爷们偷偷跑出来找他了。他和师傅还有孟小七已经回到了巨人山里。喂，有空吗？和我聊两句。庄贤脚上被迫绑了2个锻炼肌肉的天玄铁，正待在耳垢师兄旁边，一脸苦涩。好，我们旁边聊。他终于能卸下这个玩意儿了。师妹，你是不知道啊，这个东西真的太沉了，根本迈不动腿。臭小子，你懂什么？这天玄铁可是中等法器，你带着这玩意儿修炼咱们巨人族独有的神行步功法，才能达到最大效果。庄贤无奈的摇头，他是御兽师啊，他不打算走炼体这条路。两人来到了僻静处。小师妹，你找我什么事啊？打草山庄庄贤，你知道我是谁吗？庄贤心口一紧，他眯起眼睛。我们以前认识？一念不说话，直接从怀中拿出那个身份牌。你是救了我妹妹的那位神秘人？是的。原来是你，若是你的话，要帮什么忙尽管说就是，我肯定帮。我要一个能彻底不让人急心的身份牌。一念现在手上拿着的这个只能过那种不严的审查，我圣山宗那边一定会仔细查每个人的身份牌，但身份牌是每个5岁的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就会有的，超过10岁便再也不能有了。你妹妹还没往上申报，已经去世了吧？啊，并未。庄贤根本没有要问一念为什么没有身份的事情。5州大地有许多被丢弃的孩子，其实都没有身份牌。庄贤连忙从自己的兜里掏出一个绿色玉牌，上面印着一个巨大的烫金数字，是专门的人用特殊的法子印刻上去的，造不了假。这身份牌是我不愿意销毁，故意留下来的，全当他还在了。但是如果是给你用，想必妹妹也会同意的。我可以向你起誓，必定不会用这个身份做任何伤天害理、有违天道之事，绝不给你妹妹蒙羞。不必起誓，我怎么会信不过我家人死前都感激的赞不绝口的人呢？我不会放过白家的，这笔账以后总要一点点清算。我与白家也有血海深仇。一念将血液滴在那身份牌上，按理来说，人死了，这牌便要被回收上去毁了，但庄家并未上报他的死讯，如今这身份牌便可以重新滴血认主。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会传信回家，父亲那边也会统一口径，以后你便是庄家的2小姐了。放心，我妹妹年幼时多病，本就是养在屋子里，根本没有朋友。只要我和父亲咬定了是你，便不会有人认出来。多谢。一念刚说完，远处的天边突然燃起一片火红，自下而上飞窜着，然后炸开鲜红如血的明亮。那是什么？就那个圣山宗呗。这个宗门啊，爱出风头，极要排场，每年一次的开宗收弟子大典上就要放这东西，让整个天一州的人都能看见。孟小希从旁边走过来。那他现在在放什么？这圣山宗的人是不是有病啊？无缘无故的还要放一炮？
他们不是有病，圣山宗1年只收1次弟子，但凡事都有例外。这是要告诉所有人，他们圣山宗抢到了一位就算是破例也要收的绝顶天才了。老乞丐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一念身边，这是做戏呢，净整这些没用的，以他们的速度至少要到明天早上才能到，这会儿就开始嘚瑟了。老乞丐说完低头看了一眼一念，小徒弟，明日你便要去圣山宗了，我会让庄贤、小七和二狗陪你一起去。巨人族的辟邪功法我先教你一样，是我们巨人族特有的神行步。二狗和孟小七点头，师父果然看中小师妹，他们当时来的第1天可没资格学这个，却没想到师父咂了咂嘴，你吧，已经把圣山宗的那些个弟子给得罪干净了，既然是交换弟子的话，那师父也不好总去帮你打架。你学了这个，咱们打不过的时候至少还能跑，是不是？师父，你就不能盼着点我们好啊？谢谢师父。当然，指点什么的你就别想了，我老头子只负责收徒，不到瓶颈别来找我，自己看着功法练吧。老乞丐一点一念的额头，这功法是来自巨人族的传承技艺，一念只能自己学，无法传给别人。一瞬间，一念就感觉脑子像是要炸了一般，痛得他下意识的想抱头蹲下了。哦，差点忘记给你了，你也来一下。这下好了，抱头的成了2个人了。一念缓了好一会儿，才逐渐恢复清醒。第一件事就是查阅那功法，却发现那并不是文字，而是一团灰色的气。小师妹被骗了吧？这就没有功法，只能身传。你不断的用灵气喂养你这气，驱动双足，便是咱们的神行步啦。所以啊，圣山宗的就算来也学不走咱们的神行步。不过咱们可以找他们练练招啊。等明儿个圣山宗的来了，大家记得让他们好好的操练一下。放心，咱们族最热情好客了。小徒弟啊，师傅别的要求一个都没有，你必须得比圣山宗的那些新弟子都出色，知道了吗？不然你师傅我这老脸没地方放了。师傅尽管放心，我放过谁都不会放过他的。与此同时，那与一念有过一面之缘的古怪孩子终于找到了一念所在的巨人族位置，这里有好多好强的气息，我在外面等着他出来吧。第2天，躺在床上的一念猛地睁开了双眼，耳垢和孟小七都在外面喊他：念念，咱们走。念念，这是咱们每一个新来的弟子都在人灵境会用到的法器，一个传一个。庄贤，这次去念念才是活靶子，而且你也没到人灵境，先给念念，你没意见吗？庄贤摇了摇头，他怎么会有意见呢？虽然一念已经有很多法器了，但是基本都是魔族用的多一些，如今魔族未出，他的身份就不能暴露。这全套名为招火，咱们师傅当年亲自制作，你收好，争取这次让招火在圣山宗发挥他应有的实力。谢谢师傅，谢谢诸位。一念先体没有感动是不可能的，过去18年他过得凄苦惨痛，如今遇到的所有人都是好人。去吧，师傅有空会来看你的。走到大山通道那时，他走在最后面，往前一抬脚，却发现有东西缠住了他脚。一念低头一看，却发现是大山爷爷的树根，还没等他问一句怎么了，那树根卷着一样东西塞进了他怀里，好像长辈偷偷给自己喜欢的孩子塞糖果一样。谢谢大山爷爷。树根摸了摸他脑袋，高兴的在一念面前扭了3扭，才钻回去。一念摸了摸自己胸口，里面鼓鼓囊囊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到时候再看吧。虽然从山中走出来，一直蹲在树下那个小男孩就站了起来，百变的感知很敏锐，他猛地扫视过来，小男孩顿时变了脸色。那只兽发现他了，而且他的血脉纯净度比自己要强，刚才那一下压制就已经让他腿脚发软了。百变冷哼了一声，一把扯过旁边的辣辣，你看那是什么？他之前的感知果然没出错，之前他就觉得那圣山宗门口的小孩怪怪的。辣辣一看，本来就很大的眼睛顿时就凸出来了。哼，不许你过来，你走开！你敢觊觎我主人，我就杀了你！有一个百变分享主人的爱已经很难受了，眼见一念他们走得越来越远，小男孩眼底闪过一抹不甘。哼，你们不让我跟，我就不跟了吗？他总能找到一念落单的时候粘上去的。一念和耳垢他们来到天一州的时候，发现街道上没什么人。这是怎么回事啊？也不是晚上啊，怎么就没人了呢？年轻人，你们不去看热闹啊？啊，什么热闹啊？难不成是圣山宗哪位弟子回来了？嚯，什么弟子啊？是咱们天一州那赏金墙上贴了个新的学人告示，划重金找人呢。听说找到人的话，功法灵精还有法器有很多，真要找到了那就发了呀。找人？找谁啊？谁知道呢，咱们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孟小七有些蠢蠢欲动的，但是旁边的耳垢瞪他一眼，先去圣山宗办正事。
孟小七撇嘴，刚走到圣山宗附近，砰的一声，那熟悉的金红色光芒猛地窜上了天空。哼，看来是那位地基来了呢。帝后也给足了这位地基排场，派遣了一整支灵兽军队来给地基开路。他失了眼睛的那半张脸戴了面具，而他手上肩膀上还端着一只金色的似蛇一样的东西，额头有2个小角，这竟然是龙不成？怎么又是一只神兽啊？难怪啊！我说圣山宗怎么排场这么大？命好啊，人家配得上这样的排场。看着天空上为他而起的红云，苏林烟眼底闪过一抹满意的神情。轰轰的脚步声正往他这边靠近过来，一个胖婶子带着一帮人往这边凶猛地冲刺着。苏林烟却见怪不怪了，都是来瞻仰他肩上神兽风采的一群凡人罢了。却不料那群人直接冲了过来，在他目瞪口呆的目光当中无视了他。就是他，我就看他长得跟那画像中的人至少有5分像呢，说不得他就是赤鬼谷要找的人呢。赤鬼谷那边贴出来的是一念吃了易容丸之后的脸，大长老还以为一念会继续吃易容丸，可就算是吃了易容丸，容貌至少还是有5分相似的。再加上赤鬼谷那边的画师画了之后，袁心碎看得勃然大怒。我的念念没有这么丑，你是找死吗？吓得那画师又在大长老凝出的容貌上又美化了几分。这么一看，画像上其实就和一念本来的容貌有至少6分相似了。小姑娘，来，婶子问你个事儿啊，地基、圣山宗，那和他们这些老百姓有个屁的关系啊？他们更加关心自己能不能找到那告示里面的漂亮姑娘，拿到赤鬼谷开出的那些奖励，好吗？旁边跟着他一起走的圣山宗弟子们不高兴了，弄得这么大排场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别人羡慕他们的圣山宗吗？尤其是圣山宗长老沉着脸，前面是什么人？把路都堵住了，像什么样子？真是没有教养。怕是哪个哗众取宠的人吧？只是这里是咱们圣山宗的门口，他如此无礼，长老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阴念被人层层围在中间，他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的混乱，但阴念还是抓住了重点。你们说是天武州的赤鬼谷发告示找人？大家齐齐点头。阴念吃了一惊，他有想过，但是没想到袁水水会花这么多赏金大肆找他。听说在每个州都花了大力气寻呢，那人是你不？大家眼巴巴的都等着阴念点头拿赏金呢。阴念皱眉正要说话，都挡在我圣山宗前面做什么？还有没有点廉耻教养了？都挡在我圣山宗前面做什么？还有没有点廉耻教养了？阴念脸色一寒，抬起头去，也就是这一抬眼，让已经距离阴念很近的苏林燕一眼就看见了他。那一瞬，苏林燕盯着那张熟悉的脸，觉得浑身血液都仿佛开始逆行。阴念朝着苏林燕弯唇一笑，那一笑仿佛是从无边炼狱里面爬出来的恶鬼。苏林燕终于忍不住了，鬼，是鬼啊！你是不是来索魂的？鬼，贱种，你是来索命的，是不是？滚，滚！圣山宗长老本来还想说话呢，被旁边的苏林燕猛地这么一嚎，整个人顿时一顿。燕儿，你怎么了？你清醒点儿。苏林燕僵硬的眼珠子动了2下，她终于反应过来了。你没死，你从魔剑里出来了，是你做的，一切都是你做的，你还抢走了我的神兽，你成魔了，你是魔族。此话一出，众人皆惊。此话当真？是真的，是真的！长老，你快处死他！孟小七和耳垢第一时间护住一念。你敢！就在这时，庄贤猛地站了出来。胡扯，根本就是胡扯！就是这些白家人害死了他妹妹，如今还想陷害他妹妹的恩人。你万寿国地基是生来尊贵，但尊贵便可以空口白牙污蔑人不成？我胞妹自小与我一块长大，现在你竟然疯疯癫癫的便要污蔑我小妹身份清白，我看你是失了一只神兽，伤心过度，得了失心疯了。周围人顿时发出了哄笑声，气得苏林燕一张脸通红。渔民，大胆！哼，少在五州摆你的地基威风，莫不是还觉得这里是万寿国不成？难不成我们这些人就都是渔民？就你高高在上，趁早收起你地基的那套傲气。五州5大家族的孩子们都没你这般过分。庄贤的话一句接着一句，孟小七和耳垢听得目瞪口呆。他们一直觉得庄贤这人平时不爱修炼，就喜欢看各种书，没想到读书人骂人还真不一样。就是啊，渔民，咱们天一州可不兴这套。那圣山宗的长老气得不行，觉得这些人一点都不给圣山宗面子，连带着看向苏林燕的眼神也带上了几分不满。但他心里当然还是向着苏林燕的。你说你不是魔族余孽，你拿什么证明你的身份？可有身份牌？长老，这女人根本不会有身份牌。贱种，有本事你就拿身份牌出来。
可若是你叫我掏我便掏，那我的脸往哪放呢？你说我是魔族余孽，我说我不是，你便要我证明我自己，可你如何证明你说的是真的？难不成你以为你自己说的话便是绝对的真理吗？我看你是心虚了，你今天要是拿不出来，你便是魔族余孽，你便是魔族余孽，人人得而诛之。耳垢再也忍不住了，满嘴喷粪。巧师妹，你放心，师姐相信你是个好的，只要你本心为善，无论你是什么，我们都能容你。师姐放心吧，虽然如今不能告诉他们实情，但他一定不会拖累巨人族的。一念深吸了一口气，直接把身份牌拿出。苏林燕，你看好了，什么魔族余孽，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呢？看来地基您真的是伤心过度，脑子不好使了。你这身份牌是假的，抽他的心头血，便可以查到他体内到底有没有魔元素。你欺人太甚！一道声音怒斥而出，众人只看见耳垢浑身猛地膨胀，一念抬眼看着，发现耳垢师兄那小小的眼睛竟然随着身体的膨胀还是那么小。你圣山宗欺我巨人族无人吗？耳垢重重的一跺脚，地灵境巅峰的实力顿时让在场无数人心生畏惧。这个人年纪这么轻便如此厉害，这天赋比起圣山宗大弟子也差不了多少了。不过他说完就悄悄看了一眼四周，谁都没有注意到他，都在盯着一念和那长老。好机会呀，他要去找吃鬼谷的人，告诉他们一念在这儿。你这是在我圣山宗门外撒野吗？他是天灵境强者，抬手就要去强压耳垢。那一瞬间，一念觉得自己兜里那大山爷爷给他塞过来的东西忽然发出了滚烫的温度，好似只要那长老胆敢出手，就会有强大的力量瞬间从一念衣兜里面破开而出一样。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凭空炸响，都给我住手！宗主圣红黑着脸出现于众人面前，他不变喜怒的目光看了一眼一念，又转回到长老身上。怎么了？刚才还一脸骄傲的苏林燕刚要抢着说话，身上却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压力，压得他根本就开不了口。长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了一遍。都是这个丫头挑起来的事儿，宗主您可不能放过她。圣红却没有如他所想那般，他皱紧了眉头看向一念四人。巨人族的？正是。圣红在心底暗骂了一声，就知道那个老乞丐的弟子根本就不是善茬，净给他找麻烦。他唯一的宝贝闺女儿还因为昨天被人欺负了，躲在房间里面哭着闹着不肯去巨人族学习，导致现在圣山宗这边的4个弟子都还没有出发呢。身份牌给我看看。一念直接把身份牌丢了过去，神情里面半分对圣红的畏惧都没有。圣红检查了身份牌，你和你哥哥长得并不像。龙凤胎自然是不像的，男人和女人的差别更是天差地别。怎么，还是说宗主您想取我心头血？旁边围观看热闹的人都忍不住啧舌。咋可能呢？取了心头血，天赋就毁了，那不是让人断送一生吗？对，宗主取他心头血。闭嘴！我在这儿，长老在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吗？圣红也觉得这弟子是被捧得有些太过分了，说是苏林燕乖一些，他自然给足排场。可这人怎么不分场合呢？有小神境强者做靠山，巨人族为后盾，你想取他心头血，简直是痴人说梦。不用你的心头血，但既然大家心底存了疑惑，还是说清楚比较好，对吧？只要你的一滴血，我就能辨别你身上有没有魔元素。说是没有，你肯让你的宝贝弟子和我道歉吗？这个自然是看他自己，你也可以选择现在回去，不进我圣山宗，我自然不会为难你。只是那样的话，少不得整个5州都要在后面悄悄调查一念这个人了。魔族是他们都忌惮的存在。小师妹，若是不愿意，我们便不进去了。不必，师兄，我怕什么呢？他沉神内视，想孵出2颗井水不犯河水的珠珠，顿时一颤。那白色灵力珠子接收到主人的指令，直接往黑色珠子挨了过去。白珠子释放灵力，血液中的魔元素瞬间被灵力覆盖，也多亏了他灵魔一体，可自由切换。一念直接咬破了手指，血液凝聚成形，用灵力包裹的血液就落到了圣红手上。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死死地盯着圣红的表情变化。须臾，圣红睁开了眼睛。欢迎你们来到圣山宗。周围顿时一片哗然。不可能的，你明明就是那个贱者，不可能是庄贤的妹妹。难道这世上真的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地基，我不知道你与那个和我妹妹长得相似的人到底有什么过节，但你一口一个贱种，怕是也不好吧？这就是你身为一国地契的教养吗？就是，粗俗不堪。苏林燕这才猛地脸色一白，实在是因为看见一念，吓得他什么都忘了。他竟然都没有维持住自己那高高在上、缥缈如新的模样。喂，你是不是该给我们念念道歉？我们念念也没招你惹你，你上来便是一顿为难。我堂堂地基，怎么能给他道歉？就是，
证明你们自己的清白还不够吗？若是凑巧长得像，那也就是个巧合，你们何必咄咄逼人？盛虹对此并不表态，他也不愿意让自己做梦的弟子低头道歉。一念冷笑了一声，看向苏林燕：“看什么？我怎么可能和你这样的女人道歉？”一念冷笑着盯着他，这事儿他是绝对不可能轻轻放过的。活动了一下手指，往前踏出一步，正要说话，一道声音抢先一念一步发了出来：“你敢与我列阵受斗吗？你敢与我列阵受斗吗？”苏林燕肩膀上那只灵兽猛地冲百变咆哮着，神兽血脉容不得挑衅，他当场便对着百变扑杀了过来。哼，来得好！一个巨大的光阵顿时就将两兽给笼罩住了。金龙，撕了他！金龙咆哮着冲百变杀了过去。完了，那小姑娘太冲动了，哪怕她的灵兽有点特殊，可以变成人形，也不可能和神兽抗争，是不是？可下一刻，众人眼神一凝，只见那只小小白白的手猛地抵住了猛冲过来的金龙脑袋。这还没完，小小一团的百变直接抓住了金龙尾巴，将它整个如同一条不听话的藤条一样，一下又一下的抽打在地上。阵法之外一片死寂，苏林燕眼瞳颤抖着，她为之骄傲的神兽竟然毫无反击之力。若是不想我弄残你的灵兽，你道歉，对承受了你18年折磨的我最爱的主人道歉，对我虽然不是很喜欢，却依然愿意护着的我的同胞纯鸟道歉。他要他低下那颗令人厌恶的脑袋，然后付出代价。什么？怎么可能？那小孩本体是什么？耳垢也露出了惊讶的眼神，直到看见了百变将金龙压在地上暴揍了之后，才猛地回神。我还以为这俩孩子是小师妹的孩子呢。哼，小师妹才多大？我哪知道小师妹多大？耳垢就是典型的满脑子除了修炼万事不入耳不走心的那种人。孟小希觉得这大块头真的是没救了。苏林燕浑身发冷，不愿意接受自己辛苦孵化出的神兽根本打不过这么一个普通小男孩的结果。你休想，一定是你做了手脚，说你用了什么下流手段把我的金龙变成这样了？我的金龙可是神兽，神兽怎么会输？哼，凭这也是神兽吗？他此话一出，圣山宗的长老包括宗主都齐齐变了脸色。这话是什么意思？先不提神兽也分3、6、9等，这家伙出壳却不能化成人形，便是打肿了脸，也只能算是一条血统浓度不够的小蛟而已。再说了，便是龙，在我面前也要低头，你就算化龙又如何？话音落下，他又一脚狠狠地踹在金龙，不对，金蛟的头上。金蛟哀嚎了一声，正要低头认输，却不料百变猛地抵住了他低下的头，直接把金龙给打晕了过去。哟，这怎么晕了呀？灵兽自己不认输，那我便可以一直打，打断他的筋骨。你低不低头，道不道歉？你低不低头，道不道歉？苏林燕浑身发抖，脸色苍白，摇摇欲坠。盛虹见状，黑着脸刚要说话。盛虹宗主，我与苏林燕实力可是对等，你贸然插手不好吧？当然，说是盛虹宗主当真连自己的身份都不顾了，插手弟子之间的事情，我也会让百变收手的。盛虹被这2句话堵得浑身难受。哼，那你如此说，你师父可是不要脸？对啊，我们师父就是不要脸。你和我们师父一样吗？你和我们师父一样吗？只要你不要脸，被膈应的就是别人。盛虹的嘴角狠狠的一抽，他要面子的很，自然做不出老乞丐那副鬼样子。苏林燕，你的灵兽若是没了，你便不再是我圣山宗的弟子，道歉。苏林燕又怒又觉得羞耻，看着周围人打量他的目光，就仿佛在看一个笑话一般。可他的金蛟若是废了，那他和母后的心血就真的废了。苏林燕浑身发抖，像是从牙缝中挤出来一般。对不住。话音刚落，咔嚓一声脆响，金蛟的尾巴骨又被百变一脚踩断。哼，你道歉的态度呢？不低头，不弯腰吗？好好的道歉，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再这么敷衍了事，我便踩碎他脊骨，让他一辈子都直不起躯体。苏林燕好似要晕过去了，她求助地看向周围的圣山宗弟子。圣山宗的弟子们完全已经被百变的威势给惊住了，还没缓过来呢。没办法，苏林燕缓缓地弯腰，喉咙里面像是被插了无数针一样难受。对不起。一念没有表态，而是让他弯着腰一直保持这个动作，保持了很久之后，微笑地把人扶起来。没关系的。一念笑得得体又温柔，让周围看戏的人心里那口气就松了。也是，
不和解还能干嘛？人家已经是圣山宗弟子了。盛红揉了揉眉心，他只想让这件事情快点过去。行了，都进去吧。今日真是把我圣山宗的人都给丢光了。而也就是在无人关注的这一刻，一念才贴近苏林燕耳边，轻轻道：“反正我也不会原谅你，永远都不会。”苏林燕眼睛死死地瞪大突出，她被一念这句话气得满脸狰狞，最终怒极攻心，一口血吐了出来，当场晕了过去。圣山宗的弟子们这才注意到她，纷纷挤走一念，将苏林燕扶起来。大人气吐血，你满意了？真是一个歹毒的女人。从昨天他救了那个孩子的事情开始，就注定这些弟子不会喜欢他。不过一念也不在意就是了。对，我满意了。小师妹，我们进去了，别管他们。哎呀，怎么办呢？他身边那2个好强呢，一定不会愿意我跟过去的。啊，有了，我变成原形再进去不就行了？我原形又不惹人注意，那头破门也拦不住我。一只小小的紫壳蜗牛竟然出现在地面上。蜗兽一族是很弱的，但是他不弱，他生下来就和别的蜗不一样。他自信自己是可以打动一念，让他收自己为契约兽的。加油，你可以的，我你可以的，我冲呀！然后就以一往无前的决心和气势，飞快地拔出了一根头发丝儿的距离。圣山宗内，一念看着放在自己面前的衣服，这是什么意思啊？到我圣山宗，自然要穿我们的弟子服。可我不是你们的弟子，我不穿。是啊，这衣服穿男人身上还娘们唧唧的，我怎么锻炼肌肉？行了，都随他们，不穿也好，免得到时候你们犯了错，还要我圣山宗担恶名。哼，你们圣山宗还有什么美名不成？没想到这个女人也是御兽师啊，那个小女孩也是神兽。不是吧？那说不定是妹妹什么的。要我说呀，御兽师还不如咱们修灵体的，但凡灵兽不在的，咱们一拳头就能把他打死。有人这么说了之后，弟子们看着一念的目光就变得不善起来。是啊，只要百变不在了，他们就和一念列阵对战，只要他答应，抓起来打一顿不也没事吗？若是不答应，那正好了，见一次笑他一次。只是这列阵对战只允许等级差距不超过3星距离的人。弟子们眼珠子转了转，长老，这人身上有灵力的话，那就证明是修灵和御兽一起的，对吧？进咱们圣山宗的大门，怎么可以不测实力呢？就是测，一定要测。不测怎么知道他的等级？找他单挑呢？你也看见了，这就是我们圣山宗的规矩。你身上是有灵力的吧？啊，有一点吧。一点儿？现在知道要测灵体等级了，怂了是吧？他们圣山宗的弟子被这女人欺负第几次了，非要斩断他锐气不可。测灵体的石碑被长老拿了出来。你过来，用尽全力往这一击，便能浮现出你的灵体等级了。辣辣在一念身后抱着自己的小胳膊冷笑着，这群傻子，他主人怎么能用常理来衡判呢？一念转动了一下手腕，他小腹内的灵力白珠兴奋地抖动起来。终于轮到他出场了，自个儿主人是御兽师，一念都不用自己上，一念只想调动1/10的灵力意思一下就行了。可谁知道白珠太兴奋了，灵力就和控制不住的一样，猛地扩散了出来，轰的一声巨响，那石碑竟然被踢断了。这人灵境，这怎么可能啊？少主，人找着了，在天一州，据说和圣山宗对上了。袁心碎睁开了眼睛。圣山宗？是的，在天一州。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少主？起空间阵，现在就过去。一念看着被自己一脚踢碎的石碑，有些无奈，有些收不住脚了。这石碑都是灵晶。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圣山宗还会缺一块石碑？为什么不早说你是人灵境？你是故意的吧？哎，你这人是你们自己看不起我小师妹，拿了最低等的石碑来，这石碑又不耐踹，我小师妹说了要赔，怎么就还要被你骂了呢？你还测不测了？不测就带我们去住的地方吧。测。他倒是要看看这人到底是不是真的人灵境。很快，更好的石碑被抬了上来。盛红死死盯着一念，心底的震惊一点都不比外面那些人少。一个拥有神兽的御兽师，自身的灵力天赋竟然比五洲这些修灵的世家孩子还要好，可能吗？在他的惊疑之中，一念一拳打在了新的石碑上。这次白珠子更加兴奋了，打得石碑都抖了抖。小师妹这肉体强度和咱们巨人族有的一拼啊！这也是多亏了他还是个尸体的时候，袁心碎天天用灵力喂养他。石碑上缓缓地多出了一颗星星。果然是1星人灵境啊！长老像是认命一般的垂下头。等等，
还有呢？还有，果不其然，在那一颗明亮的星星下面，竟然又有一颗星星在缓缓凝聚成形。这星星越来越明亮，这证明一念如今的实力已经到了2星巅峰，突破3星指日可待。盛虹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天赋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成了那老乞丐的徒弟呢？反观他圣山宗，好不容易以为自己收了个绝顶天才，可刚过去，苏林燕的一只神兽就丢了，而且苏林燕看起来还疯疯癫癫的，让盛虹很不高兴。可以了吧？诸位满意了？有天赋你也得活得长才行，指不定哪天就因为太过猖狂被人杀了呢。长老脸色变换了好多次，最终还是咬牙让其他人也过来测测。先站出去的是庄贤，他也没去测灵力，但是一抬手便直接召唤出了圣麒麟。圣兽，只比神兽差1级的圣兽，和他们圣山宗千辛万苦寻来的苏林燕的金蛟是一个等级的。这怎么随便拉出来一个不是神兽就是圣兽的？现在圣兽已经这么烂大街了吗？到我了。气势猛地一现，5星地灵境，在他这个年纪有这个实力，天赋绝对不输庄贤。我就不必了吧，刚才你们应该都感受到了。行了，带他们去休息的地方。跟我走，会给你们安排弟子房的。还有，吃饭是在大食堂一块吃，弟子们是免费吃。你们，宗主说了，你们也免费。好气呀，还要让他们白吃白喝。别以为我们是欠了你们的，你们圣山宗的人不也要去我们巨人族吗？不过你们圣山宗的弟子去的哪些啊？来的一路上我们也没遇到。话音刚落，正好他们路过了圣仙仙的房间。我不去，我不是什么巨人族，我要去抓那个欺负我的女人。父亲，你帮我教训她。吱呀一声，一念和戴着帽子的圣仙仙来了个面对面。爹爹，那个拔了我头发的女人来找我了。孟小七紧皱眉头，她原本以为这个丫头作为圣红宗主的女儿，肯定会去巨人族，正好岔开呢。不过来的时候，孟小七就想到了这个可能，便是变起礼来，她也不怕。盛虹听见了宝贝女儿的呼声，立刻走了过来。我女儿头发的事儿，真的是你做的？是又如何？是你女儿先不问缘由，不依不饶，还差点放跑了几个血蝎师。我要走，你们圣山宗的人拦着，她一道剑光差点砍在我身上，惹怒了我族中长辈，便出手教训她了。差点砍在你身上？你一个2星人灵境，她怎么伤得了你？你竟然还还手伤她？怎么，按宗主你的意思，我还要站着挨打不成？他又打不伤你，你这个人空有天赋，没有半分气度。孟小七冷着脸就要开口，从刚开始一直憋着火的盛虹猛地挥手，无数的威压便释放出来。我不是来听你们解释的，小丫头，我知你天赋好，背后师傅家族又强，心高气傲，可我圣山宗也是不惧你什么。你放心，我不要你的命，你还是可以留在我圣山宗学习，但你得吃点小苦头，平了我女儿的怒气才行。你敢？我师父必定不会放过你。耳垢气红了眼，但小神境强者实在太强大了。那就让你师父和我战上3天3夜又如何？真当我圣山宗怕了？一念死死盯着他，心里对实力的渴望再一次张牙舞爪的要从他身体里面爬出来。哼，眼神挺狠，你便要记住这次教训，有些人你是惹不得的。正要用力，他的头顶猛地响起一声炸响，一个巨大的光阵出现在圣山宗上空。盛虹脸色大变，赤鬼谷的空间阵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光阵之上逐渐出现了一个身影，一念不自觉地喊出了他名字：袁心碎，袁心碎，但却忘记了自己身上有小神境强者的压制。说了这3个字之后，他没压住涌动的气血，直接吐出一口血来。这口淤血吐出之后，一念身上竟然还诡异的轻松了一些。大山爷爷送他的东西又开始发烫了，难不成是那个东西的功劳？顶上的袁心碎已经看见了一念，看见他被人压制着，还吐出一口刺眼的血。不知阁下来。盛虹刚面色严肃地拱了拱手，下一刻灵力光束如同风了一般，猛地对盛虹就攻了过来，招招致命。宗主！底下长老们齐齐冲了过来，盛虹的肩膀上腿上都被打中了。放肆！盛虹满身阴郁地抬起头来，火气全部都起来了，却发现脑袋上又多了10几个光阵。盛虹顿时头皮发麻，他其实不怕受伤，他的实力还是在的，刚才就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是这些大阵要是落下，圣山宗要成为一片狼藉的废墟了。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欺我圣山宗？话音刚落，盛虹就看见袁心碎落到了地面上，直接碎了盛虹的灵力威压。
他抬起手抹掉了一念唇边一抹血迹。念念，你流血了。一念来到5周之后，这是第一次碰到熟悉的人，心中竟不由自主地生出熟悉而引出的委屈感。他试着开口，却发现一开口呼吸都气得发抖。没关系，你别害怕。盛红见到这人竟然是为了一念来的，而且这么一副百般宠爱的样子，瞬间头皮都麻了。刚才那都是误会，我并没有想杀。谁要听你的解释了？下一刻，大阵齐发，全都只针对盛红一人猛攻了过去。弟子们早就被长老们疏散到大门口，白乾怔怔地看着天空上的大战，浑身发寒。而就在这时，远处又传来了灵兽的嘶鸣声。是我白家来了，天马们到了，我就知道白家来助圣山宗了。他一脸狂喜地对着天马们狂奔过去，天马们缓缓地从天空降下，一脚蹬在了白乾脸上。这个挡路的人是谁家的？这么不懂事啊！大天马翻了个大白眼儿，看着圣山宗内部又开始激动起来，香喷喷的未来主人就在里面了。可强者在打架，不怎么会干架的养尊处优马决定先在外面看看，安全了再进去。赤鬼谷欺人太甚！圣山宗的数道山峰之上，那些一直在闭关的老妖怪们终于醒了过来。数人合力之下，大阵轰然碎裂。哼，破了你的阵！天真。下一刻，那些碎裂的光阵直接在空中炸开，将圣山宗那些房子炸了个底儿朝天。圣火眼眶发红，他这一炸，炸掉的可是圣山宗的钱呢！诸位长老助我，诛杀此人！但下一刻，圣红，冷静下来。圣红，冷静下来。见到这人，所有圣山宗弟子齐齐一惊。见过老宗主。所有人脸上都是狂喜的神情。老宗主如今都要到小神境巅峰了吧？师父，您为何拦着我？老人不说话，只是目光沉沉地盯着对面的袁心碎。这位小友，你既然带来了不少人，那便都一起出来吧。还有那位藏在暗处的巨人族朋友，也现身吧。我年纪大了，就不一个一个去找了。哈哈哈！老宗主果然比圣红这个毛头小子靠谱啊！嘿嘿，你个老不死的竟然还活着！你说你早点出来不就没这事儿了吗？老宗主的一双眼睛都有些浑浊了，但在场谁都不敢小瞧他。哦，我要是不出来，怕是你就要联合赤鬼谷的人大闹我圣山宗了吧？哪儿能啊！我这么平和讲理的一个人，怎么会动不动就打打杀杀呢？一念看见老乞丐，眼神一亮：“师父，乖徒弟，别怕别怕，师父其实一路都跟着你呢。师父这就给你报仇，锤爆他们。”老宗主看了他一眼：“我刚醒，圣红，你把事情的经过说给我听。”一个巨人族，一个赤鬼谷，纵然是圣山宗也吃不消。圣红只能先压下怒意：“仙仙，你来和师公说。”这就是有意要让女儿在老宗主面前露个脸了。可圣仙仙哪里见过这种小神境强者大乱斗的情况？他的2条腿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打颤，这会儿被老宗主盯着，压力直接把他整个人都要压垮了。他欺负我！圣仙仙语无伦次，看着一张脸煞白。他就是欺负我了，师公，你要为我报仇！他翻来覆去的说的就是这2句话。老宗主不耐烦地看向了圣红，圣红也是满脸尴尬。事情是因为我和这位姑娘的恩怨而起。我说吧。一念不耐烦这事能纠缠这么久，他还急着去藏书阁找解开封印的方法呢。等一念将所有的事情都说完之后，老宗主这才看向了圣仙仙。所言属实，你不仅不问缘由，还差一点放跑了修邪师，还差点误伤了别人。可他们拔光了我的头发，他还还手了。下一刻，圣仙仙猛地被打飞了出去。师父，弟子们都傻了，老宗主竟然帮着外人打压他们。圣仙仙，在外不辨是非，行事冲动任性，罚在宗内禁足1个月。不，师公，您偏帮外人，您……话都没说完，就被圣红捂住了嘴巴。老宗主不会去和一个小辈计较什么，活到他这个份上，只会看形势定结果，而不是一味的冲动偏帮。小姑娘，这样你还满意吗？满意了，前辈大义，能明断是非，我能有什么不满的？老宗主看他这样，也跟着笑起来。下一刻，老宗主那双浑浊的眼睛突然就变得清晰起来。大浪和百变在那一瞬间觉得自己肯定被看穿了。顶好的天赋，绝佳的心性，要是你不是背靠着2个势力，我定要不择手段将你抢到我圣山宗来。嘿，
老东西，你这是想打架是不是？袁心碎眼底有光华涌动，这是又要一言不合就开阵呢。惊得一念一把摁住他手，别打了，再打就不好收场了。今天已经打够了，不能再打了。真的要血拼，袁心碎这边的人也得死。袁心碎反手握住了一念的手，眸光就又柔和下来。好，你说了算。一念安抚下袁心碎，抬眼看向老宗主，我与圣山宗无缘，配不上。老宗主挑了挑眉，这个小丫头是心底有不满呢。罢了，你便安心在圣山宗留下学你的，圣山宗与你们巨人族的约定依然有效。人家和气，一念也不会再拉个脸，心平气和的点了点头。盛红，我将圣山宗交给你，是信任你，可别让我们圣山宗的弟子实力不足，蛮横有余，明白了吗？徒儿知道了。既然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那么圣山宗禁止外人入内。老宗主看向了袁心碎和老乞丐，边锋威压倾泻而出。出去。小徒弟，师傅先回去，你要是在这儿住的不舒服就回家来。不过这个就是你的小郎君啊，天赋模样都还可以，也愿意护着你，师傅给他打个及格分吧。这不是小郎君是什么？就是相好呗。都说了我们不是了。一念特别无奈。老乞丐见袁心碎实在是不懂，才眉头一皱。你是不是个男人啊？都直接冲过来了，你敢说你不喜欢我们念念？我喜欢念念的。这老头好烦人，要不要杀了他呢？老乞丐不知道袁心碎在想些什么，就觉得这个孩子的眼神看着挺单纯的，就解释道：就是以后要一直在一起的人，小情郎就是这样的，知道了吗？袁心碎露出了几分恍然的神情。那我就是念念的小郎君。师傅，你别乱教人家，他有些事情还什么都不懂呢。我哪里乱教？平常陪聊吃饭，晚上熄灯暖床，小情郎不就是这样的吗？我是给你暖床的。他暖了好多次的，那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你要脱衣服我也脱了。他什么时候知道睡觉要脱衣服了？行了，闭嘴吧。谁乐意听你们小两口说这个？为师走了。真是来去如风，随心所欲。袁心碎皱了皱眉。念念，你和我一起走。不行，我要留在这里。袁心碎不敢置信地看向一念。为什么？你不和我一起走吗？袁心碎说完，又看向了周围，他的眼底浮动的是切切实实的杀意。这个地方有这么让你喜欢吗？大长老一个机灵，猛地就反应了过来。少主，咱们先出去再说。同时给一念使眼色。念姑娘，您送我们少主出去。也好，师姐，你们先去住的地方，我和他说两句话就来。说完，拉着袁心碎就往外面走着。娜娜和百变立刻跟上，只是两人走着走着，就感觉到了外面好像有不少灵兽的波动。百变和娜娜对视了一眼，难道是小三兽来了？两人越过一念和袁心碎，直接对门外跑去，想勾引他们的主人，也不问问他们两个正宫兽答应不答应。一念没管两个乱跑的小家伙，只觉得自家崽崽真是有活力。见这两人离开，盛红这才不甘心地看着老宗主。师傅，难不成咱们就轻轻放过这事儿？老宗主的目光还落在一念身上，多好的孩子啊，可惜不是他圣山宗的人。盛红，你是一宗之主，要比别人更理智，更讲理大气。我圣山宗不是谁都可欺的，这一点说的没错。老宗主看着自己这个曾经最得意的弟子，眼底飞快地掠过一抹失望。可这么多年，你好像弄错了一点，别人不可欺咱，咱们便可以欺辱别人了吗？若是你只有这样的气度，圣山宗迟早要完，这满宗的弟子也会被你教毁。接下来我要看看这些年圣山宗到底发展的如何了。你去准备弟子大赛，我要考察考察弟子们如今的实力。知道了，师傅。盛红心底一个咯噔，师傅这难道是不想让他继续当宗主了？圣山宗能发展至今，和老宗主是有脱不开的关系的。老宗主出来，圣山宗便还是老宗主说了算。所有的护宗长老们都齐齐点头。那大赛的奖励今年该定什么呢？便给最终的胜者开放2日的藏书阁好了。藏书阁？那里可有着数不清的功法和各种修炼图册，一瞬间每个弟子眼中就和燃起了火一样，一定要赢。我又不是喜欢这儿才待在这儿的，我想进这里的藏书阁查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袁心碎挑眉，唇还是抿得紧紧的。一念索性挑明了说，而且我也有我的事情，不可能一直和你在一起的。我很感谢你今天来救我，
我往后肯定会回报你的。袁水水，我在心里已经把你当成朋友了。袁心碎皱眉，你是我的偶娃娃，谁要做你的朋友了？我要做你的小郎君。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你别听我师父瞎说。大长老听得那叫一个冷汗直冒，趁着袁心碎沉默不语的时候，立刻插话：少主，念姑娘在圣山宗是有正事要办的，不如这样，我们先住在附近，正好我带您在天一州逛2圈，怎么样？等念姑娘办好了正事，我们再从长计议，如何呀？袁心碎强压着内心的不悦，虽然没有点头，但也没说不行，算是默认了。一念松了一口气，带着2人往外面走着。袁心碎，你要是有事，你也可以自己去办，不用听听。啊！话都没说完，一头天马就冲到了他身后。天马怎么会过来呢？哎呀，主人！辣辣和百变一起跑了过来，天马那张马脸顿时露出了惊恐的神情。辣辣一只手抱住了天马的脖子，百变抓住他后腿，天马不断的前后弹腿儿，可半点用都没有。辣辣给了马头一拳，天马这才安静下来。主人别慌，这个小马我们2个会教育好再放出来的，你放心去玩吧，主人。他们想干什么啊？想和主人定个气吧，但他们资质太差了，离圣兽都很远，怎么和主人定气啊？一念无奈，光百变和辣辣2个小家伙他养着都挺累的，一言不合就打得天崩地裂的，更何况再来一群马。不过这些马不是白家的吗？白家人没疯啊。话音刚落，就看见白钱一脸崩溃痛哭流涕的跑了过来。庄阴念，你个无耻小人，你对我白家天马到底做了什么？因为用的是庄家的身份牌，圣山宗的人默认他叫庄阴念。白钱的话才吼完，辣辣和百变瞬间来到那个白钱的面前，啪啪2个大耳光。我看你这个人是记吃不记打，谁是小人啊？是你家的马，还不快快牵走？我们主人可不是什么都收的。我白家天马生性骄傲，怎么可能围着你主人打转？可他一抬头就看见那只大天马刚获得自由，就去阴念身边转啊转的，那尾巴吧嗒吧嗒甩的比人家的看门狗还要勤快。白钱目瞪口呆，很快其他那些本来碍于辣辣和百变威压的天马也忍不住了，成群结队的对着阴念扑了过来。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我们白家的天马。天马们齐齐吃鼻，他们又没有和白家定气，趁机踹了白家，他们要做香喷喷主人的兽兽。哼，都给我走开，都给我走开！他眼中金光大盛，那些天马们浑身一抖，恐怖的血脉威压使他们夹紧马腿瑟瑟发抖。都走开，我们主人不收你们！天马们委屈地看着一念，一念无奈地举起手，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对这些天马的吸引力竟然这么大。我有辣辣和百变，如今已经够多了，你们回去吧。天马们齐齐摇头，蹄子一撅，表示自己就要跟着他，一脸的你不收马，马就不走了的无赖样子。念姑娘，您这灵兽契合值可真是了不得呀！我从未见过契合值高到能让这种高等级灵兽倒贴的情况。我也是第一次见。你不想要吗？你想要的话，可以都收下来。白钱听了他这话，顿时就开始摇摇欲坠了。什么叫都收下来？那他们白家怎么办呢？白钱又不敢再多说一个字，让那个男人注意到他，他必死无疑。他转头就往外面跑，他要将此事告知白家族老们才行。百变和辣辣叉着腰，让他们排好队，准备一只马一只马的训话。主人，你去玩吧，这里崽崽们解决，别欺负人家，劝走了就行，不许动手，谁动手了，谁晚上没饭吃。2个崽崽连连点头，一念无奈地扯着袁心碎走了。大长老不愧是速度派，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离圣山宗很近的一个很大的院子。行吧，你安顿下来我就走了，等我明天有空了再出来找你玩。袁心碎皱起眉头，正要说话，大长老立刻拉住了他。少主，咱们在天一州也是有分谷的，正巧有些事情需要您处理一下，咱们是不是先处理事情？住这儿不过是因为离圣山宗很近，不然大长老肯定让袁心碎往分谷去了。袁是谁？你都是谷主了，好好干活呀！我先回去了。袁心碎看着一念离开，他眼底那点欣喜都像是融化在阳光下的冰凌一样消融，只剩下一地的冰冷。大长老抹了抹额头上的汗，对着外面喊道：把人带进来。几个畏畏缩缩的男人被带进来，一跪下就瑟瑟发抖了。大长老，我们真的是贵宾心窍了。我们没有要背叛赤尾谷的意思，是那些势力花言巧语，他们……话音未落，几道光影掠过，鲜血四溅。大长老一惊，少主，这几人虽然和别的势力联系，但是也算是跟着我的老人了。袁心碎看了他一眼，突然露出一个笑容，这笑和对着一念的时候不一样，充满了让人胆寒的残忍。既是老人，
生出异心，那便得死得更惨才行。哎，少主，其实不必斩杀，便是看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话音落下，大长老脊背一弯，整个人不受控制地跪在了那满地的血腥之上。你知道我族是如何被灭的吗？袁心翠站起身来，他踏在满地的红色上。虽然我当时年纪小，却也知道是出了内奸，破了我族的防护大阵，才有了后面那些事情。那些人残忍地剥下我族族人的皮囊，取走他们心脏，连婴孩都不曾放过。你可知他们为什么需要现族人？当年五洲大陆灵力即将匮乏，开启逆天阵法才可重新打破天道，引入灵气。可那需以我族大量血肉心脏为因，男女老少一个都不放过，生怕留下一个死灰复燃去报复他们。大长老瞳孔微微发颤，他只知道自己被灭族了，却不知道为何，因为他当时不在场。他们成功了吗？当然成功了。你看看如今这五洲漂浮的每一颗灵力，是族人的血肉，是族人的悲鸣。袁心碎低低地笑起来，他歪着头盯着大长老。你竟还要看什么情面？放过那些背叛者。有些事我听你的劝，不代表你可以做我的主，明白了吗？直到这一刻，大长老才真切地感受到袁心碎的冷漠和残忍。他是真的厌恶除了一念之外的五洲的每一个人，不是说他在一念面前笑，他就是一个好说话的人了。是少主，当年那些主谋如今都在哪里呢？他们回去的时候发现县族全灭，这些年也一直在找寻灭族的那些主谋。我们这么多年也找出了其中一部分主谋。五洲五大家族里，封家、上官家、申屠家、吴家便都参与其中。可不止这几家。我问你，五洲最备受拥戴的势力是什么？自然是福神塔，凌驾于所有五洲大势力之上，因为他们在五洲危难之时立下大功，受尽爱戴。说到这里，大长老的面色逐渐阴沉下来。大功？什么大功？所有的一切都联系起来了。竟然是这样，难怪明明当年立下了大功，他们却三缄其口。大家只知道本来要枯竭的灵力突然又回来了，纷纷感谢他们。原来竟然是杀了我族所有人的大功。袁心碎重新坐回凳子上。你想清楚了就好。一家一家来，不急，想办法破掉白头山那边的封印，别打草惊蛇了。袁心碎垂着眼，眼底有极重的戾气。我刚才处理那几人，唆使他们背叛赤鬼谷的势力是哪几个？大长老立刻从怀中拿出一份名单。都在这儿了，都在这儿了，也是比较大的势力，想让他们偷我们赤鬼谷的阵法图。赤鬼谷中阵法师可用的阵法图是五洲最多的，也难怪招人惦记。袁心碎盯着这些势力的名单笑了笑。反正念念不在，无聊得很，便先去看看那几个势力吧。一念从小院子里出来，就飞快地往圣山宗的方向赶去。他跑得太快，没有注意到路过一个小拐角时，旁边正有一只努力的窝窝，兴奋地看向他。他找到那个女人了，他努力缩小了自己的身躯，咻的一下缩成一个圆球，咕噜咕噜地对着一念脚旁滚了过去。窝窝立刻缠住他裙角，然后努力把自己的灵兽气息压制到最低。一念完全不知道自己被这么个小东西给扒上了，脚步不停地回到了圣山宗。娜娜、百变，你们没让他们走吗？我们说了呀，他们死都不愿意，主人又不让他们揍这些马，他们还说自己可以变小，不占地方。一念头疼死了，小马驹们仰头看着他，寒风吹过，小马驹们还齐齐发抖。你们装什么可怜呢？我和辣辣商量过了，主人你可以不迁徙，一出去还能让他们驮着你。小马驹们连连点头，反正一念不要他们就不走。一念倒吸了一口凉气，算了，你们先跟我进来吧，放在外面指不定被哪位强者强行掳走迁弃了。小马驹们快乐地跟上来，粘在一念裙角的窝窝嘿嘿地笑着，窝窝也进去了。一念七拐八拐地找到了分给自己的弟子房，他打开房门，脸色却骤然一沉，里面的所有东西竟然全部被人给用剪子划烂了。娜娜脾气最爆，谁做的？我去问问住在旁边的人。你问了也没用，我周围可没有咱们自己这边的人。娜娜一愣，左右看了看，果然孟小七他们的房间都在别的地方，被分得远远的。哟，这是怎么了？莫不是你的灵兽把我们圣山宗好好准备的东西都给弄坏了？另一边，一个男弟子也走了出来。
别的御兽师的灵兽那都好得很，偏偏他养的要打要杀的，真没教养。你说什么？娜拉眼神一变，身上的火焰灼灼烧起，那2个弟子吓了一跳。怎么？难不成你还要打我不成？我可告诉你，你主人如今是住在我圣山宗，就要遵守我圣山宗的规矩。圣山宗门禁打斗，违令者，你是谁都要把你驱逐回家。他们恨不得一念赶紧滚出去，小天马们都恨不得出去咬死他们。藏在一念裙角的窝窝，2只小触角碰在了一块，他气愤地往前探着。这2个人，等他们睡了之后，他要去好好拜访一下这2位。早点滚，我们圣山宗可不欢迎你。滚滚滚！周围越来越多的圣山宗弟子们走出来了，他们仗着一念不能随意在宗内动手，便纷纷露出嘲笑和快意的神情。你是不是想问这是谁做的？哎，我们就不告诉你，怎么了？哪儿有人弄破他的东西啊？不是他那些没教养的灵兽自己咬破的吗？主人，我们去告诉老宗主。不必，我自有别的办法。他砰的一声把门给关上了，弟子们的笑声更加狂妄了。哼，怂恿老鼠！我就知道这女人也就嘴皮子厉害，离开了那些个护着她的男人，什么用都没有。真以为有点天赋就能随便让我们都心服口服啊？人品败坏、宛如泼妇的女人，谁能喜欢呀？娜拉在里面听得满脸通红，忍不住要冲出去了。等主人的指示，一念完全无视了那些话，先从兜里掏出了大山爷爷送给他的东西。哼，群攻类法器。一念把玩着这只木箫，有些爱不释手。哟，还有谱子啊！一念飞速地看了一眼，便将东西收了起来，以后可以慢慢练。除了这个东西之外，还有一颗像是松果一样的大种子，这种子看起来倒是平平无奇，也没有灵力波动。我先藏起来，大山爷爷给的肯定是有用的东西。之前就是这个种子在发热发烫，种子发热过后，他身上被圣红压住的伤口就好得七七八八的。他检查完这2个东西，外面的那些弟子还在叫嚣着。怎么样啊，一念，你要不要去告状啊？我们带你去告状呗，你可别偷偷躲在房间里哭啊！下一刻，那紧闭的房门被人猛地打开，天马们恢复了正常大小，背上都驮着那些被划花的东西。哼，这是出来扔东西啊！告诉你，不准扔，这是我们圣山宗赏你的，知道了吗？你要是不用这破被子，你便等着光身子睡吧。天一州任何一个铺子都不会卖你的，死了这些，乖乖的用这破被子吧。你们都是新弟子吧？我看你们甚至没有一个人超过9成灵体的。哼，那又如何？怎么？难不成你想打我们吗？他们神情猖狂，一副小人嘴脸，令人作呕。罢了，百变，走，去弟子战力排行榜。新弟子们皆是一愣，不是，他去看那排行榜做甚？圣山宗的弟子榜上清楚地写了所有弟子的排名和战力。一念的目光从最底下往上找，2星人灵境弟子，找到了。一念深吸一口气，猛地一喝：圣山宗2星人灵境弟子张莽，一念与你列阵对战，应否？宗内不能打架，那他便列阵邀战。这些弱鸡同他实力差距太大，没法邀战。没关系，这不是还有弱鸡们的师兄师姐吗？2星人灵境弟子张莽，一念与你列阵对战，应否？夹带着凌厉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圣山宗，新弟子们的脸色逐渐精彩起来。数道破风声响起来，我便是张莽，你要与我邀战。在他身后，不少人灵境的2等弟子都来了。一念挥了挥手，天马们便将刚才那些被划破的东西全部都丢在这些人面前。3等弟子们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情，这女人不会以为师兄们会帮她教训他们吧？果不其然，张莽他们看了一眼这些，眼中并没有半点惊讶的神情。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是我们的人划破的？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弄破的，嫁祸给他们的？就是，若是没有亲眼看见，便什么都证明不了。显然，这些人和动手的人也都是一伙的。我可还什么也没说呢，你们可真是此地无银300两呢。放心吧，我没有那个闲心来一个个抓犯人。一念轻笑一声，抽出一条长鞭法器，轻轻一甩，竟然变成了一柄黑色长剑。你们谁都不认也没事，我就问你，列阵对战，敢吗？谁都不认，那一念就一个个打上去，但凡是能够到邀约条件的，一个都不会放过。别怕，你先上，等一会儿我们轮流挑战他，车轮战轮死他。来，迎战！几乎是他话音落下那一刻，一念抬手一步，形成一个光阵，将2人笼罩在里面。张莽怒吼了一声，一柄巨斧出现于他手上。受死！一念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动作，他竟然在光阵的角落里面
直接盘腿坐下来了。我忘了，这个人是个御兽师。张莽，你小心那个难受。这话刚说完，他们就看着百变竟然也在一念身旁坐了下来。你简直找死！死了也别怪我了。巨大的斧头眼看着就要对着一念的脑袋落下来，可下一刻，一只嫩白的小手直接便接住了那大斧头。哼，终于轮到我上场了！娜娜高喊一声，无数的血焰从身上爆发出来，顷刻之间便凝聚成一个巨大拳头，哈！重重的一拳砸在张莽的脑袋上。张莽目眦欲裂，你联合这些弟子们用下作手段欺负我主人，今天我就要烧掉你所有的毛！一念闻言笑了一声，娜娜这段时间也是憋狠了，再加上上次圣仙仙的事情，她现在对拔毛仿佛有特别的爱好。弟子们惊呼了一声，张莽身上不只是伤痕累累，还一根毛都没了。娜娜一个猛冲，一脚摔到张莽胸口，去死吧！张莽一口血喷涌出来，他像狗一样趴在地上，连忙举起手想认输，可娜娜哪里能放过他呢？砸得张莽彻底昏死了过去，都不作数。那些实力最差的新弟子们齐齐咽了一口口水，这怕是要打死人了吧？我再问你们一次，我的这些东西是谁捡烂的？你们不说，我便一直挑战下去。放心吧，我肯定不去告状。咱们年轻人的事呢，咱们自己解决，是不是？你们点的火，你们的师兄师姐知情又包火，你们觉得我会把这件事情轻轻放过吗？新弟子们齐齐咬牙不吭声，明明台上的张莽都要被打废了。哼，很好，敢做不敢当，孬种出圣山。二等弟子们怒了，你狂什么？有种的和我们比比，放过张莽！看什么？你以为我会放过你们这些帮助助纣为虐的？给我排队等着！罢了，把他给我丢出去！已经被打得爹娘都不认识的张莽，直接被甩出了大阵。一念神情平静地继续看弟子排位，张莽之上是夏霞，是吧？一念的声音再一次响起，但这一次那些弟子们却不再嘲笑了，反倒是觉得像硬生生的催命符。圣山宗二等弟子夏霞，一念想与你列阵对战，应否？那些新弟子们看着这样的一念，身体轻轻发起了抖来，甚至脸上都有几分悔意了。疯婆娘，疯婆娘，不就是弄破了他东西吗？一念等了一会儿，夏霞都没有露面，他不敢。圣山宗二等弟子夏霞，御兽师一念，不带任何灵兽，想与你列阵对战，应否？可现场还是一片寂静，那些说要车轮战的人都不敢抬头。张莽那样的至少得在床上躺2个月吧，他们可不敢上去做第二个张莽。哼，这样也还是不敢呢。也是，我是2星，他也是2星，倒是我欺负他了，是我高估了你们圣山宗弟子的血性了。他的眼神直接越过那些2星的人，甚至越过了3星的人，直接来到了5星上。5星人灵境里最好的这个弟子叫做，我看看啊，王胜。下一刻，圣山宗5星人灵境弟子王胜，2星人灵境御兽师一念，不带任何灵兽，教你列阵对战，应否？2星打5星，而且御兽师不带灵兽，所有人都觉得一念可能是疯了，因为自己的灵兽太过厉害，脑子不正常了。怎么，就算这样，你们这边的人还是不敢应战吗？哼，真是好样的，顶天立地圣山宗啊！话音落下，一道破风声在耳边炸响，一个面色难看的男人，来人正是那个叫做王胜的。你是想要找死吗？你不带灵兽跟我打，若是死了，我可不管。你不带灵兽跟我打，若是死了，我可不管。这样吗？那我带上灵兽和你打吧，我们公平一些。王胜那睥睨的样子顿时变得扭曲起来，他那2只灵兽看起来都是神兽，哪怕只是出元兽的等级，也至少堪比5星人灵境了。带上这2个，那不是要他的命吗？圣山宗弟子们就眼见着王胜那本来睥睨的神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垮了下来，真是丢死人了。哼，算了吧。一念手上的盘蛇长剑顿时又化成长鞭，我让让你，来，就这么打。2星让5星，不要脸！娜娜叉腰狂笑着，同时和百变一起往外退着。主人绝对不会做没有把握逞强的事情，他们相信他。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区区2星就敢挑战我，今日非把你手脚都打断不可！灵力冲击的一念脸上皮肤生疼，下一刻，一念缓缓地闭上眼睛，一层灵力铠甲也在他身上逐渐覆盖，但在别人都看不见的地方，一层黑色的魔甲悄悄地浮现于他皮肤上面，2重铠甲叠加，将他的血肉之躯完美地包裹起来。王胜师兄，别放过他，让他知道我们圣山宗有多厉害。之前他打伤了我们张莽师兄，师兄打断他的手脚，抽他耳光，让他再也不能猖狂。
大概是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圣山宗的弟子们觉得自己又行了，眼看着那剑就要刺入一念身体，大家脸上都露出了紧张的神情。王胜眼头一缩，那剑直直的从一念身体里面透了过去。残影，你竟然修炼了提升速度的功法！就在这时，孟小七他们也赶来了，见到了一念那飞速的一闪。师妹，好好用师傅教给你的神行步打穿这个王八蛋的壳子。哼，5星打2星才应战，你们圣山宗一窝的乌龟王八蛋，就算你们赢了，老娘也看不起你们。尔购什么话都没说，眼中的鄙夷和孟小七如出一辙。哼，雕虫小技，手上长剑舞动着，突然就出现了数百个剑影。我就不信你现在还能躲得过去。这次一念倒是没躲了，他手上法器往上一抖，那鞭子竟然和活了一样，1分为10，10分为100，化成一条条蛇影直刺过去，咬住了那些剑尖。中等法器！底下的弟子们又是惊呼了一声，他竟然有着人灵境能用的中等法器。要知道，在他们圣山宗也只有一个圣仙仙才有。这还没完，下一刻，一念另外一只手上便出现了红色木箫。什么？又是一件中等法器？他竟然有2件中等法器，如此败家，居元宗也不管管他。你敢和5星的我比拼灵力，你怕是找死？那可未必。下一刻，他灌输灵力，吹响了木箫。可这木箫竟然疯狂地吸进一念的灵力，一念一口血喷了出来，5脏6腑像是要被绞碎一样痛苦。这法器竟然如此厉害！受死！可箫声一出，形成了一个实际的光圈，那往上猛冲的动作就好像陷入泥沼之中，速度被放慢了10倍不止。大家就眼睁睁看着王胜冲了过去，脸上神情狰狞，那只手缓缓地伸出，那只脚缓缓地踢出，一点点地放慢，像一只滑稽的大乌龟，连同他说话的声音一起被放慢了数倍。你受死吧！圣山宗全体弟子，连孟小七和尔购都张大了嘴巴，娜娜和百变都惊呆了。主人这个法器好强大，竟然能让对方的动作迟缓到这一步。而就是在这时，一念动了，神行步加持，他的速度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还提高了。敌人的速度延缓到这种程度，他自己的速度竟然还能提升差不多1倍，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法器？一念也在吐血，刚才那一下几乎抽干了他所有的灵力，而且这延迟顶多只能撑几个呼吸的时间。一念一拳又一拳地打在他身上，铠甲上不断传来闷响，他是不是疯了？他以为他能打得破5星人灵境的铠甲吗？王胜在他身下还是被打得呕出一口血来。等你延迟结束，我便反杀你，轻而易举。一念身上的伤看起来比他还要重，可一念眼神坚毅，他那18年什么苦没吃过。一念再次举起拳头，他脑中想起了老妖女不断折磨历练他那3个月。你要比别人都强，凭什么？修炼就是不断的超越自己，拿命去拼，去搏杀。别人都撑不住了，你撑下去，你便突破了。每一阵你都当成生死战，没有退路，不死你就给我打。一念眼中光芒大盛，给我破！砰的一声，周围的灵力全部都开始沸腾，像是一个大飓风一样围绕着一念呼啸盘旋，直升上空。圣山宗弟子们这次是真的下巴都要惊掉了，突破了，战斗力突破了。有几个离得近的一屁股坐在地上，庞大的灵力漩涡终于在空中成型，像一个巨大的龙卷。王胜的铠甲被灵力暴涨的一念一拳打碎，而借着龙卷的掩盖，一念抓住机会，魔珠顿时爆发，灵力加着魔元素一起轰杀下去。你想断我手，你想断我脚，手脚上传来剧痛，王胜喊得撕心裂肺的。延迟光圈已经结束，可他再也站不起来了。怎么，觉得你5星必杀我吗？那我告诉你，反杀你，轻而易举。王胜啊，你可真是一块不错的踏脚石呢。一念看着自己手上磅礴的灵力，他为何要越阶强杀？就是因为他感觉自己在2星巅峰卡住了。他的修炼方式就是战斗战斗再战斗，杀出一片血路。他一脚将已经彻底晕死过去软趴趴的王胜踢出战局，外面的弟子连过来接他一下都不敢。那龙卷正在不断变大，而就在这时，在西边角落，一个细小的龙卷也盘旋着上来。圣山宗的弟子们一看，哎，那不是苏林燕的房间吗？啊，那波动是突破人灵境了。什么？苏林燕突破人灵境了？一念阴沉着脸往那边看去。是的，苏林燕突破了。
帝后生怕自己女儿受欺负，舍了自己的心头血让女儿吃，强行提升她的灵力。这不，在被一念一个刺激之后，实力直接到了1星神灵境。我成功了，我成功了！看着那小小龙卷，苏林燕有了一种睥睨天下的快感。一念，我不差你什么了，我苏林燕怎么会输给你？我一定会一步一步往前走，然后超过你这个贱。话都没说完，一个大了整整3倍的粗大灵力龙卷呼啸着靠过来。不，为什么这个女人也在突破，而且比她的大这么多？你一定是服用了天才地宝，强行提升了实力。苏林燕，你真可怜。圣山宗的那些弟子们脸都没地方放了。一念以一己之力摧毁了所有圣山宗新弟子的自信。一念头顶上的龙卷看着那小龙卷，似乎是觉得自己受到挑衅了，部分灵力球球突然就脱离了他的大龙卷，风风火火地冲那小龙卷杀了过去。眼看着自己升级的龙卷被撞得粉碎，他双眼血红，眼见一念好像受伤了，身边灵兽又不在，苏林燕握紧了手上唯一的中等法器，他猛地对一念冲了过来，手上灵宝猛地散发出惊人的波动，马上就要炸了。我杀了你！一念皱起眉头，刚要反击，一直藏在他裙角的窝窝缓缓地探出了一颗头。他，一代倭神，终于有出场机会了。他要向一念证明自己的实力。窝窝触角一抖，无形精神控制直击苏林燕。一念就眼看着苏林燕像是得了癔症一般，将马上就要爆炸的灵宝往自己的怀里一塞。苏林燕最棒，我炸我自己。苏林燕最棒，我炸我自己。这人是不是疯了？那藏在他胸口的法器发出巨大的光亮。他疯了？苏林燕是不是真的脑子有问题？圣山宗的弟子们一愣，之后齐齐往这边冲，想制止他，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就在这时，苏林燕胸口当中伤还没好的金蛟猛地卷着那法器直往外面窜着，可太迟了，砰的一声，这法器还是炸了。金蛟浑身被炸得血肉模糊，而窝窝的精神控制也在这一刻结束了。那爆炸的法器虽然离苏林燕已经有些距离了，可还是被波及到，他身上被炸得伤痕累累，脸上那面具也被炸飞了，露出了面具底下早已被毁掉的容颜，让不少赶过来打算救他的女弟子吓了一跳。不是说地基貌美才高是绝代天骄吗？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原来竟然都是骗人的。行了，都别吵了，先救人。二等弟子们心里害怕的不得了，刚才到底是发生什么了？和一念有关系吗？这好好的人怎么忽然就疯了呢？等等，二等弟子不能走，我还没挑战完呢。你们不是要车轮吗？我满足你们。百变和辣辣赶来一念身边，冲着这群圣山宗弟子们阴森的一笑：来吧，继续战呢。这事儿就不能翻篇吗？你打了这么多人，气也出够了吧？事情是你们挑的头，你们想挑就挑了，现在你们说结束就要结束吗？想翻篇吗？你们做梦！这次要是不把这些人一次性打痛了，以后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儿还会来的。下一个是谁啊？来啊，上啊！我们等你们车轮战呢。下一个是谁啊？那些还没有轮到的二等弟子顿时急了，他们一脚踹在那些新弟子屁股上。一群小混账，谁做的事情谁自己站出来。还有师兄师姐们给你们擦屁股吗？谁都害怕成为下一个张莽或是王胜，平白耽误自己2个月的修炼时间养伤，那他们还能参加弟子大赛吗？新弟子们傻眼了，一念心里舒坦了，就是要这样，我不好过了，你们也都别想舒服。因为师姐灵机一动，是不是圣仙仙做的？她圣仙仙是宗主女儿不错，难不成我们这么多人都要为了她犯的错而僵持吗？这位说话的师姐想来家世也不差，不然哪敢当众说出圣仙仙名字呢？一念冷眼看着这些新弟子脸上浮现出惊恐的神情，怎么还真是圣仙仙不成吗？此时的圣仙仙正跪在蒲团之上。大小姐，你就好好在这儿反省吧，可别为难我们呐。圣仙仙瞪大眼睛，谁难为他们了？一个个的扛着法器对着他，他敢出门吗？刚才有一瞬间就好像被人泼了一身的脏水一样，特别不舒服。不是圣仙仙。对不起，是我们。众人的脸色红的都可以滴出血来了，所以这是你们所有人都参与的。新弟子们不出声。哼，真是厉害啊！圣山宗连那些师兄师姐们都给惊了惊，他们这么多人商量出来的，就是把人家被子划烂，这也太扶不起了吧！
一念目光平静地看着这些后悔的不行的新弟子，看向身后的虚空当中。老宗主，看戏看够了吧？该出来了。你们自家的孩子，你不教教？什么？老宗主来了！目睹了全程的老宗主沉着脸现身。好得很。我这么多年没出关，没想到我圣山宗的弟子竟然都糟糕到了如此地步。叶念是没感觉到老宗主来了的，是他的魔珠忽然就死死缩进他体内，他才猜测着可能是老宗主来了。丫头感知倒是敏锐，放心，我会重新给你准备弟子房，你放心得住。至于你们今夜就别睡了，陪我这个老头在外面坐坐吧，顺便醒醒你们快烂掉的骨头。那就交给老宗主了。师兄师姐，咱们回了。刚走出2步，一念，我们圣山宗的弟子大赛，你来不来？老宗主，他一个外人，怎么能让他来呢？话音刚落，人就被老宗主一个抬手甩飞了出去。圣洪都是怎么管教的你们？弟子何时能对宗主的决定做出质疑了？弟子们身子发颤，尤其是2等弟子，这帮新弟子实在是太大胆了。一想到自己刚才还为了这些蠢弟子去拼命，大家心里就不是滋味。弟子大会，我有什么好处啊？没有好处的事情，我一念可不做。好处？是啊，你想让我成为你们圣山宗弟子们的磨刀石，可是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我圣山宗的藏书阁，若是你赢了，你可以进去。藏书阁，一念心头狠狠的一跳，但他脸上没有半点犹豫。不够。老宗主眯起眼睛，似乎是有些发怒了，可一念半点都不怕。我现在是所有圣山宗弟子集体讨伐的对象，为了击败我，他们一定会一改之前的颓丧之风，努力修炼，对你们圣山宗来说是有莫大好处的。我呢，藏书阁对我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用，有没有更加实际的东西啊？这样我才能给你拼命，是不是？毕竟我也很辛苦的。新弟子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一念，太无耻了！谁辛苦了？他动手打他们辛苦了是不是？他们看着老宗主，见老宗主一脸喜怒难辨地看着他，顿时大伙儿就来劲了。哎，快看，老宗主生气了！大家紧张地期待着老宗主打飞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可下一刻，小丫头片子挺会算的。好，我再给你和你的灵兽单独在我圣山宗安排3个修炼室，如何？修炼室，弟子们心痛得很，那他们都得排队抢的，竟然直接就给一念3个，而且老宗主还不生气。哼，成交，还是和老宗主这样的聪明人说话，心情好。一念去了给他新准备的弟子房，一将门关上，辣辣和百变笑着的脸突然就垮下来了。下一刻，两人同时出掌，狠狠地对着一念的裙角拍了过去。啊！不要打我！窝窝立刻从裙角上滚了下来，在地上滚了滚，变成了一个小胖童，看着和百变他们一般大。你是神兽？这个男孩不是之前从圣山宗门口救下那个男孩吗？不是神兽哦，一只小变异而已，我一巴掌就能拍碎你那壳壳。刚才苏丽叶那事儿是你做的吧？窝窝点了点头，怯生生地看了一念一眼。谁让他想欺负我主人呢？谁是你主人了？不要乱讲话！这些兽兽一个个的都心机深沉。你出去，有我们在，主人不会受伤的。啊，等等，你的本体很弱，但是你刚才怎么能控制苏灵燕的？那是我的天赋技能，精神控制。没有灵力的人，我可以篡改他们的记忆；有灵力但是实力和我差不多的人，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我能短暂的迷惑他们。如果实力和我一样，有防备的前提之下，我可以做精神干扰。当然，如果比我强大太多，我就没什么用了。这个能力很不错，方便。百变虽然心里不高兴，但类似于精神控制的攻击实在是太恐怖了，简直让人防不胜防。他希望主人能够留下这只蜗牛。主人，您觉得呢？弟子大赛一定会有人灵境巅峰的，5星之上差距就非常明显了。他们不知道窝窝的存在，你可以当做一张未知的牌。一念看了窝窝一眼，你想跟着我？是的，是的，我跟了您之后，您就是我族的贵客了。我父亲是窝兽族族长，我族其他窝虽然实力差了一些，但我们消息很准，我们遍布整个5州呢。您说了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他窝窝只是一只平平无奇的窝2代罢了。窝窝卖力地推荐自己，一念也不是个扭捏的性子。可以，
来，定契约。叶念抬手划出一个巨大的阵法，窝窝3步并作2步就冲进了那个阵法当中。快啊快啊，别磨蹭了，主人，赶紧的，让我成为你的兽。哼，你干嘛要劝主人嘛？哎呀，我不劝主人也会收下他的。你以为主人疼我们就能左右主人的决定了吗？辣辣鼓着脸，他当然不能。叶念看着对他们温柔至极，但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他从不会轻易被人左右。阵法很顺利地完成了，叶念背后的白色凤圆散发出温暖的光芒，将窝窝笼罩进去。虽然兽源对窝窝的影响不像本命灵兽那么大，但窝窝还是明显能感觉到自己身上的灵力流动变得更快了，快了至少3倍。等以后主人实力增长了，那还了得！在外面的小马驹们气得直跺脚，好气呀！为什么成为主人灵兽的不是他们呀？房间里的叶念和窝窝签完契约之后，却猛地吐出一口血来。哈，主人，你怎么了？受伤了吗？窝窝立刻用精神力扫视了一遍叶念的身体。主人，你身体五脏出血出得这么厉害，你竟然能忍这么久？百变和辣辣听了，眼睛都要出血了。主人，你怎么都没有告诉我们呀？你就这么强撑着呀？这得多疼呐！没事，叶念用灵力温养着自己的肺腑，从他脸上根本看不出半分痛苦的样子。也就是因为这样，辣辣和百变才一点都没发现的。可惜窝窝不是治疗系的灵兽，我要是治疗系的就好了。叶念的3只崽崽互相对望了一眼，他们3个分别是强攻系、强攻系、精神系、强攻系。这不一到治疗就抓瞎了吗？叶念看他们3个大眼瞪小眼的样子就笑了。没事，我只是刚安慰2句，又扯到了自己的伤口，吓得3崽脸色都变了。就在这个时候，叶念口袋里那颗种子却忽然发光发烫，一股暖流突然顺着叶念的身体开始游走全身，将那些破碎的五脏伤口治愈了七七八八。他脸色顿时恢复了血色。这到底什么东西啊？叶念吓了一大跳，直接把那种子掏了出来，却发现那种子此时像是心脏一样，咕咚咕咚的一边收缩跳动，还断断续续的随着收缩发出碧绿色光芒。主人，它裂开了！果不其然，一颗脑袋上顶着2片硕大叶子的小苗苗就从种子里钻了出来。它顶上那2片大肥叶子太重了，用娇嫩的根须走了2步之后，便不出意外的扑通一声倒在了叶念面前。哎呀，撞疼小苗了！哎呀，撞疼小苗了！这小东西竟然还能说话，这是妖草兽吧？才不是呢，我是妖黄草，岂是普普通通的妖草兽啊！叶念觉得这个小东西说话怪厉害的，伸出一指头把它直接戳翻了，结果这个小东西竟然蹦了3次还没爬起来。大胆小鬼，竟然对妖黄草如此无礼！我起身，我定要你好看！你先爬起来再说吧你。小苗终于爬起来了，他愤怒地举起叶片，自以为很暴力的狠狠在叶念手上拍了一巴掌。啪的一声，那绿色的暖流又灌入了叶念身体里面，伤势好得更快了。哼，怎么样，怕了吧？大山爷爷给他这玩意儿，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苗苗太傻了？辣辣是最心直口快的，这个苗真傻。而百变则是一把抓住他，抓起来给主人疗伤。说完又觉得自己这个神情好像太不好了。主人，您觉得呢？叶念嘴角抽了抽，百变一开始孵化出来的时候还软乎乎的趴在他肩膀上呢，但是后来辣辣来了，多多少少逼出了一些他的真实性格。只是百变呢？你觉得你现在再装回去，你主人我还会信吗？先把这个小东西放下。妖黄草是什么？就是妖草兽里面最厉害的。行吧，那就还是妖草兽。那你和大山爷爷是什么关系？他是我的守护人，但是守护人年纪大了，当时他也不知道我会不会长出来，就给我换个守护人呗。其实就是换张长期饭票。少女，你可是被我小苗挑中的女人，你要为此感到荣幸。我告诉你啊，我每天都要吸取清晨最早的那一抹阳光，深夜的露水，最干净的土壤和精纯的灵力，这样我才能快快长大。到时候你伺候的我高兴了，我说不定会……没等他继续说完，把这小东西给我丢出去。好嘞。不，你不能这么对我，我在外面会死的。再不说实话，我就把你送回大山爷爷那里去。确实，我看中了你的潜力，我和大山爷爷说要跟着你，
我是治疗系的，自己是没有攻击力的，我得跟着强者才能活下去。大山爷爷很强，但是他太老了，陪不了我那么久。我是看你身边受太多了，我才想让你珍惜我一点的。谁知道这个女人根本不按套路出牌。那你收不收我吗？我好饿呀，我出生到现在我还没吃一顿饭呢。她小小一团缩在桌角一哭，那叶子上哗哗的往外冒着白色的露水，一边哭一边拿了旁边一个喝茶的杯子接着露水。这可是好东西，得接起来。她哭着哭着，叶子就慢慢变干了。叶念怕她给自己哭得干死过去，还是给她倒了一杯茶。她把根须泡进去，稀溜稀溜的喝着。你吃什么？好歹人家帮自己疗伤，刚才好像是有点太凶了。她打了一个饿嗝，是混了灵力的土壤。叶念让辣辣从外面挖了些土进来，再拌了些自己的灵力进去，这样吗？他把自己埋进去就开始吃了。你们也饿了吧？来，咱们煮锅吃。他又掏出了让孟小七看见能气死的高等法器锅，又从自己空间里面一样样的往外搬着野灵兽的肉。全都炖了吧，空间里面的食材快要不够了。明天早上咱们去附近最近的山林里面打一些野灵兽来。三只崽崽同时点头，这点肉还不够他们塞牙缝的。屋子里面暖融融的，大家围坐在一张桌子上，别看之前一团和乐，等肉一熟，那场面都快打起来了。多抢一块肉是一块呀！殷念伸出了筷子，正要夹最后一块肉，旁边一道声音突然响起：为什么你们都在抢呢？殷念吓得手上的筷子都没拿稳，转头就对上了袁心碎一张困惑的脸。你是怎么进来的？我想进来就进来了呀。老宗主没发现你？那老东西这会儿正在杀猪呢，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吃啊？想着吃的更好吃啊，你尝尝。殷念夹起最后一块肉递了过去，袁心碎一口咬下，怎么样？是不是从我这里抢下的肉更香啊？袁心碎直视他眼神，薄唇跟着咬合的动作一张一合，露出里面的雪白贝齿。他咽下，然后露出一个摄魂的笑。殷念差点被他这笑给迷了眼，连忙转开话题。不过你刚才说的杀猪是怎么回事啊？圣山宗还养猪了？是啊，养了一群呢，我带你去看。一眨眼的功夫，殷念就来到了屋顶之上，而屋顶下面那块空地上，殷念看见了所谓的杀猪。那群想弄他的弟子们，每一个人都扛着一块巨大的石头，死死支撑着举过自己的头顶。蹲！弟子们齐齐蹲下，发出痛苦的鬼哭狼嚎声。一个两个，修炼不努力，起！他没有齐刷刷站起来，如此反复。看，不就是养了一群猪，杀猪时猪哼哼吗？你没事的时候别跑出去乱看，他是不是偷跑出去看别人杀猪了？一个两个在圣山宗懒散度日，扯虎皮耍威风。我问你们，你们的目标是什么？弟子们互相对视了一眼，大家仿佛心有灵犀的怒吼着：打倒殷念！殷念挑眉，忍不住握了握自己的手掌。他成了这些人的目标了，真有意思。念念，你想怎么办？要我帮你吗？不用。殷念按住蠢蠢欲动的袁心碎，让他们追吧，我会一辈子都是他们的目标的，会成为他们穷其一生达不到的目标。袁心碎看了他一眼，又看看底下那群人，他们那么辛苦地扛着石头在干什么？训练肉体强度，肉体强了，防御力会提高，而且他们吸收灵力的速度也会变快。我们平常吸收灵力不是要入定很久才能越来越快吗？但是在身体紧绷到特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自发地开始吸收灵力，速度就……话都没说完，就看见几颗灵力珠珠自己在空气里面凝聚成型，然后热情地朝袁心碎的身体里面涌过去，被袁心碎嫌弃的一把拍开。现在不要你们！殷念无语。袁心碎转身看向殷念，特别真诚地问着：你怎么不继续说了？念念，不想说了，嘴巴累。与此同时，底下那些弟子发现大家竟然异口同声喊出了这个目标的时候，心底顿时像烧起了一把火一般，要干翻殷念，报仇。他们从未有一刻像现在这样心灵相通。弟子们彼此对视了一眼，顿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仿佛灵肉融为一体的强大信念。圣山宗闭上！老宗主听得直抽嘴角，这些没出息的东西，还不等他骂人呢。广场上忽然多出了几排移动的大石头，那石头和弟子们扛得差不多大，但人家竟然是一口气扛着3块叠加起来的大石头。谁呀？弟子们忍着身上不断传来的酸痛感，抬
抬眼去看，却发现天马，这不是跟着一念屁股后面转的那些蠢马吗？他们打了个响鼻，从上往下俯视鄙夷着这些弟子，就扛一块石头就想打赢他们的未来主人了，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天马们整齐有序地排列成一条队伍，他们开始绕着大广场哼哧哼哧地跑着圈圈。看见没？他们扛了这么多块大石头还能跑起来呢，弟子们受刺激了。他们竟然还没有一只马努力吗？加练，我要再加练。我也要。都给我把牙咬起来！他娘的，我竟然被一只马鄙视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宗主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抽嘴角，这算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算了吧，有个目标总比没有目标好。这群兔崽子就是平常太闲了，欠练。一念也无语地看着热火朝天的广场，一时间整个圣山宗的修炼气氛空前绝后的积极。圣红从闭关室里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愣住了。大晚上的，为什么这么多弟子在加练呢？这是怎么回事？是师傅您给他们下的命令吗？一开始是我要求的，现在是他们自己要努力的。这怎么可能？这么多人想法一致了。圣红啊，你可知道我们圣山宗的弟子为何会变成那一副欺软怕硬的样子？老宗主深深看着这个徒弟，就是因为你太溺爱他们了。疼爱弟子可以，护短也可以，可这不代表能让他们仗势欺人，更不代表你这个宗主能帮着他们仗势欺人。久而久之，这些人会变得软弱无能，又受不了刺激，意不如意，为达目的便会不择手段。这样的弟子会毁了圣山宗的。所幸这些弟子还不是完全失去血性，只要有正直的长辈，那便还是能救回来的。我什么意思？你明白吗？盛红被说的低下头去，眼神晦暗，不知在想些什么。过了好久，他才艰难地点了点头。而此刻，屋顶上的一念转过了身：“袁水水，你先回去吧，我去山里转转。山里有无数比他实力更加强大的野灵兽，他们使劲拼，没事，他会玩命拼的。”圣山宗外面有一座非常大的山脉，名为望天山。山脉里强横的气息不少。此刻的望天山山脉底下，却爆发出了一阵野灵兽哀嚎的声音：“主人，你休息一下吧，这已经是今天的第3只朱元境的野灵兽了。”娜娜和百变都站在一旁没有动手，这3只堪比5星朱元境的灵兽都是一念一个人解决掉的。最后这只黑豹很不好对付，和一念缠斗了整整1日1夜，才生生把这只黑豹给耗死了。没事的，娜娜百变，我会给念念治好的。娜娜跺了跺脚，心疼死了。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小苗苗，她更加有恃无恐了。现在一念打起架来，完全就是以命搏命那种姿态，简直不要太凶残，根本不心疼自己了。温和的治愈灵力源源不断地灌入一念身体里面，那只受伤的手在缓缓愈合。念念，你不能再继续了哦，小苗今天已经干了，一滴都没有了。小苗今天已经干了，一滴都没有了。念念，你该去休息了，不然你的手再受一次伤，你就真的要废了。知道了，我有数的。正好今天弄死3头野灵兽，咱们晚上加餐。叶念刚想往回走，却突然浑身一颤，空气里的魔元素逐渐的凝聚成型，一颗颗的黑色小魔珠迫不及待的往他身上钻过来。一时之间，叶念的身体都要被撑爆了，要突破了。小苗还不等娜娜警告他不要乱说一念的魔族身份，就高兴的围着一念转了2圈。哇，石魔一体，小苗真是捡到宝啦！要是以后一念变强了，可能就轮不到他来献殷勤了。但是现在一念还只是一个人灵境，正好就是小苗可以辅助的实力。我就知道念念身上是有魔元素的，让我觉得特别亲近。小苗，什么叫亲近魔元素啊？你们不知道，我们妖草兽一族其实在很早很早之前便是和魔族交好的。魔族强大直爽，与我们妖草一族非常对胃口。不是说魔族凶残霸道吗？还说如果他们重新出现就会生灵涂炭。小苗一下子就炸了。污蔑，这是污蔑！我们的传承记忆绝对不会欺骗我们，是因为魔族太强大了，当时人族示威，所以他们才扯这些给魔族泼脏水。我讨厌那些道貌岸然的人。别聊了，主人升级要成功了，注意周围野灵兽偷袭。大家立刻跟着警惕起来，将一念团团围住。终于一念浑身一颤，
比之前强横了数倍的气息直接扫荡而出，魔元素们还挤破了头一般的想进入他身体里面。不用了，我够了。魔元素们失落的离开，这可真是幸福的烦恼。果然，生死之间的缠斗更能激发人的潜力。魔元素他平常只敢悄悄修炼，原本还以为修炼速度要赶不上灵力那边呢。得快点找到解开魔剑封印的方法。只有老妖婆他们出来了，有了和五洲相互制衡的实力，我才能肆无忌惮地修炼魔元素。走吧，回去。一念单手一挥，三人就离开了这片山脉。在他们离开之后，过了不久，一道灰袍人影就凭空出现。灰袍人单手在空中一招，残存的气息钻进他鼻子里面。那魔族余孽来天一周了呀，可真有意思。圣山宗内这些天，一念都没有出现在宗门里面，弟子们都注意到了。一念去哪儿了？是不是看见咱们这么多人都在拼命的修炼，他害怕了呀？咱们就是没认真，认真起来还有他一念啥事儿啊？没等他们高兴完，这几天一直都没有露面的一念终于回来了。他这是去做什么了？一念，你这是干什么去了？没做什么，和你们一样，日常修炼罢了。等他拖着那黑豹兽离开他们的视线，这些人才从震惊当中回过神来。他不要命了吧？哪有人是这样修炼的呀？老宗主感知比那些弟子可要敏锐多了，他清楚的知道现在一念身上的伤有多重。那是治愈系妖草兽的气息，就是因为这样才不要命的去修炼。这份狠心和这份魄力，再加上独一无二的天赋，老宗主羡慕的眼睛都红了。同时在另外一边，圣红也看见了一念，他眉头皱得死紧。这人这样死命的练下去，搞不好弟子大赛真的要被他拿下了。他不能继续让这个女人在他们圣山宗那样猖狂下去了。一念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三仔立刻围了上来。哇，好饿呀！小苗苗从一念床底下拖出一大罐露水，用这个炖着苗苗也能吃。你能喝肉汤啊？你用露水煮我就能喝了呀。它是一颗只能喝露水的小仙苗呢。行，一念摸了摸它的苗苗，心想这苗能煮吗？摸着怪嫩的。小苗苗还不知道一念心里面是什么想法，被摸得美滋滋的哼唧着。大了生活，百变洗肉。波波，你洗菜。三个仔各司其职。出元兽的瘦肉那香味直窜进鼻子里，光是吸一吸就能感受到那一锅浓汤里的灵力。可就算是这么大一只出元兽，现在也不够吃了。我还是好饿。我也是。那我们都去望天山山脉打一些猎物回来。一念吃了一大锅的肉，身上的伤势也没那么疼了，他又开始蠢蠢欲动。你们先休息一下，我去买几套衣服回来。等我回来，咱们就再去望天山。三个仔仔吃的肚子圆撑着，躺在床上晃悠着小脚丫，算是回答他了。一念带上了小苗，血包还是要随身携带的。外面的集市上非常热闹，并没有因为晚上就少了太多人。一念到处转着，他买的不是普通衣服，而是有防御力的衣服。一念绕了2圈之后，竟然在一个小铺子面前看见了袁心碎。他站在一家店铺面前，那铺子是个卖冰的铺子，铺主人是个变异冰系的修灵师，但是他天赋能力太弱了，导致这冰也没什么攻击力。不过可以做点小生意，尤其是天气炎热的时候，弄一碗碎冰淋上甜汁儿或者是灵果的果酱，也能赚点小钱。而袁心碎就盯着这个铺主人，他可能是被盯得太紧了，手一抖，那碎冰猛地炸开，无数的冰屑变成了冰蓝色的雪花，旋转开落于他眼睫之上。袁心碎忍不住轻眨了一下眼睛，那水珠便顺着滴落下来，刚好坠在唇角，美得惊心动魄的。一念也一时之间愣住了，都忘了要开口喊他。袁心碎是他此生见过最好看的人了。哎呦，对不住了，大人，您没事吧？大人，作为赔礼，这个给大人您吃吧。他抖着手端上一大碗的冰沙，上面淋了很多果酱，看着非常诱人。袁心碎没接，旁边铺主任的胖儿子捧着一碗冰沙正吃着。袁心碎盯着他看了很久，突然拿过旁边的勺子，从胖儿子手上的碗中舀了一勺出来，尝了一口，吃完就立刻皱起了眉头。不好吃。念念胡说嘛，抢来的也不好吃啊。胖儿子一愣，你是坏哥哥，你抢宝宝的吃的。这人在干什么？袁心碎还特别嫌弃的放下了勺子。你吃的这个不好吃。小孩顿时哭得更加凶了。对不住啊，大人，我给您一份新的吧。我儿子的口味挺奇怪的，可能您吃不习惯。不要了，抢来的都不好吃了，自己拿着肯定更不好吃。他指尖收拢，难得加了一句：念念说的。他不是，他没有这么说。一念没忍住，大步的走过去。袁心碎，念念，
你干什么呢？啊，我这朋友性格有些古怪，您别介意。他掏出一颗灵晶，这个给你。哎，给多了，给多了，不必这么多。但那胖儿子却知道这是好东西，一把就收下了。谢谢漂亮姐姐，姐姐真好看。袁心碎还要说什么，被一念拉着走了。你怎么能收灵晶呢？收碎晶才行，咱们不能占别人便宜。100颗碎晶才值1颗灵晶呢。可是爹爹，是那个姐姐自己要给的，我也没有偷没有抢啊。咱们家欠了好多债务啊，拿这个灵晶去，别人就不会打你了。男人一愣，哎，不成，还是得还给他。他们回来的时候肯定会经过这里，到时候我再给就行了。另外一条街道上，一念拉着袁心碎站好，面色严肃地说着：“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话不是那个意思，抢不是让你去抢别人手上吃的，就是大家一起吃才好吃，是这个意思，知道了吗？”这个不重要。他已经不想纠结这个事情了。一念觉得自己真的是操碎了心了，感情还是一念较真了。还有吃东西要给钱，知道吗？你有钱吗？有，你要吗？我送给你啊。我不要，你以后不要从别人那里随便抢东西了，知道吗？你要不是小神经，你这样绝对会被打的。袁心碎弯唇笑了笑，似乎是不认同一念后面这句话，不过他不反驳他的念念。不是抢来的好吃，是念念的好吃，只有你给我的好吃。一念看他这样，差点没忍住要伸出手去揉袁心碎的脸，好在他忍住了。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卖护甲衣之类的吗？护甲衣，我带你去。袁心碎解决了那几个和赤鬼谷作对的势力之后，就一直无聊到在周围乱逛乱看，自然知道天一州最好的护甲铺子在哪儿。这里。前脚刚走进去，就看见了里面乌泱泱的一片人群。不要挤，不要挤！人灵境护甲衣上2层，地灵境3层，天灵境4层，大家排好队。一念带着被挤得有些烦躁的袁心碎好好的排队，却忽然听见旁边排队的队伍里面有一群人在唠嗑。哎，你们听说了吗？那历城金家、向天宗，还有那男人一口气报出了好几个势力的名字，他压低声音：昨天晚上彻底散了，完了他们。这么狠，是谁干的呀？你们肯定想不到，是赤鬼谷干的。听说呀，是策反了一些赤鬼谷的人，想拿到赤鬼谷的一些稀有阵法。那确实胆子大，不过赤鬼谷大长老一向仁厚，怎么突然变风格了呢？哼，什么大长老啊？你是不知道，赤鬼谷的谷主出现了。什么？周围那些竖着耳朵听的人同时转过身。谷主？还真有谷主啊！真有呢！我听说呀，那位谷主长着一张凡尘没有的脸，阵法随手就能画出，根本不需要时间。而且最神奇的是，咱们吸收灵力都是拼了老命的吸，人家那可不一样，一招手，无数的灵力自己涌进去的，就是靠着这招，让那些势力的人对他束手无策啊！吹吧你，哪有这么厉害的？大家刚嘲笑出声，就看见面前凝出几颗灵力珠，这些灵力珠蹦蹦跳跳的，嫌弃的避开他们，兴奋地涌进了一个男人的身体里面。众人只觉得呼吸一滞，周围慢慢的安静下来。而一个全身笼罩在灰袍里的男人，就在这时候从大门口悄悄地走了进来。这灰袍人便是当日在望天山上抓到了一念走后一缕浮动的魔迹的那人，也幸好一念走得早，不然这会儿必定会被认出来。他的视线在移到一念和袁心碎两人身上时顿了顿，能有这能力的不就只有一个如今正让人说的口干舌燥的赤鬼谷谷主吗？真是倒霉，竟然在这里碰到了小神境强者。说完，顿时本就不起眼的气息被收敛得更好了。一念看了一眼那些柜台上的护甲衣，底下的护甲衣都是灵体实力穿的，他看不上，我们得去2楼看。一念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前面排在2楼楼梯口的那些人群哗啦啦的就让出一条队伍，跟着袁睡睡出来还能起到狐假虎威的效果呢。走，既然没人了，我们就上去吧。一念带着袁心碎走上了2楼，上了2楼便有了许多座位，没有柜台了，这些护甲衣都是一件件的拿出来，价高者得。那灰袍人也跟着上了2楼，他在最角落的位置坐下，看了袁心碎一眼，暗道晦气，他们也要买人灵境的护甲衣吗？咚咚咚，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拿着一个沉甸甸的盒子上来了。这男人每走一步便发出沉沉的跺地声。今天有几件护甲衣啊？男人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1件。什么？就1件？底下顿时炸锅了，全都开始数兜里的灵晶。
就这一剑的话，竞争得多激烈啊！是什么等级的呀？什么等级？极品。极品？有个做梦的少爷最先反应过来，还愣着干什么呀？还不快回家给少爷取更多的钱来！快！监楼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便是灵晶只能在监楼现结，不能后期回家拿。我今天可带够了钱，运气真好。有的人欣喜若狂，有人捶胸顿足。有极品，这次你们怎么不早点宣传呢？也好让我们都知道，带够钱呢。这极品护甲衣的锻造师说了，今日这一件极品不谈灵晶，只谈2个字：随缘。啥意思啊？那锻造师说了，这极品护甲衣有灵性，会自己选择主人。看见这没？如果是这件护甲衣不承认的人，别说是穿了，就算是拿在手上都有1000斤重，你如何战斗？当然，如果是这护甲衣自己选定的主人，那便是穿上身轻如鸿毛，克敌时坚如磐石。全场人的眼中都迸发出绿色狼光，这可是有灵性的极品呐！锻造师说了，如果今日有人能认主，不收1颗灵晶，直接拿走；可若是没人能拿走，那便继续放着。所以你们知道监楼为何不宣传了？大家眼珠子更绿了，还有这档好事，谁都相信自己就是那个幸运儿。一念则是看向那个盒子，怪脾气的锻造师，怪脾气的护甲衣，这要是他的话，不可能不说灵晶。而一念不知道，此时在监楼最顶上，监楼楼主对面坐着一位身穿白衣、乌发如墨的男人。叶大师，您今日可真是大方，有灵性的极品，你可是很难打造出来的。这么大一份礼，是要便宜给谁呀？你错了，得便宜的人不是拿了我护甲衣的人，是我自己。哦，此话怎讲？可男人就不愿意再说了。行，你不想说的是，谁能撬开你叶安大师的嘴巴呢？咱们也就继续喝茶吧。念念不去吗？你不是想要吗？周围的人一听他这声音，顿时就安静了，差点忘记了这里还坐着一个来取护甲衣的小神境修罗。等人他们都弄完呗，反正这个东西随缘，急不得。虽然身体上不疲惫，但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就靠修炼撑着的，还真是会犯困的。被别人抢了，你别不高兴就行。不过你要是不高兴，我也有办法。叶念的瞌睡顿时醒了，他惊惧地看着袁心碎，不会不高兴的，你冷静点儿，我就很高兴了。袁心碎冲他弯唇一笑，我冷静。见袁心碎不会出手了，围观的众人只觉得自己的心情是刷啦一下上去了，又刷啦一下下来了，太刺激了。谁先来啊？我！一群人顿时涌上去了。第一个人期待地把自己的手放在了盒子上，往上一提，盒子一动不动，重有1000斤。怎么会？来，下一个。后面越来越多的人铩羽而归，这让那些坚定信奉自己就是天选之子的人逐渐冷静了下来。有人失落地垂下头，却还是不甘心地继续坐在那里。还有人没有？不知不觉，这2层的人竟然都失了个遍。男人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正要把东西收起来，却见角落里面一个灰袍人缓缓地站起来了。我还没事呢。灰袍人看了一眼袁心碎，还好他没有看过来，他正在看着旁边的一念。一念等别人排队都等睡着了。来，你来吧。灰袍人看着这个盒子也很是满意，极品护甲用来给他的爱徒做生辰贺礼是最好不过的。他的手落在盒子上一抬，果然有1000斤之重，但这对灰袍人来说顶多就是一块小石头的重量。他不动声色地把这东西拿了起来。楼上的叶安唰的一下睁开了眼睛，这就找到了。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怎么可能啊？看来我便是这有缘人了。他装出这个东西很轻的样子，做事要拿了走人，异变就是在此刻骤生。那盒子竟然发出嗡嗡的声音，他突然一个抖动，蹬开了这个男人，又砰的一声落回了桌子上。他还离灰袍人的方向挪远了一些距离，虽然没有说话，但动作间是满满的嫌弃。叶安的眼睛又闭了上去。叶安呐，叶安，我说以你的聪慧，不该不明白，若是有地灵境实力以上的人做出可拿得动这玩意儿的样子，那简直就是轻而易举。我还等着你吃亏呢，没想到你这极品还能这样认主啊！叶安皱着眉头不出声，心里却是有些失望。果然，第一天就碰到他想找的人，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吗？好吧，那既然没有人要再试，那我便把这东西收回去了。
啊，对了，诸位，监楼受圣山宗所托，来告知各位，3日后马上就要举行的圣山宗弟子大赛，老宗主主持，请各位有空的务必要赏个脸。楼主与那老宗主是很好的忘年交，自然要帮着宣传一下，去的人多了，也能让那些弟子们增加几分积极性。说完，他深吸一口气，准备抱着这盒子走，可盒子却又开始疯狂的抖。一开始盒子就知道他要找的人是谁了，可那个人竟然说盒子是个怪盒子。盒子不高兴，打算晾一晾他。他左等右等，等的那个人竟然还在睡觉。盒子傲娇不住了，挣脱开男人的手，猛地朝一念的方向飞了过去。那盒子用力的飞了过来，然后砰的一声，被袁心碎皱着眉头一巴掌拍了出去。袁心碎黑着脸，这个东西要是撞进念脸上了，不就被撞醒了吗？不懂事的东西。可一念还是被那声音给吵醒了，看见了那盒子蹭到他腿上。啊，这什么玩意儿啊！一脚把这盒子给蹬开了。盒子吧唧一声又被踢了出去，这次飞得更远，直接贴在了墙壁上。在场众人都看傻了。你就这么把他给踢出去了？一念终于回过神来。哦，这不是那个装着极品护甲衣的盒子吗？你不是说它很重吗？一念转了转自己的脚尖，不重啊，轻得很。楼上的叶安再一次睁开眼睛，他甚至直接站了起来。他的视线透过那层层屏障，直接看见了底下的情景。旁边的楼主也不喝茶了，还真在第一天就找到了，这么有缘。却发现从来都是一副死人脸的叶安脸上竟然露出了几分紧张。老叶，这就是一个小姑娘啊，你紧张什么？叶安没有回答他，双眼紧紧盯着楼下一念的脸。仙楼楼主心里一个咯噔，他看了一眼一念那张堪称花容月貌的脸，又看了看自己这个成名已久却从来不找女人的老朋友。他不会是春心萌动了吧？也不对呀，老叶不是这种人，那姑娘太小了，难不成老叶是想要个徒弟？底下的一念已经在众人震惊的一片目光之中走到那盒子旁边，盒子生气了，还往旁边挪了几分。一念一把把那盒子拖回来，盒子没有抵抗，一念十分轻松的就把盒子抱起来。这算是我能拿走吗？男人木着脸。你别问我呀，你问他呀。一念刚要皱眉，那盒子竟然自己就打开了，它直接飘了起来，乖巧的落在一念手上。这就是极品护甲衣吗？这个东西要怎么穿啊？似乎是听明白他的话了，那层皮直接飘起来贴在了一念身上。下一刻，一念身上的衣裙就变了模样，衣服的坚固程度直接提升了10倍。要是这会儿再面对那头黑豹兽，都不至于受伤了，耗就能把他给耗死了。袁心碎坐在一旁，仔细的打量了一眼一念，最后点头总结道：衣服好看。至于坚固什么的，反正他一撕就能撕开。一念也高兴，甚至觉得自己的运气是不是太好了，灵兽喜欢他是因为有灵兽契合值，这护甲衣为什么选择他呢？这就给我了，能穿走。那拍卖师依然默着脸，他抬头看了一眼楼上，见楼上楼主他们也没有反对的意思。是的，穿走吧。这护甲衣叫什么名字啊？极品总该有个名字吧？哎，涅槃，这是涅槃的主人希望的择主方式，你好好用，别夺了他的威名。一念挑眉，叫涅槃，那会不会和他凤元有关呢？我能见见涅槃的主人吗？叶安大师从来不见生人。这话一出，众人又疯了。这竟然是叶安大师的作品，5州第一锻造师叶安。大家只觉得都要气晕过去了。叶安大师如今出手锻造作品，纯看心情了，哪还能碰到哟？见不到的一念觉得有些失望，但也还算理解。高人嘛，没点脾气还能叫高人吗？哦，那我们走吧。替我谢谢叶安大师，我一定会好好用涅槃的。楼上的叶安紧紧地握住了自己的拳头，他眼睛死死盯着下面的一念，眉间尽是激动的神采。你下去见见。呵呵，不急。所以这是打算见呢？监楼楼主看着他的眼神更加意味深长了。一念和袁心碎一起走出监楼，袁心碎走在后面，只是走了2步，他像是突然反应过来，想起什么事情一般折了回去，然后在男人面前放下了一颗灵晶。来，给你。袁心碎看了一眼一念，冲他笑了笑。念念不是说了吗？拿了别人的东西要给钱。拍卖师看着那孤零零的一颗灵晶，抖着手，敢怒不敢言。一念忍不住抽了抽嘴角，抱歉，他和你说笑的。幸好袁心碎是个小神境强者，不然他这样走在外面，铁定是要挨打的。直到走了出去，我还是觉得这事儿很不真实呢。一念拍了拍裙子，不讲了，反正这事儿我占便宜了，算我欠叶安一个人情。他现在还很弱小，但等他足够强大的时候，总能帮上人家一点忙的。一念看着周围漆黑的天色，已经是深夜了。袁心碎和一念慢悠悠地往回走着。一念忽然看向袁心碎，问出了自己一直想问的问题：袁心碎，
你这名儿谁给你起的？我娘亲。一念点了点头，不知道该不该继续问下去，因为这名儿怎么说呢？心碎，心碎，听着挺悲伤的。他名字里面那个念字是老妖婆起的，念是取自心心念念的念，是大家的心心念念，是饱含了祝福意味的。他不知道袁心碎的名字又包含了什么意思在里面呢？我刚出生时体弱，快死了，是我阿爹去东海之境与魔龙大战了几天几夜，取了魔龙的龙珠救活了我，但是他也被魔龙咬伤了，那魔龙的牙剧毒无比，阿爹没有挺过去。我阿爹本给我起的名字是元岁，说是希望我岁恶岁恶。阿爹死后，我阿娘便在我的名字中间加了个心。那时候我很小，阿娘这么叫我，我也没问为什么。后来娘亲死了，我也永远都不会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起名了。袁心碎看向了一念，露出一个笑，很浅，浅到让一念觉得被割的心口拉扯的疼。其实也还好，叫什么都无所谓，反正他们都不在了。漫长岁月的冲刷冲淡了阿娘的脸，那些曾经感受过的温暖善意都埋在了深处，浮于表层的便只剩下那些肮脏的仇恨，噬骨般疼痛。其实我更喜欢你喊我的名字。袁心碎眼底映着周围的灯火，好似给那一点冰冷包裹了暖。念念，你都喊喊我吧。过往不可追，这些都不重要了，只要袁心碎以后好好的就行了。一念正要感慨呢，却突然听见前面传来一阵狞笑声和孩子尖锐的哭声。走，看看。往前走了一段，一念看见了一幅让人汗毛立起的场景。来呀，看看你爹飞得多欢快！你来数数，我们一共踢了几下啊？一念认得那孩子，刚才就是那个孩子，笑着从他手上拿走了一颗灵晶，喊他姐姐。哟，打哪儿来的小美人啊？男人眼中银光闪烁，袁心碎和一念他们两个身上的气息他一个也感觉不到，便觉得是两个弱鸡。别害怕啊，哥哥们只是在玩游戏，他欠了我们钱，欠债还命，天经地义。那手眼看着就要摸到一念的脸，狗挡道，我杀狗，天经地义。他实在是太生气了，竟然没有摁住自己身上的魔元素，直接带着法器展出了全力的一击。那速度快的只让这个男人觉得眼前光华一闪，然后那只伸出的手竟然被一念直接齐根切下。杀了他，给我杀了这个贱人！一念不为所动，袁心碎看向他，都挺弱的，留给你练手。一念点头，可袁心碎却在这个时候又转过身，看向了身后漆黑的巷子。后面跟着的那个出来吧，别跟了。刚才一念要被摸到的那一瞬间，他感受到了身后暴动的气息。话音落下，穿着白衣的叶安缓缓从巷子后面的拐角走了出来。这又是谁？你别管，这人交给我，你去练手吧。我没有恶意，你保护好他就行。他娘的，无视我们！杀了他，给我杀了这个贱人！几人拿着法器直接对一念扑杀了过来，一共4个人，都是2星人灵境的实力。一念如今早已到了3星，根本就不怕他们，更别说他现在还有涅槃了。呼，打架了，打架了，干他们！念念，领头那个男人飞快地吞下一瓶止血止痛的灵药，直接对着一念冲杀了过来。咚的一声，男人却被一念直接撞飞了出去，心中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这个女人的肉体强度怎么会那么大？一念可没有给她喘气的时间，他右手直接拿出了木箫，放到嘴边一吹。这4个男人同时浑身一震，动作在他们惊骇的目光当中不受控制的变慢，而一念毫不犹豫的拿起长剑就对着那领头的人攻了过去。男人的眼头猛地放大，一咬舌尖，飙出一口血来。无量杯，一个巨大的盾牌直接出现于他面前，这盾牌竟然没有受箫声影响，可见是一个很好的宝贝。当的一声，长剑斩在那盾牌之上，盾牌竟然分毫不动。而与此同时，一股浓郁的恶臭随着这个男人的咬舌吐血的动作直接弥漫了出来。叶安和一念齐齐面色一变，修邪师，鞋里带着这种腐烂臭味的，除了修邪师也没有别的人了。箫声的时效过去了，这男人开始猖狂大笑着。小娘们儿，这就是你的底牌不成？那我今天可得教教你，让你尝尝什么叫做生不如死的滋味了。身后的叶安突然朝着一念抛出了一柄红色的伞，来，用这个。一念眉头狠狠的一跳，又是一件极品法器。一念诧异的看向叶安，并不肯伸手去接。我是涅槃的主人，我认识阴女，你别担心我会害你。老妖婆，这人知道魔族。阴女？曾经魔族的首领阴女？你是那个魔族一孽？既然你是魔族一孽，而且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
那就更留你不得了。燕燕立刻撑开红伞，可撑开的那一刻，她却看见那男人脚步一顿，猛地往外面窜着，说是想跑。男人浑身发抖，他身后那个男人抬手就是一件极品法器，显然来头不小，此时不跑就是找死了。袁熙最皱起眉头，他抬手将那从其他角落四散而逃的另外3个人直接用一个阵法压住，打了个响指，轰轰轰的3声爆炸声响，难闻刺鼻的恶臭让袁熙碎一脸嫌弃地捂住了自己的鼻子。还有一个呢，那个不留给念念的话，他心中一口恶气不出，会睡不着觉的。念念，我带你追。话都没说完，那只大天马已经冲到了燕燕面前。还好他出门来溜达溜达，就看见燕燕在和别人打架，燕燕立马翻身上马，化着一道流光窜了出去。3个呼吸之后，燕燕又回来了，扔下手上拎的东西，咚的一声，是那人的首级。孩子呆呆地抱着自己父亲的尸身，站在旁边，仿佛被抽干了灵魂一般。你家里人呢？只有父亲了。孩子浑身发抖。姐姐，我父亲死了，这些人是坏人。是，他们是坏人，但是坏人已经死了。孩子在原地坐了很久很久，才抖着手从怀里掏出一把碎晶。这是父亲说要还给你的。燕燕看着那把碎晶愣住了，其实他都忘记这个事情了。一颗灵晶对他来说真的是微不足道的，可他没想到这个孩子在这种时候还记着这个事儿。他们为什么找你父亲？你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人吗？修邪师一般都是一个群体，他们伪装成普通人，混迹在人群当中，寻找合适的对象就悄悄下手。我父亲见了他们钱，可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燕燕皱着眉头看向了袁心碎，想问这孩子该怎么办。可袁心碎，算了吧，他能知道才怪了。天一州有专门收容这些父母被修邪师害死的无辜孩子的，我陪你将这孩子送过去。燕燕有心想问问耶女的事情，但叶安却看了一眼这孩子。等送完孩子我们再聊，放心，我肯定将你的疑惑一五一十的解答清楚。叶安对孩子十分耐心，和叶念一起带着这个孩子将他父亲给葬了，才牵着孩子来去往那收容他们的地方。就在几人离开之后不久，一道灰袍人脚步匆匆的来到了这家铺子门口，他浑身发抖，藏着他爱徒生魂的玉牌竟然在刚才都裂开了，地上还有一滩血迹未干透，熟悉的气息让他猛地呕出一口血来，这血竟然比地上那滩还要恶臭10倍不止。那灰袍人直接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将手掌覆盖在他徒儿的那滩血迹上，这是他的一个特殊手段，可以见到死者生前的记忆。我倒是要看看是谁有这个胆子。老者说着，眼前竟然缓缓地浮现出阴念的脸。竟然是他，我定要杀了你，为我徒儿报仇。这时叶安已经带了阴念和袁心碎到了目的地，同院就是这儿。是，里面也有不少人照顾他们。同院在5州都有设立，这里的孩子接受恩惠长大了之后会回报同院，更多的也会成为同院的老师什么的，算是一方不小的势力了。要论起人才，这里没有凌天学院多，但要论起孩子的刻苦程度，这里可比凌天学院那帮孩子要强多了。都是带着对修邪师的刻骨仇恨，怎么可能不努力修炼呢？姐姐，我还能回去看我爹爹吗？可以的。叶念自己也是自小便没有了娘，便对这孩子格外的耐心一些。同院并不禁锢你的自由，你好好修炼。姐姐，我叫简宝，你住在哪里呀？我以后可以来找你吗？他眼中都是对新地方的恐惧。我住在圣山宗，叫一念，你要是被人欺负了就过来找我。简宝这才1步3回头的被那同院老师带进去。这地方你以后也可以来看看，圣山宗那种地方有血性的人不多，给你带来的帮助应该不大。同院这边和你同等级的狠角色有好几个呢，只是他们素来低调，不争排名，知名度没有那些所谓的少年天才高而已。一念看向这个男人，这些往后再提，你和我说说看，你是怎么知道我阿娘的？什么阿娘？你是说她是你的阿娘？他过于激动，导致身上的气息不稳的荡出。袁心碎一把拉过一念，你是不是想死？男人肩膀骤然一垮，原来他已经在魔界寻到了意中人吗？那我……一念觉得他好像有点懂了。干娘，男人的眼睛唰的一下明亮了。认得呀，你不是他亲生的。这下就连袁心碎都皱起了眉头，这人是脑子有病吗？念念，你离他远点，谁知道这病会不会传染呢？
可这会儿从地狱到天堂的叶安根本不在意别人说了什么，他大笑过后，那张素来冰冷的脸上竟然浮现出丝丝缕缕的红晕，然后凄凄爱爱地对一念说着：“那他既然是你认的阿娘的话，你其实也可以喊我一声阿爹的。”一念当场就愣住了，这年头还有人上赶着让人认爹的，是人喜欢老妖婆吗？你别怕呀，我真和你阿娘认识。你要是不信的话，我们现在就回去魔界，隔着枫叶你问问。你到底是魔族还是人族？我自然是魔族，只是我是魔族里第一个灵魔体，就算是在五洲，只要我藏得好，就没人能发现，哪怕我的魔体比灵力更强。一念眼瞳狠狠地一缩，难怪呢，之前老妖婆一眼就断定他掉下魔剑之前是灵魔体，而且那老妖婆和老魔们给他吃的那些奇怪的东西，正好就是针对他这个体质的。当时他满脑子只有仇恨和变强，都没深究他们怎么知道是哪些能变强呢？老妖婆嘴上说是拿他做实验的，但是现在仔细想来，当时那些东西就没有一样出过错，每一个都是针对他这个体质来的。你也是灵魔体对吧？之前万寿国说出了魔族余孽的时候，我就动身去往万寿国过，可没找到你。我又回了一趟魔界，找到了影兽，问了关于你的信息，只知道你叫阴念，也是灵魔体，我又不敢大张旗鼓地用你的名字找你，怕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后来我想你可能是来五洲了，但是五洲太大了，不好找，我便拿出了以前我锻造出来的唯一一件只有灵魔体才能用的极品护甲衣，想着放出消息，你没有护甲衣便一定会来。弯了好几个圈，但好在这样是最安全的。你都见到影魔了，为什么不去找我阿娘？还有，整个魔族都被封印了，怎么单单就你一个没有被封印呢？说起阴女，叶安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其实我被赶出魔族了，烟女赶我出去的，所以魔族出事的时候我没被封印进去，烟女也不肯见我，不准我走进魔界附近，所以我只能问窜出来的影魔。为什么？叶安的脸顿时更红了。就和烟女之间发生了一点事儿，这个你小孩子家的就别问了。阴念顿时黑了脸，这人铁定是喜欢老妖婆，他和老妖婆之间发生了什么让他恼羞成怒了，被赶了出去，然后恰好就凑到了封印的事情。你信不过我的话，你派信得过的人去魔界那边问一问我这个人就行了，你就问问烟女我会不会害你。其实他这么说出来，阴念已经信了2分了，剩下的8分等他回去和魔界的众人确认一下。我知道了，等我和大家确认一下。阴念的警惕心是很重的，他要将红伞和涅槃一起还回去。那这2个先换。话都没说完，叶安竟然一撩袖袍跑了。你拿着用，我还有很多呢，我这些年都在找解开封印的方法，你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和我要，弟子大赛我一定来看你。阴念拿着那红伞尴尬地立在半空当中，红伞上的2只大眼睛盯着阴念，阴念也盯着他，大眼睛眨巴眨巴，冲着阴念弯了起来，像是在讨好的笑。小苗都气死了，这年头一把伞都要勾引人了。不许笑，对谁笑呢你？他像是听懂了，那双眼睛顿时露出哀伤的神情，唰啦一下，那红色的伞面竟然变成了漆黑的颜色。阴念一脸惊奇，挥了挥这伞，结果一下没控制很灵力，攻击到了苗苗身上。下一刻，他看见小苗整个无比悲伤的瘫软了下去，他蜷缩起来，整个人都无精打采的。我就是一棵废苗了。他竟然开始莫名的消沉了。这法器倒是还像个样子，打出来的攻击竟然还能随着这伞灵的心情影响别人的心情。这恐怕是一件比涅槃还要极品的法器。极品法器果然不是普通法器能够比拟的。你到时候问问他该怎么更好的用这个绸伞。伞顿时又变成了黑色。你摆个阵法要很久吗？魔剑嘛，从距离来说要挺久的，不过我自己挺快的，带上你的话要更久，可能要赶不上你的弟子大赛。带上你的话要更久，可能要赶不上你的弟子大赛。阴念其实很想回去看看他们，但是弟子大赛还是要参加的，没有什么比进入藏书阁找到解开封印的事情更加重要。我帮你回去问问，我自己的话倒是挺快的。可以吗？阴念也不想老麻烦袁心碎，可关于魔族的事情他也不敢和别人说，要是我也能用阵法就好了。能用啊，我教你学阵法就可以了。你别逗了，阵法师这个东西不是最要看天赋的吗？说是需要精神力才可以，我没感觉我身上能运用精神力啊。话音刚落，阴念整个人直接被袁心碎拉了过去，下一刻2人额头相抵，袁心碎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有啊。
袁心碎蹭了蹭他额头，精神力就在里面。一念脸色顿时变了。精神力这东西，魔剑的大魔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测试。一念自己也没觉得自己精神力特别强大，就默认自己没有了。你怎么发现的？在哪儿？袁心碎拉开他手，点在了后脑中间。此处若是有一系，便是用来储存精神力的地方。我帮你梳头发的时候就知道了。像他这样的阵法师，是完全可以探查出来一个人是否在精神力上有潜能的。那我要怎么用啊？袁心碎皱起眉头，他的修炼都是水到渠成，他的精神力也是自然而然睡一觉就有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睡一觉吧。袁心碎捞了很久，才从自己的空间法器里面捞出了一段折了一半，看起来潮乎乎的紫色粗香。你睡觉的时候点这个，然后再睡一觉就行了。这么简单？谢谢你啊。我回一趟魔剑，你有什么话要我带给他们的吗？你去帮我告诉他们，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他们出来的。袁心碎点头。正好天也跟着亮起来了。一念匆匆地回到圣山宗的时候，弟子们加练的更多了，而且一个个脸上的表情都更加发狠了，看得老宗主无比的满意。丫头，明日早上就要进行弟子大赛了，有把握吗？弟子们悄悄看了过来，心地酸得像是打翻了陈醋。老宗主就喜欢一念，一念都不是宗门弟子呢，就找他说话，还这么和颜悦色。要是一念成了圣山宗的弟子，那还了得？把握嘛，自然是有的，不然我也不会答应了。而且他有绝对不能输的理由。小丫头口气挺大，胆魄不小。我要是胆魄小，我也不会进你们圣山宗的大门了，是不是？一念也挺喜欢这个老宗主的。蠢弟子是蠢弟子，这并不妨碍他敬佩这老宗主。这老宗主比他师父还要适合当一宗之主。他师父那全是靠了师兄师姐们自己懂事，一个两个嘴上凶，但是从来不出去真的仗势欺人，不然就师父那样的，怕是要宠坏不少人呢。今天也有不少的弟子组队往望天山山脉跑呢。一念搞什么，他们就搞什么，一定不能比他差了。随后他们就看见一念打了个哈欠，有人忍不住问道：一念啊，马上就要进行弟子大赛了，你接下来打算干什么啊？啊，接下来啊，睡觉吧。我们明天可就要比赛了。是啊，我知道，就是因为要比赛了，所以我睡觉啊。为了觉醒精神力嘛，这不是？一旦觉醒了精神力，哪怕还不会弄阵法，等交手的时候趁对方不注意，还能联合窝窝一起用精神力干扰，多好啊！一念不搭理他们了，直接进了房间。三只小的也在床上呼呼大睡着。一念将那三个崽拱到床里面，点燃那紫香，也按照袁心碎所说的那样，躺床上直接睡觉去了。他是睡着了，外面那些弟子们是彻底不行了，他们在外面累死累活的干，一念竟然睡觉去了。很快一念睡觉了这个消息顿时就传遍了二等弟子们的耳朵里。阴谋，一定是阴谋。难道我们想错了？大赛马上就要来了，即便我们练也不会突破，倒不如好好的睡一觉，养精蓄锐是吗？对呀，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呢？赶紧让那些去山脉的兄弟们都回来，这要是在弟子赛之前累着了或者伤着了可怎么好？狡猾，太狡猾！一念这人果然心机深沉。他们一边庆幸自己多问了一嘴，一边立刻收了手往自己的房间奔去，这样明天才能有精神以最好的状态参加弟子大赛。看着他们一哄而散的老宗主一脸抽搐，这帮只会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做事的家伙能不能有点自己的想法了？算了算了，休息倒是也没错，也就一晚上的时间，形不成太大的差距的。他也只能这么想了，不然要被这群人给气死的。而与此同时，正准备动身去魔剑的袁心碎正被大长老一把拉住。少主，您说什么？您就把紫香直接给念姑娘，然后告诉她睡一觉就能觉醒精神力了？有什么不对吗？哎呀，当然不对了。您是咱们县族万年难遇的天才呀，寻常人都是要引香入体的，光睡觉怎么行呢？您以为念姑娘是和你一样的天才吗？大长老急得冒汗。我们赶紧去找念姑娘啊，不然明天弟子赛她精神力就用不了了。袁心碎面色不变，她可以的，我的念念没有那么差劲。大长老面色一僵，难不成不睡一觉再起来都是差劲吗？我要去魔剑一趟，如果明天来不及赶回来，你记得带人去看比赛。袁心碎脚下已经有一个巨大光阵成型。是少主。而此时周少玉正在看着自己的妹妹周少柔。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之前你被圣山宗的圣仙仙欺负了的事？他圣仙仙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欺负我妹妹？
哥，你和盛仙仙不是同样的实力吗？你去帮我打也未必打得过，还不如人家姑娘呢，长得美，还实力强大，一下就帮我把脸打回去了。周少柔眼中有着敬佩的神情，看到周少玉这个妹控，心里难受死了。哼，什么一样的实力？不都是9重灵体？说着，周少柔猛地瞪大眼睛：“啊，哥，你终于突破灵体了，成了人灵境了！”周少玉一笑，手上灵力涌现着，比之前灵体的时候强横了数10倍。啊，你现在还觉得你哥不能帮你教训那个圣仙仙吗？啊，好厉害呀！可哥，你还是比不过那个姑娘。我跟你说啊，那姑娘绝了，她脚步都没动，就嗖嗖的把人都给收拾了。可惜啊，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等我以后有机会遇到了，定要和她打一场，看看她是不是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强大。哥，你肯定打不过她的。哎，不过不是说明日圣山宗有弟子大赛吗？怎么那边今日这么安静啊？两兄妹站在房顶之上，远远地往圣山宗那边看着。这要是以往，那些人不都是临时抱佛脚的吗？今天怎么黑兮兮的？才看了2眼，底下就传来自家老爹，也就是周家家主的怒吼声：“2个小王八蛋，还不给老子滚下来！家里祠堂的屋顶是你们俩能踩的吗？反正天都快亮了，别睡了，下来和老子练2把！”完蛋了，又要被老爹当沙包了。黑黢黢的圣山宗让宗门里的长老们感受到了一波久违的平静和安宁。老宗主出来之后啊，咱们圣山宗都不一样了，这些孩子们都和疯了一样。那不是因为阴念那女人，不过区区3星，也不知道在努力个什么劲儿。光他一个3星，顶天了，再加2只灵兽，他总不会以为咱们的弟子大赛是那种循规蹈矩的1对1的擂台赛吧？他也是因为知道自己没有机会能赢，索性破罐子破摔的去休息了吧。大家发出一阵笑声，根本没有半点紧张感。而此刻被他们完全放心的阴念正处于一种水深火热的状态之中，痛，大脑像是要裂开了一般痛。房间内紫香燃烧生出的烟雾正将他团团围住，要是赤鬼谷大长老在这儿，必定被惊得下巴都要掉出来。精神力这个东西和灵力一样，全看天生。他们觉醒精神力那会儿，真的是花费了老大的劲儿，才会引一丝丝的紫香去冲击那天穴。阴念这叫什么？这叫老天爷塞饭吃。哎，主人怎么还没醒啊？哎，主人怎么还没醒啊？主人看着好痛苦啊！要不是旁边的窝窝拍着自己的胸口保证这紫香是好东西，他们就要冲过去掐灭这个让主人痛苦的玩意儿了。这个真的是有好处的。窝窝一边蹲在阴念的旁边，一边蹭了点紫香，酝养自己的精神力。这个东西对精神力好，主人一定是想要觉醒精神力的。辣辣和百变这才按耐住了自己的小手。阴念正大汗淋漓地挣扎着，他眼睛没有睁开，可漆黑一片的视线却缓缓清晰了起来。他看见了一团凝白色的小漩涡，这就是阵法师的天穴了吧？这想法刚出，哗啦哗啦的水声开始冲击着阴念大脑，那仿佛要把他脑袋碾碎般的痛苦顿时没了。精神力，他以为精神力那是更加虚无缥缈的东西呢，没想到竟是以水的形式出现的。但是他很确定，这个玩意儿就是储存在天穴之中的精神力，因为哪怕不睁开眼睛，阴念此刻也能看见房间里的情况了。他笑眯眯地凝聚出精神力，在辣辣身上一推，哎呦！辣辣被推的一个屁股墩坐在了地上，转头看看，这也没人呢。辣辣一脸凶残地转头对着百变，啪的一掌，你打我干什么？阴念没忍住，睁开眼睛笑了起来。刚笑出第一声，天空顶上轰的一声巨响，直直的朝他过来了。阴念猛地从床上跳下来，那道雷精准的落在他脚边，差一点就劈到他了。不是，我觉醒了精神力，还要遭雷劈啊！是不是圣山宗有人要害我？圣山宗的人这会儿都成了傻瓜蛋一个个了。啊，这是怎么回事？阴念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了？老天爷都要劈他！一群刚睡醒的人连头发都没捋顺呢，就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幸灾乐祸起来。只有一个弟子阴沉着脸，这弟子是圣山宗少有的觉醒了精神力的弟子。都别笑了，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那哪里是老天爷要弄死他，那是老天爷爱死他了。大家瞪大眼睛，这人是不是没睡醒呢？紫色雷霆，那是觉醒精神力引来的天雷，你们懂什么？我也不是没看人觉醒过精神力，大家也都不是傻子，觉醒精神力并不会引起天地变色。那是普通人天赋一般，不，天赋上乘自然也是招不了雷的，除非天赋异禀，好到引发天妒，要压一压他。紫色雷霆一道紧接着一道，追着阴念劈下来。他从东边跑到西边，
轰的一下，那紫色雷霆掀翻了大食堂的屋顶。弟子们这会儿是真笑不出来了。怎么回事啊？光劈咱们宗门里的屋子了？不是说要压一压他吗？那弟子嘴角抽搐着，可能舍不得，其实就是吓吓他。一念可不知道这些，只觉得自己真的是倒霉透顶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些大小势力的代表们都来参加这次弟子赛了。仙楼楼主是第一个来的。嚯，这小家伙也在呢。其他势力的人盯着那紫色雷霆，满是羡慕地对老宗主说着：“这位是你们圣山宗的弟子吧？这精神力真是太逆天了！福神塔那边也没有精神力好到能引来天雷镇压的呀！”我要是能有这样的弟子，我怕是做梦都要笑出声。不愧是圣山宗，底蕴就是与我们不一样。他们每说一句，老宗主的心口就痛上一分。老宗主憋得面色通红。他不是我们圣山宗的。啥？那是哪家势力的呀？话音刚落，大家便听见了一阵骚动声。叶安大师来了！啊，叶大师！叶安脚下轻点，很快就越过人群，焦急地看着正在被雷追着跑的一念。念念，你过来，爹爹帮你挡雷。一念脚下一滑，差点一脸贴地撞满脸血。众人也都是一脸见了鬼的神情。他们看向叶安，那焦急的神情就是活脱脱的慈父之情。私生女？原来是叶大师的爱女。但很快，一念的怒吼声就传了过来：“你是谁的爹呀？别胡说八道，败坏我阿娘名声！他名义上还是庄家的人呢！”啊！大家那脸顿时就皱在一起了。这五洲桃色八卦？天哪，那不是那个漂亮姑娘吗？周家人到了，周少柔直接拨开人群，对一念招手：“嗨，漂亮姐姐，看我！”大家侧目看向周家家主：“这是您家的呀？”“哪能啊！我家要是有这种天赋的，还不得好好的保护起来，还能放圣山宗？”“那这人到底是谁？”众人摸不着头脑了。一念的身上就像是笼罩着一层层的迷雾，偏偏好像身份又十分了不得。看看这认识他的人都是大势力的人。正想着，大长老带着人过来，就看见一念正在被雷追着劈。他脑海中顿时浮现了袁心碎那张脸。这有什么难的？睡一觉的事。大长老怔愣了瞬间之后，立刻手一指：“快，列阵，避雷！”这雷要是打在一念身上，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呀。众人就看见平常眼高于顶的这些阵法师，一个个殷勤地把一念围了起来。百人大阵哗啦一下就撑在了一念头顶，一道又一道的落雷被那大阵给吸了进去。大家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赤鬼谷的。难怪是擅长精神力的势力，可赤鬼谷的人为什么在圣山宗呢？”老宗主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沉默，他觉得徒弟，师傅来了。老宗主嘴角抽了抽，果然，那邋遢鬼在这种大场合能不来吗？就看见一个巨人咚咚咚地朝这边跑过来，一边跑一边朝一念招手：“乖徒儿，看师傅啊！”“师傅！”老宗主，这是怎么回事啊？是听说过巨人族还存在于世的消息，这姑娘是巨人族的。老宗主黑着脸点了点头：“我圣山宗与巨人族的弟子各自派出了几名交换学习。”没想到老宗主您和巨人族的族长关系这么好啊，真令人羡慕啊！巨人族的战斗方式，即便是在远古时期也是非常厉害的。大家都是一脸的羡慕。老宗主一脸吃了屎的表情。干什么呢？老乞丐到了圣山宗之后就恢复了正常体型，看着天上的雷一道道的往一念身上劈着，好在都被阵法给挡住了。徒弟呀，你做什么了？要被雷追着劈？一念无语，这肯定是个假师傅。好在这雷也不是无止境的劈，后面的雷就变得越来越小了。终于平静下来之后，老宗主也不想大家再关注一念了，立刻振臂一挥，看得心情复杂的弟子们一脸悲愤的集合。太狡猾了，一念真的太狡猾了，误导他们去睡觉，而自己却悄悄觉醒了精神力，太狗了这人。庄贤把一念拉到一旁，看了一眼叶安：“那人真是你爹爹？”“怎么可能？不是，他自个瞎扯的。”这么一说，庄贤便放心了，毕竟一念的身份牌用的还是庄家的。一念正站在底下等着老宗主发号施令呢，就感觉到了旁边一道带着浓烈仇恨的目光。哼，好久不见呢，苏林燕。苏林燕戴着面具，自己一个人站在角落里面，用阴毒的目光注视着一念。一念，那人在瞪着你呢。庄贤被苏林燕的眼神盯得浑身鸡皮疙瘩全都起来了。他转头看见一念竟然还在冲苏林燕笑着，
他那么看你，你都不害怕吗？害怕？怎么会呢？看见他这样生龙活虎的，我兴奋死了。庄贤看着一念这样的笑容，莫名的打了个寒战。而观战区的西边，白家人也看着一念，那就是白钱说的勾引了咱们家天马的女人。白家大族老神态看起来很差，家里天赋最好的白鹿死了之后，族老们都有些一蹶不振了。是的，族老，但是他好像并没有契约咱们的天马，他身边已经有2只灵兽了，而且看起来好像都是神兽。混账！天马的账必定要算在这女人头上。那东西给白钱了没？呵呵，已经给了。白钱只要能好好用那个东西，必定能让这个女人付出惨痛的代价。就在此时，3道巨大的大门缓缓地打开。圣山宗弟子大赛初试将在我们圣山上进行。圣山的树木上，我们绑了许多通关牌，每人至少要收集够10个通关牌，才算是过了初试。我不管你们是单打独斗，用实力硬闯也好，还是拉上你信任的人成团行动也好，都不可闹出人命。若是闹出人命了，将由我亲自惩治。他这话一出，无尽的威压就对着底下每一个人沉沉压下。无数新弟子实力不够的直接跪了一地，只剩下几个实力在5星人灵境之上的，看起来面色不改。而这其中，燕念的神情看起来最为轻松。哇，看见了吗？看见了没？我说他很强的吧？周少玉看着燕念那张和他差不多年纪的脸，眼中是熊熊燃起的战意，好想和他打一架呀！打输了也没关系啊。燕念可不知道他的想法，燕念自己也很吃惊。当威压下来时，他能感觉到天血里的精神力直接在他身上形成了一层保护膜，将那些威压都给抵消掉了。精神力果然厉害。如今他也不是随便一个大能，一放威压便能压得他连头都抬不起来的了。老宗主见一念果然和之前不一样了，在心底叹息了一声，同时抬起头说道：3道大门对应的是我们圣山3座山峰，灵体实力进入第1道，人灵境实力第2道大门，地灵境第3道大门。听见这话，一念顿时眉头一皱，大乱斗。他猛地转头看向庄贤，庄贤，你要自己一个人入第1道大门，没问题吗？尔购和孟小七2人都是第3道大门，互相能有个照应，但是庄贤只有自己，少不得要被针对了。我没事的，师兄师姐护好自己便可以。这是守不住了要弃权，这边肯定有安排救援之人。到了必要的时候，我不会倔的，我对自己的实力有数。所有的弟子们都已经开始做好了准备，白钱这个玩意儿竟然就在一念身边。一念，别想着抢跑，我们这些人就算自己不通关，也是一定会盯死了你的。师兄师姐们，我们盯紧一念，孩子就靠你们了。好。圣山宗这帮弟子什么时候这么团结了？周尚柔气得面色通红。作弊，他们作弊！不被人妒是庸才，好样的！有小势力的人想要讨好乞丐。这个巨人族的族长，您贵姓啊？你叫我邓启就行了。老乞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家几个徒弟，看这架势都被针对了呀。邓启看向老宗主，喂，老东西，你这是光明正大的给你们圣山宗的弟子放水吧？你这是光明正大的给你们圣山宗的弟子放水吧？我们圣山宗的弟子赛一向都是这个流程，怎么心里没底啊？放屁！你看我们念念的神情，那是心里没底的样子。既然他有把握，那何必说呢？老宗主冷哼一声，同时一挥手，圣山宗的长老们齐齐化成一道流光，往自己要驻守的区域奔去了。圣山上有不少凶狠的野灵兽，他们每个人都得负责一块区域，保证弟子们的性命安全。主人，等会抓紧我！呵，小东西要冲破我们的防御，怕是做梦。大家小心那个小孩，那是他的神兽。放心，不就一人一兽吗？守得住。是吗？那你可得守好了。就在这时，所有长老都已到位，老宗主的声音猛地传出：弟子大赛初试正式开始。白钱一声大喝：拦住阴念！众弟子齐出掌，无数灵力齐齐喷涌而出，交织缠绕，变成一个巨大的网，对着阴念兜头就盖了下去。而也就是这个时候，让所有人都忽略的辣辣猛地背后一震，一双巨大的血色翅膀伸展开来。哼，区区小网还想拦住我？翅膀猛地一震，穿插着那巨大灵力网的缝隙，直接飞升上空，猛地对着第2道门冲了进去。苏林燕看着那对翅膀，浑身发抖，那是他的血凤吗？该死的！
苏林燕也立刻对着第二道大门冲了过去。我小师妹就是厉害，小七，我们走。耳垢的身子猛地膨胀开来，横冲直撞的往第3道门去了。呵，巨人族果然肉身强横，男子汉就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最不让人看好的庄贤也是深吸了一口气。圣麒麟，一只巨大的麒麟兽直接驮载着他往第1道门冲去了。大家又是一阵惊呼。今天这比赛可有意思了啊！随着弟子们纷纷涌入进去，老宗主猛地合掌，晃荡的水波逐渐在他手上成型，下一刻变成了一面面灵力镜，将所有考试的区域都展示在了大家面前。通关牌数量真少啊！就这点通关牌，加起来能让1000人过吗？肯定不能啊！抢夺过程中还会有破损呢。不过，怎么只有这些弟子？其他人呢？老宗主罕见地露出一个神秘的笑容。我不懂你的意思。哼，老东西，还和我打马虎眼？你把你圣山宗那些真正厉害的弟子藏哪儿了？可别和我说这些半桶水叮当响的就是全部了。就这些货色，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周家家主很是看不上这样的行为，男子汉就要1对1单挑。圣山宗那些内门弟子被你藏哪儿去了？叶念毫不犹豫的直接把剩下所有的通关牌都给烧了，只剩下了自己的10块。如此看来，只有我一个人晋级了，是吧？那看来都不用比后面的了。比赛结束了，胜负已定，弟子们摇摇欲坠，满脸苍白。即便是这样，还是输了。不会的，怎么会是他胜了呢？白钱低头看着自己手上的药丸，眼神一狠，猛地吞下那颗白家给他准备的药丸。白钱身上气势暴涨，惊人的气势竟然直逼巅峰人灵境。他拿过旁边的法器弓箭，猛地一箭射出。无耻！卑鄙下流！比赛都结束了还偷袭！主人！主人！两人大惊失色，同时往这边飞速的赶过来。但躲在一念怀中的窝窝早就准备好了，精神力屏障马上就要出来帮一念挡下这一击。可就在这时，又是一道箭带着无可匹敌之势，直接射中了白钱那一箭，直接把那一箭给砸了出去。怎么回事？白钱猛地吐出一口血，药效来得快，去得也快。短暂的力量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他看着竟然像是瞬间老了5岁。一念抬起头看向天空之上，是鹰兽，立在最前面的便是一位红衣女子。刚才那一箭就是她射的。是他们回来了，内门弟子们回来了，内门的师兄们，这一念目中无人，欺我圣山宗啊！其他势力的人顿时就来劲儿了。内门弟子这个时候回来，有好戏看了。袁杰是内门弟子里人灵境第1人，看见苏木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和他哭诉着，袁杰脸上半分表情都没有。师姐，你一定要严惩她，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袁杰看了一眼一念，一念冷着眼盯着他。苏木还在兴致勃勃地说着：“师姐你叫苏木是吗？别再开口了，你再多说1个字，我都觉得圣山宗的脸都要被你丢光了。”话音落下，身后又传来了破风声，一道又一道身影落在了一念面前。他们身上的衣服不难看得出是圣山宗的衣服，而且每个人身上都多多少少带着些血腥气，那血散发着恶臭，竟然是修习师的血。这些人是去教训修习师了？袁杰一脚把苏木踹开，看向了那些外面弟子。你们可真了不起了，老娘带着你们内门的师兄师姐们出去，辛辛苦苦的杀那些修邪师傻帽，为圣山宗证明，1年都难得回来一次。你们可倒好，不想着好好修炼，一天到晚的搞什么歪门邪道给我们拖后腿。袁杰的声音并不是声嘶力竭的那种，他只是漠视和鄙夷，他是真的觉得很丢人。今天的弟子大赛来了多少客人知道吗？袁杰是真的要被气笑了，真是一批不如一批。老宗主前段时间还和我们说你们有进步了，虽然目标不大，但至少都是一群懂得上进，不再是忙着出去外面作威作福的孩子了。所以他散出消息，用他那张老脸请了这么多的客人来，不求你们一定要打得漂亮，但至少输得要有骨气吧。袁杰的声音越来越冷漠。可结果呢？你们让我圣山宗蒙羞，还是100年来最大的羞耻。白钱终于忍不住了，那是因为阴念他。还没反应过来，袁杰已经到了他面前，狠狠一脚踩在白钱肚子上。白钱猛地吐出一口血。我在说话，哪里有你插嘴的份儿？还有，是谁准你们在比赛完后还偷袭？又是谁给你们的胆子，在比赛中偷吃能暴涨实力的禁药？什么？白钱竟然偷吃禁药了？我说刚才那一剑怎么好像那么强？我以为他也拿到了极品法器呢。
你胡说什么？我哪里有吃什么禁药？你别以为自己是内门弟子就含血喷人。哼，是不是含血喷人？等让长老们探查一番就知道了。带他走，直接交给老宗主处置。这种人哪里能留在我们圣山宗？不，你们不能这么对我！我是五州白家的人，我哼，有这劲儿，憋着多杀2个修邪师不是更好？唧唧歪歪的，烦死！说完，他拖着白钱就往外面走着。外门弟子看得浑身发抖。在圣山宗有一句话：内门外门，天地云泥。内门为天为云，外门是地是泥。一开始他们并不懂，因为他们很少看见内门弟子都留在宗门内的。可现在他们终于明白了。你就是阴念，来和我打一架，不算弟子赛，只是我单纯的看得上你这个人。要是对我胃口，你就是我朋友了。阴念从刚才那一刻起就一直是强撑着，天血里的精神力已经完全的干涸，身上的灵力也都被抽干了。他完全就是凭借一口气硬撑着，不让自己倒下。现在见事情解决了，内门弟子也不是那副不要脸的样子，他根本听不见袁杰说的到底是什么，眼前一黑，就直挺挺倒了下去。主人，徒弟，闺女，他们齐齐出声，但有个人最快。念念，小苗都没来得及施展自己的拿手大招呢，空气里的灵力全部开始暴动起来，破空之声不绝于耳。所有的修灵者都看见了让他们气得吐血的一幕。平常对他们很是抗拒的那些灵力团子，竟然都不用元心碎牵引，自己连滚带爬的就往一念身体里面钻。钻进去的时候，还特别温柔的降低了速度，生怕一念会不舒服。这他娘的都是什么事儿啊！袁心碎脚下还浮现出一个巨大光阵，光阵直接温养了一念的精神力，他那干涸的天血竟然又开始一滴滴的凝露，而且凝得比之前还要快。我说呢，就算再怎么精打细算的用灵气和精神力，这么一场千人赛下来，他也该吃不消了。我还以为这女人真的是不痛呢，看着眉毛都没动一根。说着损人的话，可实际上袁杰的眼中却满是赞赏。五州那些人都说女人不如男人能吃苦，顶天立地的还是男人。他呸！女人怎么就不行了？他比谁都拼，比谁都狠，所以由衷的从心底当中生出了一股敬佩和惺惺相惜的感觉。你带他去我们内门休息，那边有专门的疗养室，对他如今这种完全亏空的身子是有好处的，不然啊，怕是要损伤根基。袁心碎满脸冰冷，难得朝这个女人点了点头。带路。走回去的一路上，袁杰都在悄悄打量袁心碎，这个男人长得可真绝色呀。袁心碎感觉到他的目光，轻飘飘的转头看了他一眼，直接让袁杰这个在尸山堆里面摸爬滚打出来的人浑身起了一阵恶寒。他连忙收回目光，袁杰定了定神，再转过去时，却发现袁心碎又平静了下来。他正安静地看着怀里还在沉沉睡着的一念，他的念念皱紧眉头，看得出来很不舒服。可一念从小就很能忍痛，就算是对常人来说都要死过去一样的痛楚，也只是像一只小兽一样蜷缩起来，抵着袁心碎胸口，难耐地闷哼了2声。袁心碎看得心痛。念念，马上就能好了。这里就是疗养室，进。话都没说完，袁心碎都已经关上了疗养室的门。袁心碎先是弄了一个隔绝气息的屏障，然后才轻轻地在一念脑袋上一点。念念，你想吸收什么就吸收吧，魔元素也没关系，有我在。迷迷糊糊的，一念听见了这句话，他终于忍不住放松了自己对身上魔元素的压制。呼啦啦的风声伴随着汹涌而起的狂欢着的魔元素一起涌入一念体内，他就像是一块不知疲倦的吸水海绵，不断的吸附对自己身体有益的东西。一念要晋级了。而此时，在离圣山宗很远的一处山头上，无数穿着各色袍子的人对着灰袍人跪了下去。见过老祖。灰袍人懒洋洋地支起眼皮儿。伤我弟子之人，我已经查到了，就是如今在圣山宗的阴念，也不只是阴念，我们修邪师一脉，如今遭到了各个家族宗派的追杀，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灰袍人激动起来，声音难听的像是婴儿惨叫的声音掺杂于其中。我们也该让天一州热闹起来了。一念这一觉睡了3天3夜，一睁开他就发现自己干涸的精神力开始翻涌，精神力是不是变多了？还有，我怎么变成4星人灵境、4星人魔境了？一念甚至拍了拍自己脸颊，一低头就发现不对了，肚子上还躺着一个袁心碎。睡哪儿呢？袁心碎滚在了地上，他还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念念，袁心碎困倦的声音都沙哑了。你做什么？你怎么睡我身上啊？我一直都睡你身上啊。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一念忍不住抽了抽嘴角，难不成他说的是那段他变成尸体的日子？喂，我身上的精神力怎么回事啊？还有灵力和魔元素，你帮我的？一念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只要我在你身边，睡一觉都能好起来的。一念倒吸了一口凉气。袁心碎真的很气人，这话会让多少辛苦修炼的人吐血呀！比如说像他这样拿命去搏斗的人。一念忽然想起弟子赛的结果，哎，对了，是我赢了吧？你赢了，你能进去藏书阁了。他知道念念想做什么，一念满脸喜色，正开心着，外面忽然传来喊叫声：“一念，给我滚出来！”一念皱起眉头，袁心碎脸色一寒就要出去。等等，我知道这个声音是谁的。他脸上露出一抹嘲讽的笑，是我的老熟人了，我自己去。一念走出去，果然看见帝后在那叫嚣着：“你！”他太激动了，都忘记这个贱种不知从哪儿结交到了这么多厉害的人，还一个两个都护着他，也不知道都被灌了什么迷魂汤了。白灵，你有事吗？你是那个无名贱种吧？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你骗得了别人，你骗得了我。他阴毒的目光看向了站在一念身边的娜娜，这是我女儿的血凤，这是我的灵兽，就算查契约关系，这也是我的灵兽。还有，一口一个贱种，你在说谁？就是，你想做什么？叶安也在这个时候从后面走了出来，老乞丐也过来了。白灵顿时压力大了起来，他盯着一念，不敢再骂他贱种了。我燕儿上次受伤到现在还没醒呢，明明你受伤比燕儿还要重，你是怎么醒过来的？哼，你要知道这个做什么？自然是一样的，你要去救我的燕儿。一念真的是要被这个人给逗笑了。师傅，袁婶婶，你们在外面等我一会儿，我和这位了不起的帝后要单独聊聊。不行，太危险了。不会，他要是对我做什么，袁心碎都不等一念说完。那我就去拧断苏林烟的脖子。谁说他们袁水水什么都不懂的？该聪明的时候还是非常聪明的，好吗？